成长。我的书！穿越了，穿进了一本叫《我妖妃让国家又强大了》的女频爽文里。原主16岁，大梁朝丞相裴崇训的嫡长女。裴崇训，书中的第一大反派，奸相中的奸相。他在前朝一手遮天，操控幼帝，残害忠良，把持朝政10余年，杀得朝堂上血流成河，朝政腐败透顶。大哥裴章，人称小裴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卖官鬻爵，兼并土地，搞得百姓无地可种，流离失所。而原主自己呢，一心想当皇后，母仪天下，把持后宫。嫁了9岁的幼帝，在后宫大肆残害后妃，骄奢淫欲。唉，一家子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好鸟，最后逼得男主造反，带着正义之杀进皇宫，裴家满门抄斩，集体下线。完蛋，这剧本太毒啦！来了！穿书标配，系统整不起我。按我看过的300本穿书小说经验，这肯定是恶毒女配逆袭爽文大女主的金手指。接下来就该发布任务了：手撕渣男贱女，打脸满朝文武，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检测到宿主灵魂契合度100%，正在绑定祸国妖后系统，绑定成功，主线任务已开启。祸国殃民，宿主需以祸国殃民为己日。残害忠良，魅惑君王，搅乱朝廷，荼毒苍生。祸国殃民，这剧本不对啊！别人穿越都是逆天改命当大女主，你让我当妖后，祸国殃民，你没搞错吧？我上辈子虽然打麻将爱胡牌，但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系统检测到宿主天生具备成为一代妖后的潜质，请勿妄自菲薄。谁妄自菲薄了？我不想要这个潜质啊！宿主选择接受任务，成为妖妃，完成任务后可复活；拒绝任务，灵魂将永远困在这本书中，随着原主结局一同消亡。祸国殃民就祸国殃民，为了活下去，干了！宿主需在满朝文武面前以残暴手段诛杀一名朝中重臣，造成足够的威慑效果，让妖后之名传遍天下。任务奖励80点祸国殃民值，额外奖励10万斤土豆。你一个祸国殃民的系统，你奖励什么土豆？不过10万斤土豆，在这粮食产量低下的古代，那可是一笔巨款。有了这批土豆，我能做很多事，但当务之急是先完成任务。清代，娘娘，您醒了，奴婢伺候您梳洗。原书里，清代是原主的心腹丫鬟，专门给原主出各种恶毒点子的那种。满朝文武现在在干什么？娘娘，今日宫中举办宴会，此刻满朝文武和京中勋贵家眷都在呢。都在，那可真是太好了。娘娘，您这是要去赴宴？皇后娘娘驾到！女儿这招妙啊，提着剑来赴宴，摆明了要给文武百官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这大梁朝的天到底是谁家的天。皇帝又怎样，满朝文武又怎样，这天下姓裴的说了算。皇后娘娘，你身为皇后，不守宫规，手持长剑闯入宫宴，成何体统？你
这是要造反吗？我今天本来就要造反，外面埋伏3000精兵，只等一声令下就能杀进皇宫，只是还没找到名正言顺的借口。没想到裴元提着剑跑来这里，以下犯上，对皇帝不敬。我一声令下，正好以护驾为由发信号，让精兵杀进来。皇后娘娘，本王知道你是裴家之女，仗着你爹的权势在后宫为非作歹，但本王告诉你，这大梁朝的天还没有塌。本王身为皇室宗亲，绝不会坐视你祸乱朝纲。安王野心勃勃的顶级老暗批，却整天把忠君爱国挂在嘴上。大梁第一忠良，非他莫属。干他了！老东西，本宫给你脸了，你也敢指着本宫的鼻子吗？不应该啊！不应该是这样的，明明应该是我成功挑拨官员与皇后的关系，而后以清君侧的名义起义，推翻王朝，开辟新朝，成为新帝才对。安王，准备好受死了吗？你不能杀我！本王是皇室宗亲，我是先帝亲弟弟。你敢？本宫为何不敢？护驾！护驾！你们都瞎了吗？他到底想干什么？杀安王难道不是冲动？下就行了，铲除异己不用这么大张回骨吧？这传出去名声多不好听。这是暗号，你们几个上去帮皇后按住安王。裴下，那是安王啊！安王又如何？听不懂我的话？这……安王小心，快往这边跑！安王，这边这边！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去，他们不会是在帮裴元毒我吧？裴家妇女知道了我今天要谋反，裴元提着剑冲进来，裴崇信又叫人毒我，看来早有预谋，不能再等了。只要我发出信号，外面3000精卫就会杀进来，到时候一定要把所有姓裴的人都挫骨扬灰。香灰飘进眼睛，辣死！大胆妖后奸相，你们妇女把持朝政，祸乱纲常。今日我安王！老安皮，你怎么这么多废物？接着奏乐，接着舞。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残杀忠良，祸国殃民值80道账，额外奖励10万斤土豆，已存入系统仓库，可随时提取。行吧，至少土豆是真的。陛下，大事不好！安王造反了！城外埋伏了3000精兵攻打皇宫。不过陛下不用担心，镇北将军回京嗣职，正好撞见安王的叛军包围皇宫，已经带兵平叛了。哇哦！沈凌霄紧急上线，原著大男主终于空降副本救场。未来开国帝王已就位，这下剧情直接开顶级大号。请陛下速速躲避，末将这就拿下。陛下，这安王他……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
皇后娘娘杀安王，是为了阻止他发出信号。皇后娘娘是怎么知道安王要造反的？这还用说？皇后娘娘慧眼如炬，早就看出了安王的狼子野心。可是皇后娘娘没有任何证据就杀了安王，万一安王没有造反呢？安王的尸体就在这儿，你说他没造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皇后娘娘太果断了，太英明了，为了阻止安王造反，为了阻止朝野动荡，为了保护陛下和满朝文武，皇后娘娘才铤而走险，单枪匹马提剑入殿，手刃逆贼。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一句，哪怕被所有人误解，哪怕被安王指着鼻子骂妖后，她都没有辩解半句。多好的皇后啊！皇后虽然姓裴，但和她那个奸臣爹还是不一样的。她的心是向着陛下的，向着大梁的。皇后娘娘智计无双，提前识破逆贼诡计。臣等愚钝，竟然没有看出安王的狼子野心，险些酿成大祸。皇后娘娘救命之恩，臣没齿难忘啊！皇后娘娘英勇无畏，单枪匹马诛杀叛贼，巾帼不让须眉，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皇后娘娘救驾有功，救我等于水火。若不是皇后娘娘当机立断，臣等此刻早已身首异处。皇后娘娘忠肝义胆，实乃我大梁之福啊！皇后娘娘英明，皇后娘娘万岁！不是，这也行？安王这老登早不造反晚不造反，偏偏这时候造反。我看书的时候漏了这个剧情，早知道他这么不忠入，多捅他几刀好了。皇后杀安王是因为安王要造反，皇后是为了保护我才杀了安王，多不容易啊！满朝文武那么多大男人，没有一个发现安王要造反，只有皇后一个弱女子，为了保护我，手刃了逆贼。皇后，你是为了救朕才杀安王的，对不对？皇后，你太勇敢了，朕要重重赏你。女儿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了安王要造反的消息，所以故意提着剑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安王杀了。这一招实在是太高了，既除掉了安王这个潜在的威胁，又在满朝文武面前立了威，不然让安王造反成功了，裴家的富贵还能保得住？不愧是我裴崇训的女儿。启禀娘娘，安王已死，臣等这便将其尸身拖出殿外。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启禀统领，安王造反账物俱已在此。证据全部在此，尔等将其全部带走，随我回宫禀报娘娘。大人，与安王一同谋反的大臣与将领俱已招供，这是供书。安王的几个儿子已被押入天牢，安王同伙也一同在天牢关押。现在就等娘娘看完供书后进行裁决了。皇后裴元诛杀逆贼，护驾有功，赐黄金万两加封护国皇后尊号，赐九龙凤冠一顶，仪仗加倍。皇后銮驾从此可用九凤规格。护国皇后这个尊号，大梁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九龙凤冠那是太后才能用的规格，九凤仪仗那是皇后的最高规格，再往上就是皇帝的了。裴丞相教女有方，裴家上下一并赏。太子今虽未立，但仍封丞相裴崇训为太子太傅。裴章封翰林学士，虽然裴章连四书五经都背不全，但先封着。听说了吗？皇后娘娘早就知道安王要造反。可不是嘛！皇后娘娘单枪匹马，一把剑就杀了安王。皇后娘娘那是为了保护陛下，一个弱女子手刃逆贼。娘娘，您现在是咱们大梁朝的大英雄了，外面的人都说您是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我就杀了个老阴皮而已。娘娘您太谦虚了，您杀了安王，
那可是救了陛下，救了满朝文武，救了整个大梁朝啊！我当时真的只是想杀了安王这个大忠良，完成任务啊！谁知道这老登正好在造反，谁又知道外面正好有男主帮他收拾烂摊子。我上辈子要是有这运气，打麻将会输钱。丞相大人到。远儿啊，爹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爹已经让人把你智破安王造反的事儿散播出去了，茶楼酒肆、街头巷肆全都传遍了。现在老百姓都在夸你是贤后，是女中豪杰。什么？这是你干的？爹办事你放心，爹找了京城最好的书先生，把你的事情编成了评书，一天说8回，还找了画师画了画，找了戏班子排了戏，保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裴重听的女儿那是何等的。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我的什么意思？那天在太和殿，你给爹使眼色，不就是让爹帮你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吗？你放心，爹已经充分领会了你的意思。你当贤后，爹当良相，咱们父女俩一起万古流芳。万古流芳？我一个妖后，裴重训一个奸相，万古流芳。爹，这种事以后你不用这么为我宣传。还是女儿想的周到啊，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明白，爹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到底明白什么了？爹，你真的明白了？明白。元儿爹办事，你放心，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到底哪里不对？如今的大梁王朝，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强敌环伺，朝堂腐败，民不聊生。这朝廷怎么看都是没救了。赶紧灭亡吧！等男主造反成功，建立新朝，我的任务应该也完成了。正好回自己的世界继续打麻将。3缺1，不知道牌友等我等急了没有？新任务已发布，强抢民田，奴役百姓。宿主需以残暴手段强占百姓土地，逼迫百姓为宿主无偿劳动，让妖后之恶名传遍乡野，激发民愤。任务奖励100点祸国殃民值，额外奖励高产棉花种子10万斤。又来，现在我整天提着剑上朝，平均1天要砍1个。再加上那些下病的、下的辞官的，朝堂上都空荡荡的了，是时候招点新人了。科举舞弊，这招够狠吧？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动摇国本的大罪。多少读士人寒窗苦读10年，就为了金榜题名，结果发现自己的命运早就被权贵们内定好了。这不反，必须反，反得越狠越好。到时候那些读书人纷纷投奔省名校，男主麾下人才济济，造反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科举改革，胡明志别头饰，考场座位武举，历史上那些科举改革的成功经验，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摇身一变成了我的舞弊指南。完美的舞弊计划成啦！陛下年幼，朝中人才凋零，本宫决定今年开恩科。3年一次的科举才过去1年，现在又开恩科，这是要打破常规啊！恩科，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看我干嘛？我其实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女儿这么做肯定有她的深意，支持就对了。臣附议。臣等附议娘娘圣明，开恩科取士，乃大梁之福。这次的恩科由裴丞相和太傅薛大人共同主持。裴重训是什么人？大梁第一奸相，让他主持科举，他能忍得住不作弊？至于薛守正，薛守正在朝元老，朝中出了名的中立派，从不参与党争。上次掌握百官，你也未能幸免。听说你最近很是怀恨在心，私下里说我妖后乱政之类的话。正好让薛守正监督裴重训，到时候我再跳出来包庇亲爹，
那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全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不要停！不要停！诸位大人都是我大梁的栋梁，这次恩科一定要多多为国家选拔人才。不对，很不对！皇后娘娘什么时候这么温柔过？这分明是在警告啊！这是在警告我们最好别在科举上动什么手脚，否则不行！这次科举绝对不能让自己家的人上榜。以前想方设法让自家人考，各种运作，各种走关系。可现在考上干什么？站在这朝堂上，让皇后娘娘一剑捅死吗？不能考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考上！不，直接就不参加了，把这个送死的机会送给那些寒门子弟。看来他们已经充分领会意思了。你们尽管作弊，尽管安插自己的人，我这个妖后给你们兜底。小青黛，你把我桌上的名单给裴丞相送去。哦，这些人在原书里都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正的废物，仗着裴家的权势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让他们作弊考上，那简直太合适了。等事情败光，全天下都知道我让裴家的废物通过科举舞弊当上官，那骂声不得铺天盖地。这次科举到底怎么安排？这是胡明制、腾升制、回避制、搜检制。为了防止考题泄露，竟连出题官都提前1个月封闭。为了防止夹带，入场前全身搜查，统一发放笔墨纸砚。为了防止考官徇私，所有考卷一律胡明誊录，连笔弟都认不出来。为了防止权贵子弟抢占名额，专门设立别头试。权贵另场考试，不和寒门同场竞争，每一条都写得详详细细，连座位排列、入场时间、阅卷流程都画了图。竟还有武举，从初试到殿试，一整套选拔武将的体系，这是我女儿想出来的，这也太全了。按照这套方案来，科举赌弊几乎不可能，至少99%的公平公正能保证。真才实学的人一定能脱颖而出，靠关系、靠银子、靠家世的酒囊饭袋，一个都别想混进来。还是太全面了，我女儿竟然还有这等治国理政的才能。这个皇帝，我女儿不当谁当？这次科举必须严格按照女儿的方案来办，不要比女儿的方案更严格。女儿现在把这份名单送来是什么意思？全是裴家子弟，我确实打过招呼，让这些裴家子弟这次参加科举，到时候照顾一下。这是在暗示我，这次绝对不能让这些裴家子弟上榜。女儿要的是真正的人才，不是这些只会仗着家世欺男霸女的酒囊饭袋。如果这是别人的江山，我才不管那么多。裴家子弟上榜越多，裴家的势力越大，我巴不得呢。但现在这江山很快就要变成我女儿的江山了，这可不是能祸害的事儿。谁祸害他跟谁急。来人，把我的话下去。这一次恩科所有裴家子弟一律不得参加。老爷，这什么这？听不懂人话？可是三老爷那边……让他来找我，谁敢有意见，让他亲自来跟我说。开恩科了！我今年33岁，寒窗苦读了15年，考了2次都落榜了。第一次被一个权贵的侄子顶替了上榜名额，第2次乡试都没过，有人花银子买了我的名额。儿啊，别去了，考不上的。朝廷里奸佞当道，咱们贫苦人家拿什么跟那些权贵比？爹，这次不一样，这次开恩科是皇后娘娘提出来的。皇后娘娘就是那个给咱们送来土豆的皇后娘娘？是她，爹。皇后娘娘下令改革科举了，而且皇后娘娘还会亲自参与殿试，这是儿的机会，真正的机会。甚至也许这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次了，我一定要抓住。如果在皇后娘娘眼皮子底下还出现了科举舞弊这种事，娘娘一定会为我们天下读书人做主的。如果这次没有任何作弊，公平公正，我还是考不上，那只能说明我技不如人，我不怪别人。拿着去吧，爹相信你。爹，别说了，你好好考，考上了，光宗耀祖，给咱们顾家争口气，给天下百姓争一口气。你知道朝廷的土地兼并有多严重吗？
豪强大族、权贵世家，哪个不是良田千顷、万亩？百姓的地早800年就被抢光了，你现在让我去抢百姓的地，百姓手里连地契都没有，你让我抢什么？抢空气吗？谁有地，宿主就去抢谁的。谁有地？他那个便宜哥哥裴章，不是号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卖官未绝，兼并土地，搞得百姓流离失所，手里不知道囤了多少良田。那就去抢裴章的。娘娘，您去哪儿？外头风大，您加件衣裳啊！哥，哎呦，妹，你怎么回来了？京郊的地，你有多少？啊？我问你，京郊的地，你有多少？大概2、3千亩。地契拿来。我说地契拿来。你要地干啥？我就要了，你就说给不给吧。妹妹，你要地，哥哥我还能不给？够不够？不够，哥再去给你抢点儿。你别去抢，让我……明白。妹妹，你脸皮薄，不好意思下手，哥帮你抢。你说抢谁的？我自己去抢。对，让你抢，哥这就去帮你物色哪家的地好。算了，记住了，你不许去抢，谁抢他的戏，他跟谁急。记住了。去查查京郊还有谁家的地，本官要买。公子是买，用市价的1/10买，给个3瓜2枣意思一下不就行了？他裴家想要的东西还需要花钱买吗？清代去传话，娘娘请吩咐，京郊所有有地的权贵全叫到坤宁宫来，一个都不能少。皇后娘娘这又是要闹哪一出？谁知道呢？还是当心些。诸位，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通知你们。你们都签个字吧。京郊那一片良田，从今天起归本宫了。本宫说要征用你们的土地，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们懂了？皇后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家长，她都是皇后了，怎么也干这种勾当？当然了，本宫也不是那种横行霸道的人。本宫可以承诺你们，第1年土地上种出来的东西，每1亩送总产量的1/5给你们。1/5，而且还是只有第1年，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皇后娘娘，臣在京郊的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整整3代人，18代也没用。本宫今天心情好，好声好气的跟你们商量，奉劝各位大人，不想惹祸上身呢，就老老实实的把地契交出来，或者，你们也想要跟安王一样的下场。这才对嘛！我国妖后就应该这样。看见没有，我这不是干得挺好？现在京郊大半的良田都归本宫了。不过，沈凌霄啊，抢沈凌霄的地，那可太行了！我正愁找不到理由逼沈凌霄造反呢，这简直是瞌睡松指头，天赐良机！我今天不仅要把沈凌霄在京郊的那块地抢了，我要把沈凌霄所有的地都抢了。哥，你帮我查查沈凌霄的地有多少？妹妹，你不会是连沈凌霄的地也要抢吧？妹妹，沈凌霄的地就算了吧，那家伙手握重兵，10万精兵啊！真把他逼急了。逼急了？
那可太行了！妹妹，你听我说，沈凌霄跟那些文官不一样，他是真能打的。他在军中威望极高，手下的兵个个都是百战精锐。万一他带着兵打进京城来，那不是更好吗？去，把沈凌霄给我叫来。不愧是男主角，这长相这气质，妥妥的天选之子。但也正因为他是男主角，才更要抢他的地，逼他造反，让他赶紧把这破朝廷灭了，建造一个太平盛世，我好完成任务回家。沈将军，沈将军在京城周围的田地，西郊100亩，东郊200亩，南郊50亩，北郊150亩。沈将军，这些都是你的地吧？是。是你的就好。本宫现在通知你一声，你这些地本宫征用了，把地契都交出来吧。谁敢抢他的东西？那不就是找死吗？怎么，沈将军不愿意？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本宫看上的东西还没有拿不到的。总之怎么难听怎么来，彻底激怒他，让他掀桌子拔剑当场造反，简直完美。臣所有的地契都在这里。就这样，不反抗，不愤怒，不指着我鼻子骂妖后，不拔剑相向，不当场造反。沈将军，本宫可是在抢你的地，你不生气？娘娘多虑了，臣不过是个粗人。要地无用，娘娘有用，拿去便是。果然是男主，是将来能当开国皇帝的人。被抢了地还能面不改色，这忍耐力，这城府，这不动声色的气度。娘娘若无他事，末将告退。这不对啊，沈将军。沈将军，本宫就喜欢你这样识时务的。以后有这事儿，本宫第一个找你。一个皇后拍着一个将军的肩膀说识时务，这不就是在说你在我面前就得夹着尾巴做人吗？这不就是在暗示你算什么东西吗？最后还来一句，以后有这种欺负人的事儿还找沈凌霄，这不就是说以后还要欺负他吗？娘娘过奖。不是，这都不生气，这男主的忍耐力是钛合金做的嘛。算了，地抢到了就行，任务完成最重要。第，任务完成度50%，请宿主继续完成奴役百姓环节。奴役百姓，总不能让人家干瞪眼吧？总得有点活给他们干，才算是奴役。系统，你说我要奴役百姓，那我是不是要先让百姓给我干活？对，奴役百姓的核心在于强迫百姓进行无偿劳动，通过苛待、压榨、虐待等手段，激发百姓的仇恨情绪。我正好有10万斤土豆，我让百姓给我把10万斤土豆种成100万斤，怎么样？宿主这个想法很棒，通过强迫百姓进行高强度农业劳动，榨取百姓的剩余价值，同时克扣劳动报酬，确实能够有效激发民愤。可是我不会种土豆，百姓也不会，你是不是要给我种植土豆的方法？土豆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呢，我又没有种过地，哪里会？系统，你听我说啊，我让老百姓给我把土豆种出来，种得漫山遍野都是，然后我就让老百姓看着，我就不给他们吃，你说他们气不气？想不想抢？是不是就天下大乱了？到时候民怨沸腾，天下大乱，沈凌霄顺势揭竿而起，这不就祸国殃民了吗？丁，已发放辅助道具《古代农科全书》。从曲鱼逆到水车，从楼车到风骨机，一应俱全。真的是农科全书啊！
明天就去京郊庄子。我可没隐瞒身份，毕竟我是来祸国殃民的。百姓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祸国殃民？念土豆种植法。第一，选种，选取无病无虫、大小适中的土豆作为种属。第二，催芽，将种属置于温暖湿润处，待芽眼萌动后切块。第三，翻地，深耕1尺，去草根10块，施点底肥。第四，施肥，人畜粪便与草木灰混合沤制，比例3:1。这是种地的法子，沤肥还能这样沤？这个催芽的法子，老天爷，这得是多少年的经验才能总结出来的？如何沤肥，如何施肥，如何判断土壤的肥腻，这些都是拿无数次饿肚子换来的，摸索一辈子也未必摸不到门道。而现在，皇后娘娘直接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咱们，这是恩同再造啊！皇后娘娘，这些法子都是传给我们的。对，我这里有10万斤的土豆种子，你们去给我种，种不出来提头来见。娘娘大恩大德，草民无以为报。不是，你们搞清楚，我是在奴役你们啊，压榨你们的劳动力啊！我警告你们，种不出来是要掉脑袋的。娘娘放心，娘娘将种植新作物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种出来，一定种出来。我让你们种不出来就掉脑子，你们感动什么？感觉自己跟这个世界的沟通存在某种严重的代沟。算了，日久见人心，等时间久了，他们就会知道我有多恶毒了。去，给我抓免费劳动力。皇后娘娘有令，京郊30里内所有农家成年男女全部抓到庄子上去。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犯了什么法？皇后娘娘的命令，有意见去找皇后娘娘说。听说皇后在民间抓人去服徭役，连妇女老人都不放过。果然是妖后，跟他爹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大梁朝怕是要完了。嘘，小声点，你不要命了？裴家是歹猪出好笋。裴元比他爹更狠，做出这种事情来，简直丧心病狂。但是没有人能管。皇后是后宫之主，皇帝又是个9岁的小娃娃，朝政全被裴家把持着。将军，这是皇后娘娘在抓人去做苦力，听说她要在京郊种地，这不就是想一说是一出，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吗？之前还以为她和裴家不一样，现在看来都是一路货色。诛杀安王的事，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裴元又是抢地又是抓人的，肯定是有什么打算。派几个人盯着庄子上，有什么事及时报我。是，将军。本宫可告诉你们，你们从今天起就是本宫的奴才，每天只能吃1顿饭，干不完活不准休息，明白了吗？这是奴婢替娘娘收集来的京城百姓的议论。对，就是这样，骂我，狠狠地骂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一顿给什么？稀粥和馒头。是。我是不是听错了？皇后娘娘说给什么？稀粥和馒头。真的是稀粥和馒头，不是树根。不是，是给你们吃稀粥和馒头，你们在兴奋什么？只有1顿，听清楚了，是1顿，不是3顿，不是2顿，是1顿。这书里面的人物怎么一副听不懂人话的样子？算了，不急，这些人还没有见识到我真正的手段。我们权贵天天大鱼大肉，而你们却只能喝粥啃馒头，这公平吗？你们是不是很想造反，很想掀了这该死的世道？闹起来吧，把天捅个窟窿吧，给自己争取一个公平活在世上的机会吧！谢皇后娘娘恩典。你们又在自我感动什么？
只给1顿稀粥，你们就感恩戴德了？你们的要求也太低了吧！看什么看？吃完赶紧干活，谁偷懒我砍谁的头！是。一定是自己还不够过分，得加码，得变本加厉，得让他们恨我。明天把你们家小孩也带来干活。什么？小孩子也可以来吗？这反应不对吧？没错，必须把你们的小孩也带来。孩子也能来，不就是一家子都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吗？这皇后娘娘真是菩萨在世啊！娘娘，小孩也是1顿饭吗？1碗粥1个馒头吗？没错，一天也只能吃1顿。本宫的粮食1粒都不会多给你们。皇后娘娘仁慈，连小孩子都肯给一口吃的。我明天一定把我家孩子带来，让他好好给娘娘干活。皇后娘娘放心，我家娃儿干活可卖力了，绝对不会偷懒儿。对，娘娘给一口吃的，娃儿就有力气干活。娘娘是活菩萨呀！不是，你们不觉得我是在压榨童工吗？都给我好好干，谁干不好我就把他卖去当奴隶。皇后娘娘，我家娃儿干得好，你把他买去吧。娘娘买我家娃娃吧，他吃的不多，特别好养活。你从今天起就是本宫的奴隶了，1个月给你10文钱。谢谢娘娘。娃娃可以捡贵人家里吃剩的，穿的听说大户人家都统一发放，10文钱可以送回家里，这样一家人都能活下去了。种了一辈子的地，从没见过长势这么好的庄稼。我明明是来祸国殃民的，怎么搞得好像在搞清助扶贫？这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丰收了，大丰收了！老天爷开眼了！同样的土地面积，种传统的五谷，收成最多也就那点儿，土豆的产量直接翻了10倍不止。就这么点地，就种出了这么多土豆。要是把全国的荒地都种上土豆，那得有多少？那得养活多少人？不行，不能想这些。今天的午饭，每人发1个蒸土豆，只发1个。这东西能吃吗？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1个就顶饱了，1个就……要是以后我们自己家里也能种这个，那就再也不会有饿死的人了。本宫给你们每人分100斤土豆，算是这3个月的报酬。百姓辛苦一场，只给100斤，他们肯定气死了。他们肯定要骂我黑心，骂我剥削，骂我喝百姓的血，然后他们会反抗，会抢土豆。什么？100斤！皇后娘娘要分给我们100斤，100斤啊，够一家子吃1年了！皇后娘娘是菩萨，真的是菩萨呀！不是，100斤就把你们打发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种出来了多少？至少好几10万斤。你们不觉得少吗？少，娘娘，100斤啊，100斤够我家吃1年了。您这不是给土豆，您是给我们一条活路啊！是啊，娘娘，您是菩萨转世，活菩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将军，皇后在京郊那片地种出了高产粮食，产量翻了10倍不止。10倍！作为统帅，
我太清楚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打仗打的是什么？是粮草，是补给，是后方源源不断的供应。如果粮食产量能翻10倍，可以养活更多军队，支撑更长时间的战争，意味着天下可图。而且皇后给干活的老百姓每人分了100斤。可见他们在庄子上干活，吃得很好。这几千亩的地，压根要不了这么多人干活，可他仍旧抓来这么多人，分明是想给这些人一口吃的，让他们活下去。按这个产量算，至少还有几10万斤。这种作物我从未见过，但产量确实惊人。如果大梁朝的土地上都种满这东西，还会有饿死的百姓吗？还会有易子而食的惨剧吗？还会有百姓因为该交不起租子而家破人亡吗？我曾以为他和裴家其他人一样，是贪婪无度的柱主，抢地是为了中饱私囊，祸害百姓。毕竟裴家的名声在那里摆着，裴璋是出了名的恶霸，裴崇训是大梁朝最大的奸臣。作为裴家的女儿，她能好到哪里去？但现在看来，我错了。他抢地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示众高产粮食。他抓百姓来也不是为了奴役他们，是为了给百姓一口吃的。他所有的恶行背后都有另一层意思。皇后娘娘，像是在沙漠里走了3天3夜的人，终于看到了绿洲，终于来了，终于有人来骂我了。臣之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卷，以为娘娘抢地是为了私利，实在是不应该。娘娘做此利国利民之事，臣佩服。是你等一下，我抢了你的地，奴役百姓，你不生气就算了，还佩服我？你男主的尊严呢？你未来开国皇帝的气节呢？你倒是骂我呀！沈将军，你没看到吗？我只给他们1顿吃的，我压榨他们，我还只给他们每人100斤，剩下的可全被我贪了呀！娘娘给的虽然不多，但已经比他们之前什么都没有强了。这100斤土豆拿回去，足够一家老少吃很久。更何况，娘娘还把种植的方法传了出去，他们自己也可以种土豆养活自己。那是我传出去的吗？那是他们自己偷学的。让开，让开，让开！丞相大人到，翰林学士到，礼部尚书到，户部侍郎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对，在我这里，好事坏事全都传得粉快。这是种出来的，就那些地，就种出这么多。机会来了！这帮人总该骂我了吧？终于轮到反派剧情了，快骂我，快骂我！这帮人总该骂我了吧？抢地、奴役百姓、压榨劳工，嘿嘿，我这些日子的行为，在权贵眼里简直十恶不赦。不骂我，都对不起他们这身官服。这个能吃啊，还顶饱啊，一个就饱了。皇后娘娘，你来啦！快骂，快骂，别让我失望。臣等惭愧，臣等先前还以为娘娘抢地是为私利，没想到娘娘竟是为了示众高产粮食。娘娘心怀社稷，是臣等愚钝，误会了娘娘。这个头也太大了，老夫饱读诗书，遍览农书，从未见过这样的作物。要是全国都种上这东西，那大梁朝就再也不用担心粮荒了。你们看清楚，我只给他们1顿吃的，我压榨他们，我只给他们100斤，剩下的全被我贪了。来了，终于要开始骂了。皇后娘娘功在千秋，娘娘此举利国利民，臣等佩服之至。娘娘忧国忧民是社稷之福啊！臣等误会娘娘，实在罪该万死。娘娘千岁，臣等佩服。臣记得娘娘当初说过，第1年产出的1/5分给我们，臣觉得太多了，娘娘分给臣1/5的1半就行。对，1半就够了。你们不觉得我过分吗？我抢了你们的地，重点。
公平。娘娘是为了示众粮食，我奴役了百姓，娘娘给了百姓活路。我只给他们100斤土豆，100斤够一家吃半年了。娘娘，您知道百姓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吗？好年景也就100-200斤，还要交租交税，到嘴里还能剩多少？100斤土豆，那就是一条命啊！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我就是老百姓的店主啊，平时我就这么收租的。我每天只给他们喝1碗稀粥，还有1个馒头。娘娘高义啊，竟然还给百姓1碗粥和1个馒头！娘娘忧国忧民，娘娘功在社稷。娘娘救果然啊，我女儿就是高，稍微演一演，这贤后的名声不就轻轻松松到手了吗？爹，妹妹糊涂啊，种出了高产粮食，怎么能分给那些贱民？有了粮食，这天下还不是咱们裴家说了算？多跟你妹妹学着点儿，别总盯着眼前这点3瓜2枣。你妹妹这么做，自有她的深意。妹妹有什么深意？其实我也不知道。最近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女儿了，不过她有多恶毒，我还能不知道？她肯定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比如许以小利收买人心。不得不说，这一步很成功，连沈凌轩这个大将军都已经被他收买了。难道他根本不满足于当皇后，他想当皇帝？女儿杀安王是立威，抢权贵的地是削他们的根基，种土豆是收买民心。这3步走下来，威望有了，民心有了，下一步又会是什么？若女儿真有如此志向，那我这个当爹的可不能拖后腿，必须全力支持，全力配合。高实在是高！什么高？爹，你说什么？儿啊，咱们家就数你最蠢了，干啥啥不行，抢东抢西第1名。以后你妹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娘娘高义。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明明是在当反派呀！皇后娘娘，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娘娘为了社稷操劳过度，竟然累晕了。娘娘忧国忧民，鞠躬尽瘁，臣等惭愧。差点真的被你们气死过去。检测到宿主名声持续上升，当前声望值摇8号任务目标，请立即纠正。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剩下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能怪我吗？宿主说的有道理。本来就是。系统正在重新评估任务逻辑，评估中，评估失败，系统陷入逻辑循环，系统已崩溃，正在重启。不是吧？皇后娘娘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娘娘都是为了那些百姓才累倒的，娘娘太不容易了。子萌，请意识，给钱给钱。皇后娘娘可真厉害，臣自愧不如。皇后娘娘真厉害。您昏迷了3天3夜，太医说您是操劳过度，外面的百姓也跪了3天3夜给您祈福。我决定了，明天一早就去抢几个小孩来吃，真的抢，这次来真的。系统重启成功，当前恶名值也任其极端措施。系统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能不能不要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最后我是妖后沈凌瑜成功造反，不就行了吗？新任务目标：以任何方式达成妖后结局，逼迫沈凌阳造反成功，过程不限，手段不限。谈判成功，明天重新开始。你听说了没？上次皇后娘娘抢地，沈将军把京城周围所有的地都给皇后了。我还以为沈将军就是个莽夫，没想到他这么不简单啊！他早就看出风向不对，知道皇后娘娘抢地是要种高产粮食，把所有地都给了皇后娘娘。这下子他倒是成了分土豆最多的人了。都是同朝为官的同僚，
他怎么不知道给咱们通口气？哼，通口气，这种好事换你透露吗？诸位大人早啊！沈将军来了，听说将军府上土豆都堆满了，这都是托皇后娘娘的福。将军是不是早就知道皇后娘娘的打算？不然怎么会把所有的地都给裴家？沈将军，咱们同朝为官这么多年，你要是有消息，好歹也知会兄弟们一声啊！你看现在，就你一个人发财，咱们都只能看着。这些酒囊饭袋，整天嘴里喊着土豆高产，天下百姓有福了。可实际上呢，他们压根儿没想过，真的让土豆成为大梁朝家家户户都能种得起、吃得上的粮食。他们想的是把土豆当成奇货可居的商品，囤积起来，待价而归，用来谋取暴利。到时候土豆的价格被炒到天上去了，百姓照样吃不起，他们依旧会饿肚子，依旧会卖儿卖女，依旧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依旧会在饥饿中闭上眼睛。但不知道怎么的，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裴远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定料想到了今天，他一定早就看穿了这些人的嘴脸，一定已经有了对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年幼，说皇后娘娘垂帘听政，总理朝纲，百官听命，不得为止。钦此。以后朝会，本宫就在这儿听了。按照常理，这些大臣会义正言辞地搬出祖宗家法，以死相见。皇后娘娘英明，陛下年幼，正需要皇后娘娘这样有魄力的人主持大局。臣附议。臣等附议。不是，你们好歹象征性的反对一下啊！你们这样我很没有成就感啊！啊，皇后为什么在看我？难道是在等着我表态？皇后真好啊，还知道问我的意见，不像有些大臣觉得我年纪小就不把我当回事。皇后，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朕觉得帘子太厚了，你看不清楚。救命啊！这个小皇帝也是指望不上了。我已经天天让那些大臣给他灌输帝王心术了，可他愣是一点心眼子都不长。不用，本宫眼神好得很。这个男主到底怎么回事？不是，按照原著剧情的人设，沈凌霄不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垂帘听政的人吗？他应该义正辞严地痛斥我祸国殃民，然后被裴崇训打压，被贬出京城，从此走上造反的道路。赞许个屁！他肯定是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大阴谋。对，一定是这样。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启禀皇后娘娘陛下，京郊土豆丰收一事，臣已写成详细奏章，条分律析，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植。怎么又是土豆这茬啊？臣愿意亲自督办此事，为娘娘分忧，为陛下解劳。户部侍郎是什么货色，我能不知道？推广，分明是想拿到推广的权利。土豆到了他手里，他先用土豆赚得盆满钵满，再去推广，谁能说他什么？小皇帝是指望不上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裴远身上。臣也愿意担此重任，臣熟悉农事，与百姓打成一片，定不辜负娘娘厚望。臣附议，臣愿立军令状，3年之内，不，2年之内，让大梁朝家家户户都种上土豆，户户有土豆，家家有余粮。臣也愿意，臣精通农事。土豆啊！土豆这个坎是真过不去了，是吧？启禀皇后娘娘陛下，土豆易于保存，饱腹感强，不惧长途运输，实乃天赐的军粮。臣建议作为军粮储备，让边关将士有力气杀敌。臣愿负责此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朝廷每年的军粮，一大半不都进了他的口袋？整个朝堂没救了，全是一群自私自利之徒，没有一个好东西。满口仁义道德，
满肚子男盗女娼。这些人以后说不定还会名垂青史，被后人当成忠臣良将顶礼膜拜。想到这里，都想造反了，把这群人全砍了，一个不留。但大梁还是有点希望的，裴元还是能指望一下的。这个女子或许能成为改变一切的那个人。嘿嘿，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必须坚决反对。不行，这是为何？土豆推广，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土豆是本宫种出来的，本宫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可是娘娘，轮不到你们来替本宫安排。本宫的话不好使，本宫说不行就是不行，谁有意见？对，就是这样，看我吧，恨我吧，觉得我是个独断专行、蛮不讲理的妖后。看来裴元已经看出那些大臣的心思了，他不是不懂，他是太懂了。他一眼就看穿了，却拒绝了所有人。土豆不尽快推广也确实不行，边关百姓和将士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裴元要是把土豆推广的事交给我就好了，我有把握办好。我有100种方法让土豆真正落到百姓手里，而不是被那些奸商和贪官当成敛财的工具。可以用军队押运，可以用军法处置，谁伸手就砍谁的手。但不知道裴元到底是什么心思，他是跟那些大臣一样想囤积狙击待价而发，还是另有打算？他刚才的拒绝到底是真不想给，还是只在试探？皇后娘娘，老臣冒死进谏。土豆乃是救命的粮食，关乎天下苍生的生死。娘娘若是将它囤在库中，不肯推广，岂不是置天下百姓于不顾？老臣恳请娘娘以天下苍生为念，将土豆交出来，让百姓得以活命啊！李大人说得对，土豆乃救民之物，娘娘不可私藏。臣等也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请娘娘三思。果然，土豆能带来的利益太大了，大的让这些人都红了眼。他们不愿裴家独吞，只要土豆流出来，人人都能分一杯羹。凭什么好处都让皇后一个人占了？娘娘若是不肯，岂不是要让天下人寒心？对，我就是不顾天下百姓的生死，我就是要把土豆烂在库里也不给别人，把这个妖后当到底。大逆不道，天理难容。说什么都不可能交出去的，还得把这些好官一顿打骂才够味。First blood， 老东西，你以为你年纪儿，本宫就不敢打你了？在本宫面前倚老卖老，谁给你的胆子？你有辱司。Killing spree！ 老东西还敢废话？本宫给你脸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拿天下百姓来绑架本宫。你当本宫我不知道你们那些蝇营狗苟的心思？不就是想要贪本宫的土豆吗？本宫就算是放在库房里放烂了，也不会给你们。本宫宁愿喂猪喂狗，也不会给你们一粒。来吧，继续指责我啊！把妖后祸水的帽子一顶顶扣上来，然后我就可以继续打，继续骂，把这妖护人设坐实坐稳。听清楚了没有？不是，这些大臣都没有骨气的吗？都被打脸了，还能一声不吭？嘿，大概是我的嚣张跋扈把他们都吓懵了。你们都给本宫听着，这大梁朝本宫说一就是一，谁敢给本宫扯二，本宫就让谁死。打得好啊，打得好啊！今天裴远替我出了这口气，我心里痛快极了。不是，沈凌霄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啊？我这个妖妃当堂掌瓦一心为民的臣子，不顾天下黎民的死活，男主心系百姓，不应该生气吗？不应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祸国殃民吗？难道是打一个还不够？看来我得多打几个才能激怒沈凌霄。娘娘，臣等只是想为娘娘和陛下分忧，娘娘为何 ？Triple kill， 为本宫分忧。本宫看你是给自己分忧吧。
Quadra kill！ 打得太快了，压根没看清都是谁的脸。Ace！ 刚才看女儿打百官，心里还挺爽的。哪里知道巴掌还能落到我脸上来呀？不过手好疼。哎呀，他打完我以后眼眶都红了。他心里其实也难受，比谁都难受。女儿打自己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了在朝堂上立威，为了裴家的将来，他这是大义灭亲。这什么眼神？对了，还有他，这可是男主最不能错过的人。这妖后！不是，这个男主打得好，这一巴掌打得太好了。巴掌都打到脸上了，也无动于衷，真的这么能忍吗？我明明手握重兵，却不知道整顿朝堂，一天天就知道忍，就知道退，就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睁睁地看着大梁朝从根子上烂掉，看着这些蛀虫把国家蛀空。这一巴掌，我受之无愧。娘娘打得好，凌霄记下了。记下了。懂了懂了，沈凌霄把这笔账记在心里了，以后一定会报复。男主嘛，能屈能伸，卧薪尝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好，好，好，太好了，这样才对嘛，这样才符合原著剧情嘛！啊，给每人一巴掌，一个都没落下。今天这把稳了，相信要不了几天，我不顾百姓生死，宁愿让土豆烂在库里，也不给百姓吃的事就会传出去，到时候我就是史书上遗臭万的毒妇，完美，太完美了！太甚！欺人太甚了！一个妇人怎么敢如此？怎么敢在朝堂之上张鞭大臣？这何等的荒唐，何等的无法无天！有辱斯文，简直有辱斯文！从未有过这等奇耻大辱，这口气如何咽得下？裴大人，皇后是您的女儿，她连您都打，这算什么？这是大不孝啊！您就不管管？皇后连本相都打，不正好能说明皇后心中无私，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有这样的皇后是大梁之福啊！沈将军，您手握重兵，怎么能忍这种气？传出去，脸面往哪儿搁？看来娘娘打的还是太轻了，诸位到现在还不知道错。得赶紧回去给元儿造势。今天元儿为百姓掌国百官，这件事传到百姓耳朵里，百姓那还不得感动死？话说昨儿个早朝，咱们皇后娘娘居然在朝堂上掌牙百官，诸位可知为何？怎么了？皇后打大臣？真的假的？这也太……听他说完，听他说完！万民救命杨良，贪官私吞谋利。皇后娘娘辛苦种出的土豆，他们也想拿去谋利，简直丧心病狂。朝中不少官员只顾自身私利，全然不顾普通百姓生计。如今连饱腹的粮食都要被权贵掌控，完全不顾百姓活路。皇后娘娘才是真正心系百姓的人呐！有皇后娘娘在，我们就有盼头了。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昨天我阻止了百官推广土豆，还掌掴百官，个个敢怒不敢言，心里自然恨死了我。不过这离天怒人怨、遗臭万苦还远得很。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青黛，娘娘，你要想打人，让奴婢上就是了，何必亲自动手呢？青黛，本宫想吃折耳根。折耳根？娘娘，什么是折耳根？一种野菜，你传令下去，本宫只吃西南那边的，要新鲜的。好的，娘娘，奴婢立刻让人去找。等等，不许给他们钱。啊！
给钱？不给钱，娘娘这是折耳根换粮？对，不给钱。本宫是皇后，吃他们点折耳根是他们的福气，给他们点土豆吧，就当是赏赐了。百官想推广种植土豆，我偏不，我就要拿土豆去谋私，满足口腹之欲。看看杨贵妃根本不爱吃荔枝，爱吃的是唐玄宗，最后却是杨贵妃被骂了几千年。给土豆！现在我主动要吃折耳根，劳师动众从钱囊挖来，老百姓不得骂死我？完美！去吧去吧，赶紧去办。1斤土豆够一个成年人吃1顿饱饭，几十斤土豆够一家人吃好几天。娘娘这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啊！娘娘这是又要搞什么名堂？元儿啊，爹其实不疼的，你不要再哭了。你看看，眼睛都哭红了。爹知道你昨天打爹都是为了大局着想，爹不怪你，爹也不疼。女儿哭成这样，肯定是为昨天打我一事，真是至纯至孝。这样的人当老皇帝怎么了？裴崇训，你是奸相，不是脑补怪啊！听说了吗？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折耳根？那是什么东西？黔南的野菜，为了吃一口，就让官兵劳民800里快马加急去黔南挖了送来。就为了吃一口野菜，这也太劳民伤财了吧！皇后娘娘果然跟她爹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刚才还听酒楼说书的说他长雅百官，以为他是个好的，现在看来都是装的，可不是嘛？这天下刚消停几天，他就开始作妖了。听说还要用800里加急，那得浪费多少马力呀？就是为了他一口吃的，老百姓得跑断腿。这皇后比前朝的昏君还过分。外面的人都在骂娘娘呢。对，就是这样。骂我，狠狠的骂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你们都去挖，挖不到的治罪！快！皇后娘娘要吃折耳根，挖不到要打板子的！老天爷啊，这又是什么新花样啊？咱们这穷乡僻壤的，怎么就得罪了皇后娘娘呢？当家的，你说这皇后娘娘怎么就想吃咱们这破野菜呢？谁知道呢？贵人们的心思，咱们哪猜得透？赶紧挖吧，挖不到可是要打板子的。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整天挖折耳根，就没时间种地，荒废了自己的田地，不是要饿死了吗？可不是吗？这不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妖后，真是妖后！谁知道官兵会不会真的打板子？咱们这些穷老百姓命不值钱，死了都没人收尸。等等，你的土豆！啥？土豆？皇后娘娘发话了，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那可是皇后娘娘种出来的高产粮食啊！整个大梁朝谁不知道土豆？1亩地能产上千斤，够一家人吃好几个月。本以为这粮食只会捏在贵人手中，没想到现在挖折耳根就能换。真的假的？皇后娘娘的命令还能有假？赶紧把折耳根交上来，换土豆！天啊，真的是土豆！这么多，够吃好几天了！老天爷，我不是在做梦吧？皇后娘娘是好人啊，她是心疼咱们啊！可不是嘛，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咱们挖一天就能换几十斤土豆，够一家人吃个把月了。皇后娘娘这是变着法子给咱们送粮食啊！
皇后娘娘为了吃一口折耳根，折腾的黔南老百姓不得安宁。岂有此理！将军，将军，皇后娘娘又开始作妖了。作妖？对，皇后娘娘为了吃一口折耳根，让官兵去黔南逼老百姓挖野菜，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挖不到要砍头，这不是劳民伤财吗？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将军，你说句话呀！娘娘这般劳扰黔南百姓，我等戍边将士岂能坐视不管？原来这才是裴元的后手，你不懂。将军，末将哪里不懂了？你只看到了折腾，但你有没有想过，整个过程中，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折耳根漫山遍野都是，老百姓挖一天能挖几十斤，1斤折耳根换1斤土豆，几十斤土豆够一家吃个把月了。而且土豆是高产粮食，老百姓换回去往地里一种，那就是能让人吃饱的口粮。你觉得这是劳民伤财，还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这哪里是祸国殃民？这分明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对老百姓好。可是将军，皇后娘娘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直接给老百姓发粮食不就行了吗？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如果皇后直接给老百姓发粮食，朝中那些权贵会怎么想？我会想，皇后拿这些粮食收买人心，裴家是不是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造反？是不是想废帝自立？所以皇后娘娘才用这种方式，表面上是在劳民伤财，实际上是在给老百姓送粮食。我本来以为大梁朝是没救了，可自从裴运开始折腾，事情似乎在慢慢改变。如今这一招下来，那些想囤积居寡哄抬粮价的奸商权贵也翻不出风浪了，因为粮食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分散到了千家万户。可是粮食有了，百姓还没有地，下一步只怕裴元就会想办法解决百姓无地可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他能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历代王朝都难以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前耳根认出土豆，诸位细品，裴元此举用意颇深，绝不是一时兴起。正是，满城都在揣测他的心思，兄台可有高见？这怪东西到底是什么？皇后怎么这么喜欢，竟舍得用土豆去换？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有一股怪味儿？不行不行，实在吃不下去。但吃不下去也要吃，因为这是皇后喜欢吃的。京城最时尚的东西，就是皇后喜欢的东西。连皇后喜欢的东西都不吃，你还算什么权贵？吃着吃着好像没那么难吃，再吃竟还挺好吃。我要折耳根，给我留点啊！我也要一份。哎呀，我们这里也有特产啊！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被皇后娘娘钦点啊？就是，我们彩云之南的菌子天下第一，皇后娘娘怎么不吃？我们天府之国的辣椒也香啊，我们岭南的砂糖橘才叫美味。本宫要吃彩云之南的菌子。天啊，这破天的富贵总算是轮到我们了！快上山采菌子！本宫要吃天府之国的辣椒。皇后娘娘圣明，我们天府之国的辣椒天下第一。本宫要吃岭南的砂糖橘。皇后娘娘还记得我们岭南，皇后娘娘万岁！我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应该已经够劳民伤财了，还不知道民间都是怎么传的，要再来点更猛的。清代，传本宫的命令。娘娘请说。
从今天起，全国百姓进行开荒，把老百姓强行迁到人口稀稀的地方去，强制开荒。谁敢不去，抓起来！娘娘，这什么这？快去传令！强制迁移，强制开荒，这不就是暴政吗？老百姓肯定要骂我，肯定要恨我，肯定要造反。完美。娘娘，这不是折腾老百姓吗？是啊，老百姓在故土生活了几代人，突然让他们迁移，谁愿意呀？这肯定会激起民愤呐！对，就是这样，反对我，骂我，让我看看你们的骨气。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谁反对，谁就去跟安王作伴。算了，朝臣不反对，老百姓总会反对的。什么？让我们迁移？凭什么？我们在老家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搬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我们不走，死也不走！皇后娘娘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妖后，果然是妖后！对，就是这样。骂我，恨我，造反！皇后娘娘，臣愿意为娘娘分忧，去全国各地督办开荒之事。你要去督办？是，娘娘深谋远虑，一心为社稷，但地方上肯定有人阳奉阴违，臣愿亲自督办，确保娘娘政策落到实处。不是，你一个男主角，你去给我办这种事儿，你是来造反的，不是来给我当跑腿的呀！男主这么做肯定有深恶。表面上是附和我这个妖后，降低我的戒心，让我以为你已经躺平摆烂了，但实际上，大概是想要借此去民间传播我的恶名，为将来造反造势。对，一定是这样。不然他一个男主角，怎么可能甘心给我当跑腿的？不愧是男主，果然深谋远虑。他要帮我传播恶名，那我当然要成全他。他早造反，我早解脱。好，沈将军，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干。想不到裴元竟然如此信任我，娘娘放心，定不负娘娘所望。赢了！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完成任务，回到现代，坐在麻将桌上大杀四方。土地兼并是大梁朝最大的顽疾，权贵们占着良田千亩，老百姓无地可种，只能当佃农，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有交租，我嘴里多少，他嘴里能省多少。地方官必须给他们上地契田契，胆敢为难老百姓，直接把官职撸了。我一定要帮裴院一起匡扶大梁朝。爹，你看妹妹，她居然用沈凌霄那个外人，都不用我。你有什么用？爹，你这是什么话？我可是他亲哥。哼，亲哥，你除了会抢地、会跋扈、会给你妹妹添乱，你还会什么？我确实只会抢地、跋扈、添乱。为父告诉你，你妹妹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咱们裴家。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赶紧去读书，长长脑子。别整天只知道抢东抢西。啊！爹，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读书。这个儿子干啥不行，抢东抢西第一名。要不是有我这个当爹的在后面兜着，早就被人砍死800回了。这都写的什么？怎么这么难懂啊？这些字我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呢？
我出师了！爹，我出师了！我要去帮妹妹。你确定？确定！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保证不给你和妹妹丢脸。元儿啊，你哥说想去帮你办开荒的事儿，你看，元儿你放心，你大哥这个人虽然笨，但是胜在听话。你让他往东，他绝对不敢往西；你让他往西，他绝对不敢往东。裴章是什么人？大梁朝第一恶霸，卖官未爵，兼并土地，什么坏事没干过？让他去督办，那还得得了？老百姓不得骂娘？而这次是我让裴章去的，最后老百姓最恨的肯定是我。行，哥，你去吧，记住，一定要让老百姓开荒，谁不配合，你就……我知道，妹妹你放心，哥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看来裴章已经迫不及待想打着我的名头去作恶了。我就喜欢这种坑妹的好哥。你记住，你现在代表的是你妹妹，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会记在你妹妹头上。你就老老实实把事儿办了，别惹事儿，别抢东西，别欺负老百姓。知道了，爹。奸臣的儿子，狗腿子！去，来人，把这几个刁民！不能发火，我现在代表的是妹妹，绝对不能露出本性，让老百姓骂妹妹。要洗污不形于色。你们看，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地都被人抢光了，你们连地都没得种，怎么活下去？但你们要是迁移到那些人口批袭的地方去，那里的地都是你们的。朝廷会给你们提供土豆种子，保证你们在路上有吃的，以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会再饿死。真的给我们土豆种子？真的，我裴章说话算话。故土难离呀，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哪能说走就走？留在这里，你们只能给权贵当佃农，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租。但去了新地方，地就是你们的，粮食也是你们的。当地官府会妥善安排你，保证3年内不收任何杂税。你们自己算算，哪个划算？我走，我也走，我也去。原来办成事的感觉这么爽啊！妹妹要是知道了，肯定得夸我。表面上是强制迁移，实际上是给老百姓找活路。你胆敢欺压百姓？将军，我错了，饶了我吧！表面上是劳民伤财，实际上是让老百姓填饱肚子。裴元真的是好手段啊！老天爷，这是真的吗？这么多，全是我们种的，够吃1年了。皇后娘娘是活菩萨，活菩萨，活菩萨，皇后娘娘万岁！人呢？人都去哪儿了？老爷，他们都去开荒了。开荒？他们哪儿来的荒开？宫中传出消息，皇后娘娘下旨说了，谁开的荒地就是谁的。那些佃农们都带着妻儿忙着赶去开荒了。不仅是我们这儿，其他几位家中的地里也都没人了。别走，别走，地租降3成。5成，5成，7成啊！白种行了吧？不收租了。白种也不种了，我们自己有地。
这个外人凭什么得到妹妹的重用？沈将军，辛苦。裴公子客气了，为朝廷、为娘娘效力，谈不上辛苦一说。裴章居然主动跟我招呼，还这么客气。太阳今天也没从西边出来啊。将军，裴章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友好？定然是皇后娘娘在约束裴家人了。看来皇后娘娘确实是想要裴家改过自新啊。娘娘，沈将军与裴公子已经回京了。这么快？知道了。哥把开荒的事儿给你办成了，你看哥厉不厉害？办成了？办成了！全国各地开荒如火如荼，老百姓迁移的可积极了，而且有些地方都不用官府强制，老百姓自发的就去了。积极，自发。对啊，按照我的剧本，老百姓应该反抗正激烈，骂他是妖后，然后造反才对，怎么还自发的去了？你确定老百姓是自愿去的？当然确定。妹妹，你不知道，老百姓到了新地方，开荒种土豆，吃饱了肚子，慢慢把房子也建起来了。完了完了，这剧本不对呀！现在他们比谁都想去开荒，全国各地开荒的热情空前高涨。你到底都干了什么？只要答应去开荒的人，我不仅承诺给他们发放盘缠，还给他们干粮，而且他们开荒出来的地3年年不收税。到了后地方后，官府还会帮忙他们搭建住所，并且给足3个月的粮食，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京城这边每一年就会有钦差到民间巡查，如果有人抢百姓开荒的地，一旦被钦差发现，地方官也一并撸了，看谁敢官官相护。你不应该用武力手段强制他们开荒吗？你怎么给他们好处啊？妹妹，我现在已经不是莽夫了，我知道讲道理解决问题。讲不通道理，就用利益打动他们。你放心，我以后都不会干那些事儿，影响到你的名声和布局。哥，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啊，是爹提点我的。爹说，妹妹你这么安排肯定有深意，让我好好领会，我就领会了。而且妹妹，爹为了支持你，直接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种上土豆了。这次爹可是大手笔，地里的土豆收上来以后，都拿去支持你的政令了。独自在顶峰中，冷风不断地吹过我的寂寞，谁能明白我？那些权贵呢？他们没说什么？他们一开始确实有点慌，因为老百姓都跑去开荒了，没人给他们种地了。为了留住老百姓，他们只能降低租金，给老百姓好处。现在全国各地的租金都降了不少，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妹妹，你真是厉害啊！兵不血刃就解决了百姓没地种的问题。哥，你确定老百姓没有骂我？骂你？妹妹，老百姓现在都把你当菩萨供着，谁骂你，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妹妹，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说呢？我说什么啊？冷静冷静，生气是魔鬼，我就不信了，全国那么多地方就没一个人骂我。皇后娘娘是大好人，娘娘圣明盖世，皇后贤德无双，有将酿造福万。KO。
这些地方官就知道拍马屁，丝毫不为百姓考虑，才会通篇全是吹捧之词。为了拍马屁，这脑瓜子都快想冒烟了吧？既然这么会拍，那本宫就给你们加题了。传本宫的命令，让各地地方官每人写一份详细的奏章，汇报开荒的具体情况，迁移多少户，开荒多少亩，种多少土豆，收多少粮食，百姓反应如何，每项都要有具体数字，不许含糊。谁写的不清不楚，就给我重写，写到我满意为止。本宫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心思拍马屁。每项都要具体数字，还要逐条核台，这可如何是好？哈哈哈哈哈哈！妙啊，实在是妙啊！远儿这一招敲山震虎，整顿地方官，实在是妙啊！爹，妹妹不就是折腾一下那些地方官吗？有什么妙的？你懂什么？你妹妹这是在整顿理智，她逼地方官下乡，逼他们了解民情，逼他们不敢再谎报敷衍。这一招比你爹我杀10个贪官都管用。原来如此，妹妹真是高啊！娘娘，您吃慢点，别噎着。娘娘，您已经3天没笑了，外面的人都在夸您，您不高兴吗？你觉得本宫应该高兴吗？娘娘做了这么多好事，百姓都念着您的好，当然应该高兴啊。皇上驾到！皇后，你是不是很辛苦？朕听说你为了天下百姓都累晕过去了。谁说的？朝堂上的大人们都……皇后，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大梁需要你，朕也不能没有你。我是来当妖后的呀，怎么小皇帝都开始感谢我啦？行了，本宫没事，赶紧回去读书。可是皇后……没有可是，清代送皇上回去。不知道怎么的，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行，我不能心软。我是来祸国殃民的，不是来当圣母的。我必须继续做妖，继续折腾，直到老百姓忍无可忍，把我推翻。开荒令推行3个月，全国新增良田数十万亩，百姓得了活路，却也有人开始坐不住了。开荒令一出，不过短短3个月，我侯府500多户佃农就跑了200多户。再这么下去，这祖上3代攒下的家业都要被裴元毁了。侯爷，朝廷说开荒的地白给，3年免税，种出来的土豆全归自己。您这边租子7成，年景不好还要加租，大家实在活不下去了。您若肯把租子降到3成以下，我们就不走了。隔壁李家庄已经降到2成，再不降，我们真的待不住了。裴渊，一个妇道人家，竟敢动祖宗之法！什么开荒？他这是在断我等世家的根！我家跑了100多户佃农，租子收不上来，今年的年景怕是要亏了。你这算什么？我家快300户了。听说江南更惨，整片地都没人种了。再这样下去，佃农跑光，家业就完了。诸位，此事不能善了。开荒政策要是再推行下去，咱们的佃农迟早跑光，谁给咱们种地？咱们这些年的家业，难道就这么拱手让人？可是，那是皇后，背后有裴崇训那个奸相撑腰，咱们能怎么办？裴崇修再厉害，也只是臣子，只要拉拢言官，联名弹劾裴渊，皇帝也不能无视。对，让言官出头，那些人最爱骂人，骂得越狠，名声越大。要说如今朝堂上最刚正不阿的人，非铁面御史杜衡杜大人莫属。
你太擅众！杜大人铁面无私，连奸相都敢骂。杜大人真是铁面无私，有杜大人在，谁也别想欺负百姓。老爷，不好了，庄子又跑了80多户佃农。看来该轮到老夫出面了。皇后此举动摇国本，妇人干政已是祸端，如今竟敢擅自变更祖宗之法，抢夺大臣私产，蛊惑百姓迁徙，此等妖后，不除不足以正朝纲。杜大人说的极是，这裴元倒行逆施，我等若是不站出来反对，大梁朝的根基就要被他毁掉了。对，除妖后，正朝纲。除妖后，正朝纲。诸位，老夫已经拟好了弹劾奏章，你们看看。4件。历朝历代，皇帝可以杀贪官，可以杀叛臣，但杀言官，那是要留千古骂名的。裴元再疯，也不敢打破100多年的规矩。他要是敢杀言官，那就是与全天下读书人为敌，与青史为敌，与万世之名作对。他不敢。明日早朝，老夫带头死谏，你们跟着跪就是了。记住，声势要大，态度要硬，不能让那妖后看出咱们有半点退缩。杜大人放心，我等誓死追随。好，那就这么定了。明日早朝，除妖后，正朝纲。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臣有本奏，臣弹劾裴皇后祸乱朝纲，擅改祖宗之法，强夺大臣私产，蛊惑百姓迁徙，致使天下动荡，民怨沸腾。臣请陛下诛妖后，以谢天下。臣等附议，请陛下诛妖后，正朝纲。诛妖后，终于来了，终于有人站出来骂我了。本宫倒要看看，这位杜大人能骂出什么花样来。皇后娘娘，你身为妇人，反而垂帘听政，把持朝纲。你抢大臣私产，名为开荒，实为强夺；你蛊惑百姓迁徙，名曰利民，实为乱政；你种土豆分百姓，名曰济民，实为收买人心。桩桩件件，哪一项不是祸国殃民？臣杜恒今日以死明志，臣死谏。杜大人，杜大人息怒啊！不可如此死啊！杜大人，陛下面前不可造次啊！放开我，让我死，让我以死明志。臣等也以死明志，请陛下诛妖后，否则臣等就撞死在这大殿上。让开，让老夫撞死在这盘龙柱上。什么祸国殃民，什么祖宗之法，什么死谏，撞死！你们不是说要撞柱吗？怎么还不撞？臣死谏！朕等了半天了，你们到底撞不撞？拉住他，快拉住他！放开我，让我死，让我死！皇后倒行逆施，大梁将亡，臣不能力挽狂澜，唯有一死以谢先帝。你们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啊？别拦他，让他撞。娘娘，杜大人不是要死谏吗？让他死，本宫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撞。本宫数3声，你们松开他。1、2、3。皇后娘娘，你要干什么？杜大人，本宫看你撞了半天也没撞上去，肯定是觉得撞柱太疼了，对不对？本宫也不想杜大人多遭罪，所以本宫帮你。你敢！我是言官，是御史中丞，大梁朝开国以来，从无杀言官的先例。先例？安王也是本宫杀的，那也是大梁朝开国以来的先例。皇后娘娘三思，娘娘息怒。杜大人不过是直言进谏，罪不至死啊！女儿这么做肯定有深情，说不定就是吓吓这些人立威。我拦什么拦？支持就对了。杜大人，本宫再问你一次，
你是要撞柱，还是要本宫帮你？皇后娘娘，臣景死谏是为了大梁江山社稷，娘娘若还有半点良知，你算什么东西？臣等是言官，历朝历代从无杀言官的规矩。规矩，本宫就是规矩。你不能杀我们，我们是朝廷命官，是言官，杀了我们就是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那不是正好吗？皇后娘娘，臣乃御史，臣代表的是天下读书人的声音。哦，那本宫今日就让天下看看。皇后娘娘，臣错了，臣不死谏了，臣家里还有老母幼子，臣不能死啊！求娘娘饶命。刚才不是还说为了江山社稷，死又何妨？看来诸位大人的忠心也分时候。诸位大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女儿还真是言官啊，这辈子杀了无数忠良，但言官不敢随便。不是不了，是名声太臭，会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得罪了天下读书人，以后子孙后代还怎么做人？不愧是我裴崇勋的女儿，有魄力，有胆识，比我这个当爹的强。皇后娘娘英明，这3个言官名为死谏，实为私利。他们弹劾娘娘，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是为了自家那几亩地。得了吧，你一个奸臣也没少干。此等尸位素餐，以权谋私之辈。那好，皇后娘娘圣明啊！皇后娘娘圣明，娘娘说得好，自坚定，私有余辜。他们迫于我手中的剑，才不得不跪而已。等走出议政殿，他们还不知道要在外面怎么编排我呢。对对对，就是这样，怕我、恨我，背后骂我吧。男主怎么不说话？醒醒，醒醒！我杀了言官，得罪读书人，不正是你跳出来反对的好时机吗？沈将军，你怎么想？说起来，皇后为什么每次都要问我的意见？难道她很在意我的意见吗？皇后娘娘对我不会是……不可能！皇后这种高风亮节、心系社稷的人，怎么可能对我一个武将有什么想法？我实在是太龌龊了，怎么能这么想呢？简直是在亵渎皇后娘娘。臣以为这3个言官死有余辜。臣督办开荒数月，深知开荒政策对百姓的意义。百姓有地可种，有粮可吃，不再流离失所，不再易子而失，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3人明知开荒政策对百姓有利，却为了自家私利，以死谏之名行胁迫之实，在其位不谋其政，阻挠利国利民之策，此等奸佞，不足以平民愤。沈将军，本宫可是在议政殿杀了他们。议政殿，朝堂之上，大梁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百姓困苦。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若不是娘娘力挽狂澜，推行开荒，分发土豆，百姓早已流离失所，大梁早已亡国。在这种时候，还拘泥于规矩，顾忌于名声，如何成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100多年的规矩，如果这条规矩保护的是祸国殃民之人，那这条规矩就该破。娘娘杀的不是言官，是阻挠新政的绊脚石。沈凌霄这是在给裴渊的行为背书，意味着裴渊手里不仅有裴家的权势，还有沈凌霄的兵权。谁还敢反对？谁反对，谁就是和沈凌霄的10万大军过不去。我给你递了刀子，你不接就算了，你还帮我说话，不他你到底还想不想造反啦？听说今天这出事儿就是这货干出来的。我无论如何也要嘉奖一下昌宁侯。昌宁侯，娘娘，臣坚决支持娘娘铲除这等奸佞。皇后到底为什么要点我的名？难道知道了今天的事是我带头怂恿的？又来一个说反话的。现在我都能吓得大臣指鹿为马了。昌宁侯，你很不错，本宫要赏你。
赏什么？3尺白绫还是鹤顶红？就赏你。娘娘啊，臣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娘娘忠心不二。臣家里的地已经降了租子了，降到2成了，不，降到1成半了。臣还让家里的佃农都去开荒，臣还打算捐1000担粮食给朝廷。臣看来我妖后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他们都开始怕自己了。算了，不吓他了，我以后还需要他们为自己制造机会。你退下吧。哎呀，只要他敢跟裴元硬刚，我们就敢在旁边默默喊加油。是啊，结果昌宁侯倒是好，华贵的比谁都快，替裴元歌功造批比谁都积极，不值得啊，不值得。人把这3具尸体抬到城门口，昭告天下，是本宫亲手杀了这3个言官。有谁还敢死谏？娘娘是真的会把我们变成死谏的。他毕竟是个皇帝，虽然只有9岁，宫廷兵变都经历过了。皇后杀的是坏人吧？那些坏人要阻止老百姓吃饱饭，该杀。皇后说的对，拖到城门口去，让天下人都看看，这就是和皇后作对的下场。小皇帝果然被本宫吓到了，看那小脸白的，肯定在心里骂本宫是个残忍嗜杀的毒妇。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这种血腥场面，真是不容易。诶，皇后姐姐在看我，我刚才一定表现得很有帝王威严，皇后姐姐肯定在夸我。听说了吗？皇后娘娘杀了3个言官，在议政殿杀的，一见一个，干脆利落。老天爷，那可是言官啊！100多年没人敢杀言官啊！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言官是朝廷的耳目，是替天下百姓说话的。杀言官，这是堵塞言路，这是要与天下读书人为敌。妖后，果然是妖后！我早就说过，妇人干政，国将不国。大梁朝要完了，100多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一个个女人手里了。走，我们去城门口抗议，让朝廷放了言官的尸体。对，去城门口。他们家里良田千顷，怕开荒让佃农跑光，怕土豆分下去粮价下跌，才拼了命的反对。哼，嘴上说的是为国为民，实际上是为了自家那几亩地。什么？反对开荒，反对分土豆？开荒政策让俺们有了地，土豆让俺们吃饱了饭，他们反对这个，他们安的什么心？他们安的什么心？这还用说？他们不想让咱们吃饱饭呗？那些当官的，家里良田千顷，存粮万担，当然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咱们饿死了，他们还能多收几年租子。这些狗官，良心被狗吃了。裴渊要是胡乱杀言官，肯定不对。可本该为百姓站队的言官，
却不管百姓死活，那裴元肯定是对的，因为他是在替天下贫苦的百姓出头。如果连百姓都不支持他，那以后还有谁管咱们百姓的死活？说实话，皇后娘娘虽然手段狠了点，但她做的事哪一件不是为国为民？堂弟，她是为了种土豆，种土豆，她是为了让百姓吃饱饭；开荒，她是为了让百姓有地种。桩桩件件都是为了百姓，为了大梁。现在大梁朝风雨飘摇，皇帝年幼，朝政腐败，百姓民不聊生。若不是皇后娘娘不拿出点手段，这大梁朝还能撑几年？怕是3年都撑不过。皇后娘娘杀了3个言官，虽然残忍，但却能杀鸡儆猴，减少改革阻力。以后谁还敢为了私利阻挠新政？谁还敢拿死谏当筹码？她一个女子，尚且心系社稷，为了江山操劳，我们这些读书人怎么能不明事理？我支持皇后娘娘，我也支持。干得好，这种狗官就该杀。皇后娘娘是为民除害，让他们看看，这就是阻挠新政的下场。狗官死有余辜，活该，活该！支持皇后娘娘。娘娘，百姓们都在夸您，说您杀得好，说您是为民除害。那些读书人也在支持您，说您心系社稷，是女中豪杰。还有人说杜魂这人本来就是气道明，他那个铁面御史的名声是靠骂人骂出来的，实际上满肚子私心。另外，有几个原本和杜涵走得很近的言官，今天公开表示和杜涵划清界限，说杜兄的所作所为不代表言官群体，真正的言官应该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一己私利。还有呢？还有人说您是大梁朝的救星，有您在，大梁朝就不会亡。还有人写了诗来歌颂您，说什么巾帼不让随眉，女子能顶半边天。京城百姓夸我，那是裴崇训用权势逼迫大家说假话的。那些读书人肯定也是被裴崇训收买了才改口的。对，一定是这样，完全不用把这些言论当回事，直接反着听就行。他们嘴上说着对我越满意，那肯定就是超级不满意。娘娘此举实在……半个日光景，想反对的人，要么躺在家里养伤，要么已躺进棺材。今天本宫要搞的是佛教，和尚们不耕不织，却坐拥良田美宅，日子过得比许多官员还滋润，仿佛这样就能给自己积下几辈子的暗德。本宫要打压佛教，没收寺庙财产，还要将那些占尽良田的寺庙土地尽数充公。这样一来，天下僧侣和那些信徒也必然不满，到时候所有人都会骂本宫是祸国殃民的妖妃。臣附议，寺庙田产不纳赋税，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此事非改不可。臣也附议，僧侣不是生产，却坐拥万贯家财，此风不可长。没有一个反对的。那些世家出身的官员，平日里看着寺庙占着大片良田，心里早就憋着一口气了。和尚不是生产，不纳赋税，寺庙田产越来越多，朝廷的税基却越来越窄，这账谁不会算？只是以前谁也不敢提，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提意见的是本宫，天塌下来有本宫顶着，而且反对还会被本宫砍。于是打压佛教的政令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通过了。本宫坐等自己妖后之名远扬。娘娘，寺庙收回来了，那些僧侣该如何处置？不是，男主来问他这些问题，他是妖后啊。娘娘，如果处置不当，引发僧侣不满，只怕会酿成民变，到时候就不是整顿风气，而是逼人造反了。臣思来想去，觉得此事还得请娘娘定夺。我听明白了，打压佛教是我的主意，恶名也是我来背。现在沈凌霄来问我怎么处置僧侣，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而是因为他想要收买人心。等我把主意出了，他再出面去执行。那些僧侣，那些百姓，感激的自然是宽仁的沈大人。好人让他做，坏人我来当，很可疑。哼，还能怎么处置？全还俗去呗，不然就杀了。还俗？
有了。我每次做坏事都是用倒推法，先把历史上那些打压佛教的正确方法写下来，然后再倒推出错误的方法。僧侣还俗，每人分田20亩，安家费10两。愿种田者给地，愿从医者给执照，愿教书者给学额。复式记账法，低息待于百姓。百姓有启动资金，有钱买种子买农具，小商贩有钱能进货摆摊，道士遍地都是做买卖的，朝廷的税也能多收不少。这不是简单的打压佛教、驱逐僧侣，而是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僧侣有去处，田产有着落，寺庙有用处，百姓有好处，每一步都想到了，每一个环节都衔接上了。这是一套完整的、成熟的、可以立刻推行的治国方略。裴元明明有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而是让我从清代手里偶然发现这手稿？这里面的深意值得好好琢磨。皇后娘娘这是在考验我，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妥当，让皇后知道我是可以与她一起改变大梁的伙伴。什么？还俗？还要分田？贫僧出家30年，从未听说过这等荒唐事。佛祖在上，这是要断我佛门根基呀！走，去京城告御状。对，让皇上评评理，我们和尚招谁惹谁了？对，我们要个说法。一年，一些和尚分到了田地，娶妻生子，日子比从前的青灯古佛竟热闹了几分。识字的和尚被安排去教书育人，通晓医术的和尚则被安排去行医治病。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比以前真切多了。执行下去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外面怎么样呢？皇后娘娘打压佛教，分田于民，乃是利国利民之善举。皇后娘娘每日勤于政事，沾经节律，是我等楷模。皇后娘娘比那些只会念经的和尚强多了。皇后娘娘是我们大梁的福星。皇后娘娘，这才是真的普度众生。娘娘，外面都骂疯了。成了，娘娘，外面都骂疯了，真的，千真万确。那些读书人都说您是祸国殃民的妖后，说您身为皇后却干政，还打压佛教，琢磨歪门邪道。还有人说，咱们这位皇后可真是比妲己还妲己，比邦子还邦子。历朝历代的妖妃加起来，都不如她一个人祸害的多。对对对，就是这样。骂我，狠狠地骂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娘娘高兴就好，娘娘高兴就好。清代，你做得很好，以后每天都要给本宫汇报外面的骂声，越难听越好。娘娘放心，奴婢一定把最难听的话都给您记下来。咱们这位皇后可真是人美心善，女中豪杰，女中豪杰，为民除害。人美心善，女中豪杰，为民除害。反正娘娘又不会亲自去街上听。要让人厌烦，要让人难以忍受，才能让所有人都更加热切地盼着沈凌霄上位。我裴远就是要当那个最招人恨的垫脚石，我要下毒，自导自演一起惊天动地的投毒案。这招古往今来多少妖后妖妃都用了，屡试不爽，效果拔群。查，给本宫狠狠的查！有人想毒死本宫，这个人就在你们中间。
这是又要找借口砍我们啊！上个朝脑袋就跟别裤腰带一样，当个官都成王维职业了。娘娘，此事非同小可，臣愿亲自调查，定将凶手绳之以法。亲自调查那可不行，你要是查出巴豆根本毒不死人，本宫这戏还怎么唱？不用你查，本宫自己查。本宫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本宫下手。这是王大人，朝中3朝元老，平日里一副忠厚老实模样，见谁都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邻家老伯。我要是连这种老实人都祸害，谁还能忍住不来骂我一句妖后？王大人，你昨晚去了哪里？臣昨晚在府中，哪里都没去。是吗？可本宫听说你昨晚去见了安王的旧部。娘娘明鉴，臣是去见了一个朋友，但绝不是。肯定就是你联合安王旧度给本宫下毒。来人，把王大人带下去，严刑拷问。本宫倒要看看他的嘴到底有多硬。娘娘，臣冤枉啊！看吧，我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抓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这不就是妖后吗？妖后又滥杀无辜了。王大人清清白白，却被屈打成招，百姓闻之落泪。史捐秉直书，妖后裴氏诬陷忠良，残害无辜，满城骂名，妙极。3天了，拷问结果终于出来了，这是一起完美的冤案，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发挥。怎么会？王大人当晚见的人居然是安王旧部，他老人家倒确实没有毒害我，毒害罪名对他来说还是太小了。安王还有一个外世子遗落在外，旧部想扶持这个外世子继续造反，想拉拢王大人入伙，因为那外世子恰是王大人外室女所生。他想搏一把，赌赢了就是国丈，单车变摩托。What can I say？ 以后可不能随便给这些大臣安罪名了，因为这些大臣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人。满朝文武从上到下全是一群蛀虫，烂到根里，所以我随口一个罪名落到他们头上，可能都算轻的，只怕传出去，百姓还当我是在为民除害呢。还是指望男主早点造反吧。臣明白了。你当真明白了？原来娘娘大张旗鼓处置王大人，是在敲山震虎，给安王旧部一个机会。我没有啊。不计前嫌，争取安王旧部中的人才。娘娘心胸之宽广，臣等佩服。老天奶，我真没有啊！王虽死，但其旧部仍在暗中活动，蠢蠢欲动。娘娘仁慈，并不想大开杀戒，便以此事给安王旧部释放一个信号，告诉他们，朝廷已经盯上了他们。只要他们投降，以后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当良民，朝廷不会追究他们的罪过。臣之前还在想，娘娘为何如此大动干戈，原来如此。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说什么都像在狡辩。高啊，实在是高。臣这就去安排，将那些旧部一网打尽。算了，你高兴就好。娘娘放心，臣一定办得妥妥当当，绝不辜负娘娘的一番苦心。至于安王那个外世子，沈凌霄如何处置了，我也不关心了。这一招行不通，我又冥思苦想了3天3夜。百姓最恨什么？最恨的就是苛捐杂税。一提加税，百姓肯定骂他，骂得越狠越好。诸位爱卿，本宫觉得现在的税太低了，国库空虚，边疆不稳，处处都要用银子。本宫思来想去，觉得应当加税。娘娘，百姓已经不堪重负，加税恐引发民怨，请娘娘三思。三思什么？本宫意已决，就这么定了，退朝。臣请娘娘加税。那说啥？臣请娘娘加税，但不是加百姓的田赋，而是加商税、矿税、关税。臣这几日仔细核算了国库收支，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百姓税负太低，权贵富商把持着矿山、关卡、商路，
偷税漏税，中饱私囊，国库这才空虚。娘娘提出加税，臣原本以为娘娘是要加百姓的税，哼，可臣回去想了一整夜，越想越觉得不对。以娘娘的英明，怎么可能做这种事？臣这才恍然大悟。我表达的不清楚吗？我是真想加百姓的税呀！娘娘提出加税，是在提醒臣等，该对权贵富行动手了，该整顿税制了。娘娘这一招高啊，实在是高。臣复议，权贵富商把持资源，偷税漏税，百姓苦不堪言。若能整顿商税，国库自然充盈，百姓的负担反而能减轻。娘娘深谋远虑，臣等愚钝，竟未能第一时间领会娘娘的苦心。臣也复议。臣等复议。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加上税，减田赋，这是要了权贵的命，给了百姓们活路啊！皇后娘娘千岁，千岁！算了，看在他踩着我在百姓心中好形象的份上，我不计较了。反过来想，沈凌渊越做这种事，声望越高，不就越衬托我这个妖后的坏吗？对，就是这个道理。沈凌霄越是英明神武，我就越是昏庸无道；沈凌霄越是深得民心，我就越是千夫所指。有时候坏不坏，全靠同行衬托。不过目前的这些都太小儿科了，没法做到真正的伤筋动骨。是时候干一票大的，给朝野上下一点妖后震撼。裴崇勋主持科举，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就是他裴家把持朝这么多年，科举的大福利他能不捞？没错，就是做做样子。试试吧，万一呢？这一次，门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不再是金钱和权势的天下了，那是我和所有寒门学子的天下。治国之道，莫先于养民，足食必务本，务本必重农。强军为国，方安天下。顾兄，你紧张吗？紧张，我也紧张。这次要是考不上，是我本事不够，我认，下次再来。我也是。科举舞弊，科举舞弊！诸位听我一言，这次科举是裴丞相主持的，怎么可能公平？皇后娘娘纵容支持裴崇训科举舞弊，这对我们考生不公平，对大梁的读书人不公平。裴家把持朝政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一件好事？什么胡明志、嬴志之全是骗人的，榜单上的人早就内定了。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科举不考也罢。各位同仁，皇后嗜杀残暴，每日提剑上朝，连杜大人这等清正廉洁的言官都死在他剑下，堵塞言路。现在又让裴崇廷科举舞弊绝了我们的出路，这等妖后人人得而诛之。我们你说科举舞弊有何证据？说科举舞弊有何证据？这就是证据。一张纸上面写的字就能算证据吗？我回去写一张，说你杀人放火，官府能凭这个定你的罪。裴家的所作所为，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所以你没有任何证据，全靠猜测。你竟然是那裴家的走狗！各位童年，在下姓顾，字自成，江南人士，与裴家毫无干系。没错，我可以为顾兄作证，这人胡言乱语，纯属污蔑。我也是读书人，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诸位这件事，本是不想诸位被蒙在鼓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如今反被人污蔑造谣，质疑用心，真是好心没好报。那你就拿出证据。你口口声声说裴丞相和皇后科举舞弊，说榜单内定，说你手里的纸就是证据。那好，你把纸上的内容念出来，让大家听听。
到底是什么铁证如山的东西，能让天下读出姓名？这上面就是裴家安插的名单，姓名、籍贯关系写得清清楚楚。那你念啊？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你让我念我就念？这名单若是公开，多少人要遭裴家报复？你顾清怀光棍一条，无牵无挂，我们这些人还想要命呢。若如你所说，名单上都是被裴家内定的人，你是替天下读书人抱不平。那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岂不是正好让大家知道裴家安插的都是些什么人？将来榜单出来，大家也好对照着看。你偏偏不说，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倒让我想起一句话。什么话？贼喊捉贼。你血口喷人！还有，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裴家科举完毕了，却又说怕裴家报复你，不敢说出名字。还有，你说你也是今年参加恩科的考生，那我考考你，大梁科举例第3条说的是什么？那大梁例关于造谣惑众、煽动闹事该刀罪这一条，你总该知道吧？各位童年，你我都是读书人，圣贤书里教我们什么？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人没有证据，仅凭一张自己写的纸，就在这里搬弄是非，煽动人心，这样的人，我们岂能信他？不能信！没错，若是你我读书人都听风就是雨，没有一点明辨是非的本事，将来若真的做了官，那也是个糊涂官，连这一点分辨力都没有，还读什么圣贤书？不如回家种地去。你们都被蒙蔽了，等榜单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全是假的，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捉了见官，好好，你们愿意当裴家的狗，你们当去，老子不陪你们玩了。放榜啦！放榜啦！放榜啦！榜单贴出来了！看嘛。顾兄，你中了第1名，会员。15年了，2次落榜，现在我中了第1名。我也中了，同榜，你我同榜，第1，你是第1。第1名顾清怀，是那个江南才子顾清怀吗？写治和策的那个，是他，我在书院里读过他的文章，惊为天人。第2名崔思远。那个被上一届黑掉的崔思远，对，他上一集的文章被所有人公推为第1，结果榜上无名，气得他当场发誓永不参加科举。这次他也来了。第3名赵礼成，北方第1才子赵礼成，除了他还有谁？他13岁就中了秀才，18岁中举，上一科因为得罪了权贵被刷下来，气得回老家种地去了。他这次竟然也来了。这要是科举舞弊，那舞弊的标准也太高了吧？顾清怀，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刚才不是说科举舞弊吗？你倒是说说，这榜单上哪个人是舞弊上去的？就是要像荀公子的文章天下修辞，谁不知道顾清怀？崔思远，他上一集被人黑掉，所有人都替他鸣不平，他是要舞弊。赵礼成，他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你13岁还在玩泥巴吧？你自己没本事，考不上就造谣说科举舞弊，你这是污蔑皇后娘娘，污蔑朝廷，污蔑天下读书人。我们都不要脸了，有出去！快走！谁在造谣生事？我没有造谣，我只是……是什么？本次科举从出题到预演卷，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监督，所有考卷全部糊名竞技，考官连考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舞弊？老夫薛守正，3朝元老，以项上人头担保，本次科举绝无任何舞弊行为，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薛大人的人品，我们还是信得过的。薛大人从不参与党争。本次科举考试是皇后娘娘力排众议推行的，糊名制、停制制、别头式，每一条都是皇后娘娘的良苦用心。娘娘说，科举是为国取士，不是为权贵取士。真才实学者不问出身，皆可脱颖而出。今日红榜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去查卷子，所有考卷全部存档，欢迎天下租书人查阅。这老邓怎么抢我的词儿？这种带节奏的事儿，不应该是老子干的吗？皇后娘娘说了，科举是国家的根本，人才是朝廷的基石。她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天下有才之士都能为国效力，让寒门学子都有出头之日。娘娘还说了，这次恩科只是开始，从今往后，大梁的科举永远这么公平。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皇后娘娘圣明！我来自天府之国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凑路费，我娘把裴家的银簪子都当了。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没想到真的考上了。输给顾清怀、崔思深这些人，我服气。是啊，他们是真才实学，我确实不如他们。
这次没考上，是我本事不够，回去继续读书，下次再来。对，只要科举一直这么公平，咱们总有机会的。不可能，怎么可能？裴崇俊怎么可能不舞弊？裴家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小跑，抓住他！你是谁？为什么要造谣？是谁指使你的？是谁指使你的？这不是杜大人的儿子吗？杜大人，杜恒，就是那个被皇后娘娘杀了的言官。对，就是他。放开我！我说的都是真的。裴元杀了我爹，裴崇信科举奴婢，你们都被他们骗了。放屁！你爹杜恒名为直臣，实为奸佞，他阻挠开荒，反对分土豆，想让我们老百姓饿死。皇后娘娘杀他，是为民除害。爹被杀是他咎由自取，你还想污蔑皇后娘娘？你比你爹更可恶！我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如果不是裴元杀了我爹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次的榜单上本应该有我的名字，我的前途，我的人生，全都被裴元毁了。谁知道裴崇定这次竟然这么老实，非但没有舞弊，还真的选拔出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本想在电视上闹一闹，让妖后形象更深入人心，故意刁难几个考生，或者当场否定几个人的文章，让天下读书人觉得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在瞎指挥。这一下让我想到了自己高考的时候，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高考那天有人闹事耽误我考试，我可能跟对方拼命的心都有了。所以算了，这次就不作妖了。这字也太好看了吧，这水平放到现代，那就是能发核心期刊的学术文献啊。可转念一想，不对，这些考生不应该是从小生长在权贵家里的吗？怎么可能写得出这种文章？这肯定是他们提前就得知了答案，请人代笔写的，然后背了下来。臣闻兵者，国之大事。用兵之道，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人才啊！越看越觉得离谱。这些文章每一篇都言之有物，见解独到，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写得出来的。老爹为了这次科举舞弊，到底请了多少高人代笔？这成本也太高了吧！臣本棚户瓮郁之寒死，生于陆墨之间，长于积冕之年。少时读书，家贫不能置竹，每借邻舍之光以照卷册。这人的字每一个都像用刀刻出来的，认真的让人心疼。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娘娘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辜负。这次殿试，我一定要拿第一，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走到殿试，足见这次科举制度是真的，公平公正也是真的。幸得明主，咱们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在公平的制度之下，能进殿试的全都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和这些人竞争，说实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就算不能进前3甲，输给这些人不丢人。考生里没有一个裴家子弟，尤其是我给的那份名单上的名字，一个都没出现。怎么回事？老爹没安排裴家子弟？不可能吧？裴崇训那个人有机会让自己家人上榜，他会不安排？哦，可能是老爹终究有点要脸，不敢太明目张胆，所以只安排了门生。那也行，只要安排了人就行。剩下的可能都是那些大臣安排的人吧。这大梁朝已经成筛子了，从上到下全是关系户。早点终结大梁朝，让沈凌霄这个明君上对，开创盛世，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娘娘，本次恩科共录取进士300人，个个都是真才实学。老臣主持科举30余年，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准的一科。而且本次科举的公平公正前所未有，没有一例舞弊，没有一例走后门，没有任何权贵子弟抢占名额，全靠娘娘的科举改革方案。等等，什么科举改革方案？就是娘娘您拟定的那套方案啊，胡明制、廷制制、别头式、武举。娘娘请看，就是这套方案。这字迹
怎么这么眼熟？不对，这他妈就是我写的。那天我闲得无聊，把历代科举改革的成功经验写下来，本是准备反着来，制定一套科举舞弊指南。后来我没找到这几张草稿纸，所以是被清代连同名单一起送到了裴府。裴崇勋以为这是我的科举改革方案，照着执行了。这套方案，你们照着做了？正是，娘娘的方案详尽周全，臣等不过是按图索骥。那名单呢？名单上的裴家子弟考上了几个？什么名单？裴重庭只给我看了这些改革方案，我可没看到什么名单啊。娘娘放心，臣为了避嫌，这次所有裴家子弟都没有参加科举，尤其是娘娘特意点名的那几个废物，一个都没有。娘娘，按惯例，臣与考官们推荐了几个人，请娘娘钦点前3甲。第1名，臣等都属意顾清怀，但也有人觉得他年轻，这状元不太行，容易心高气傲。最后就看娘娘怎么定夺了。娘娘，这一届贡司真是前所未有啊，个个都是王佐之才。尤其是顾清怀，臣阅卷40年，从未见过如此才华横溢之人。他的策论针见实重，见解独到，臣读了3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还有赵礼成，他的文章花团锦簇，辞藻华丽，却言之有物，不是那种空洞无物的花架子。崔思源为人刚直，文章也如其人，笔锋犀利，一针见血。谢稳堂、卢墨也都是1等1的人才。这些名字怎么这么熟？我想起来了，这些人是配享太庙名传青史的麒麟阁24功臣，大梁末世的一道光。顾清怀，未来的首辅；沈凌霄的谋主；崔思远，未来的户部尚书，一手建立了新朝的财政体系；赵礼成，未来的兵部尚书，帮沈凌霄平定了北方边患；韩炳谦，未来的吏部尚书，主持了新朝的吏治改革。这些人本来应该是男主的人，怎么全跑到我这里来了？这次科举没有一例舞弊，绝无。所有考上的都是真才实学，千真万确。那些权贵子弟呢？全落榜了。本次科举以才学取士，那些靠着门艺混日子的酒囊饭袋，一个都没考上。完了，全完了。我本来想搞科举舞弊，结果搞成了史上最公平的一届科举。我本来想让裴家子弟抢占名额，结果裴家子弟一个都没参加。我本来想让权贵子弟靠关系上位，结果权贵子弟全军覆没。我本来想让天下读书人恨我，结果现在天下读书人肯定对我歌功颂赞。这剧本不对啊！娘娘，娘娘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操劳过度了？薛大人，臣在。本宫上次在议政殿打了你，你不记恨本宫吗？成了，把他问破防了。娘娘，臣要谢您那一巴掌。臣在朝堂上明哲保身几10年，眼看着朝政一天天腐败，眼看着权贵们胡作非为，臣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臣以为只要自己不参与就是清流，可娘娘那一巴掌把臣打醒了。娘娘一个女子，尚且为了大梁的江山殚精竭虑，力挽狂澜。臣身为3朝元老，却只知道明哲保身，臣惭愧啊！从那天起，臣就发誓，余生定要辅佐娘娘，为大梁、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力。娘娘，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不是，我就是单纯想打你一顿，让你恨我啊！你怎么被打醒了喂？你这剧本拿错了吧喂？元儿，你放心，爹已经想通了，以后裴家子弟想当官，也得凭真本事考。谁要是想走侯门，爹第一个不答应，你哥也不行。为了表明爹的决心，爹把你哥那翰林的位置也撤了。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冷静，这未必是坏事。这些人提前出现在朝堂上也是好事，就当是提前给他们制造和男主相处的机会，让他们早点认清楚谁才是真正该追随的明君。等沈凌霄起兵造反的时候，这些人自然会投奔他，到时候沈凌霄麾下人才济济，造反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我这也算是暗插阳错，帮了男主一把。而且这些人都是能臣直臣，为什么现在我做什么大臣都不反对？因为这些大臣全是废物，朝廷没有能臣，就知道溜须拍马，妖后祸国。等这些人进了朝堂，以他们耿直的性子，肯定会站出来骂我。到时候我这个妖后不就实至名归了吗？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些人可不能杀，一个都不能杀，要留给男主，要让男主带着他们
开创盛世。你们觉得他年轻气盛，当状元容易心高气傲，我就要电他。娘娘，还有一件事，放榜当天竟有人敢造谣科举舞弊，如今人已被抓，正在刑部审问。有人造谣舞弊，我倒来了兴趣。造谣的人是罪臣杜衡的长子，已审问清楚，他不是一个人干的。什么意思？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这谣造成功了没有。他是被人指使的，刑部审了一夜，全招了。指使他的人是昌宁侯。昌宁侯？他交代，昌宁侯给了他500两银子，让他在放榜那天煽动读书人造反，把事情闹大。昌宁侯的目的是想借科举晚毕的谣言败坏娘娘的名声，让天下读书人对娘娘离心离意，权贵们才能继续把持科举。昌宁侯，我还没安排人去把科举舞弊的事捅出去呢。这个昌宁侯倒是先动手了，关键还被查到是造谣。那我之后再造谣科举舞弊，还有人信吗？路直接被堵死了。既然昌宁侯这么有钱，那就告诉他，这次的事他不拿个几百万两出来，他这条狗命本宫收了。反正娘娘自有成算。娘娘，臣冤枉，臣真的冤枉啊！纯粹是懒得说话。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冤枉的？臣也不知道那个管家什么为什么会去收买杜衡的儿子，一定是有人陷害臣。谁陷害你？臣不知道，但臣对朝廷忠心耿耿，绝不敢做这种事啊！说实话，昌宁侯这种人杀不杀都无所谓。不过，昌宁侯造谣科举舞弊，我包庇昌宁侯，这不是更能展现自己是非不分、宠幸佞臣的妖后形象吗？昌宁侯，你起来吧。这件事，本宫相信你是被蒙蔽的，你已经知道错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你都向国库捐了700万两，你有心了。谢娘娘，谢娘娘不杀之恩，臣以后一定管好府里的人。皇后娘娘居然没有杀昌宁侯，这般行事，日后他人岂不也能效仿？昌宁侯造谣科举稳弊，动摇国本，以娘娘脾气竟未拔剑。不杀昌宁侯是向勋贵示好，还是朝堂需要留个小人？朝堂哪能干净，留小人有用？这不，700万到手了。皇后娘娘圣明。不是，我放了个奸臣，你们跪什么？感觉自己今天的血压已经飙到天花板了。没想到这时候就有人撞到了枪口上。这姚宪伯最善钻营，眼看顾状元是新贵，又是皇后钦点，前途无量，便想将自家女儿嫁过来，好牢牢绑住你这棵未来的大树。只要顾贤侄点头，未来在官场上，我宪伯府定会鼎力相助。婚姻大事不敢草率，学生术业未立，何以家稳？你一个毫无根基的新科状元，竟敢不给我面子，我还就非要你当我们家的乘龙快婿了。让裴元赐婚，赐婚圣旨下来，看顾秦淮还怎么拒绝。娘娘，臣一心报效朝廷，无心婚事，还请娘娘明鉴。姚德安这是想要用婚姻来要挟我，来逼迫我站队，我绝对不能去。裴元今天不会要砍顾裴怀吧？万一娘娘砍他不过瘾，下一个砍我怎么办？娘娘怎么朝我走过来了？娘娘，你老东西，你难道不知道本宫看上这位新科状元了？这个老东西想让你当他的女婿，你说本宫能答应吗？敢跟本宫抢人，你也配？顾状元，从今往后，你就好好在朝中为本宫效力。若是敢有什么别的心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自己亲口承认看上了新科状元，还为了他杀了朝廷命官，这不就是妥妥的妖后行径吗？惹辱士大夫，把堂堂状元当成禁题，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原来如此，是老夫愚钝了。姚德安因一己私欲，便构陷国之栋梁，其心可诛。娘娘明察秋毫，不仅还了顾状元清白，更是向天下人明示，朝廷绝不容使这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风。娘娘说看上顾状元，此看上非彼看上，乃是看中其才华品行。娘娘这是要重用顾状元，绝不让宵少之辈毁我大梁的栋梁之才呀！娘娘不惜杀人来保护新科进士，这份苦心，臣等感佩涕零。杀一儆百，以后谁还敢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朝中忠良，姚德安就是下场。原来是这样，是自己心思龌龊了。顾秦淮，你寒窗苦读15年，竟连这点识人之明都没有。娘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稷，为了给天下寒门士子撑起一片青天。她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是在告诉所有人，新科进士是她要保的人，谁敢动就是死路一条。娘娘让我不用有后顾之忧，尽管在朝堂上大展手脚。这份恩情重于泰山，定要还娘娘一个大梁锦绣河山，方不辜负栽培之恩。臣顾秦淮，愿为娘娘、为大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秦淮，你在干什么？我像个女流氓一样调戏你了，你跪什么？你谢什么？你应该感到屈辱，你应该骂我是妖后，你应该去投奔沈凌霄啊！老娘还就不信邪了。顾大人，多谢了。小样，迷不死你。娘娘当心身体。娘娘果然是日夜操劳国事，身子才会如此虚弱。顾大人，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臣以为此方案尚需完善，臣这就回去修改。娘娘心中只有国家大事，毫无男女之分，倒显得我狭隘了。更深路重，娘娘早些休息，臣告退。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让我彻底放弃了强迫臣子给自己当面圣这个选项。爹，娘，孩儿考上了，好。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在泥土里刨食，在绝望中挣扎的苦命人。各位父老乡亲，我顾清淮能有今日，不是我一个人的本事，是皇后娘娘给了我们所有寒门嫡子一条活路。胡明、廷禄，别头饰，从今往后，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必定能在这科考试中脱颖而出，再也没有人能靠关系、靠银子抢走属于你的功名。他们听不懂那些复杂官职，可他们听懂了，世道变了。皇后娘娘还说了，要让天下人都有饭吃。咱们种的那个土豆就是娘娘分下来的，以后还要给咱们分更多的地，让咱们再也不用给地主交租子。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咱们给菩萨磕个头吧。皇后娘娘仁德，皇后娘娘仁德。此生定要追随皇后娘娘，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将这浑浊的世道彻底变个样。皇后娘娘说了，以后每年都要增加录取名额。皇后娘娘说了，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朝廷给补贴。皇后娘娘说了，当官的不许欺负老百姓，谁欺负就办谁。那些进士刚上朝没几天，就瞧见了本宫杀死一个县伯的英勇事迹，这回回乡肯定拼命传本宫的恶名，还得添把火，让这些未来的能臣彻底明白，只有沈凌霄才能拯救大梁。科举改革阴差阳错成了好事，不怕，本宫早想好补救的法子了。前脚改革科举，后脚就大肆安插自己人，任人唯亲，这公正严明的假面具，不就一下子撕下来了？哥，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想当官的？我给你安排。什么叫好妹子？我刚被撸了官职，没脸见人，她这就来雪中送炭，这就是好妹子。有，妹妹，你还记得我那些朋友吧？王兄、李兄、赵兄他们，早就想为朝廷效力了。他们可都是我的过命的交情，绝对信得过。太好了，你把他们全叫来，我给他们安排。
官职绝对不会低于2品。妹妹这是在给我培植党羽啊，这来要让我见老爹的班啊！二公子，老爷让您立刻回府。爹，怎么了？你妹妹跟你说了什么？爹，我现在得赶紧去通知我那些朋友做好准备，他们以后入了朝，定然对妹妹感恩戴德，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我裴崇信自诩聪明绝顶，怎么生出了这么个蠢笨如猪的儿子？你这个蠢货，你是半点都没领会到你妹妹的深意呀！深意？妹妹有什么深意？不就是照顾一下我这个亲哥哥吗？这是亲儿子，还能扔了不成？你以为你妹妹真让你去找你那只会斗鸡守狗的狐朋狗友？她这是在点你。这次恩科虽然选拔了不少人才，但真正的经世之才还未入世。你妹妹的野心是要将天下英才尽收囊中，她是让我们父子俩去充当这个马前卒，去三顾茅庐，把那些真正的隐士高人给请出山。他怎么不直说？我就算再长3个脑子，也想不到这一层啊！直说，他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力，有没有这个本事替他分忧。张儿，你妹妹心里装着的是这天下，你我父子就算肝脑涂地，也一定要为他把这把火烧旺了。好的，爹，我这就去打听，哪里有真正的能人。这个明天我亲自去。在下裴崇训，求见谢先生。爹，你这样站着有什么用？人家根本不见你。裴相爷，你就算站上1年，我也不会为你所用。要如何先生才肯出山？除非裴相爷能3步一跪，9步一叩，从这山脚一直叩到我的门前，否则一切免谈。这是什么无理要求？我爹他……住口！他竟然真的做了！退下！爹，你这是何苦？你是一朝宰相，怎么能向一个山野村夫下跪？先生，这天下有我女儿，还有得救。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变成这样，能让这个奸相放下所有尊严来请自己，他背后那个人该有怎样的魄力和魅力？3跪9叩他都做到了，不可能言而无信。对我哥的朋友，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反正都是些酒囊饭袋，安排的越高越好，越能显得我昏庸。哦，都是我哥的朋友啊，那肯定是自己人。让吏部看着办，给他们安排几个要紧的职位，官越大越好。这位皇后似乎和传闻中的雄才大略不太一样。诸位爱卿，本宫近日深感朝中事务繁忙，人才凋零，特命人寻访了几位贤才，充实各部名单，本宫已经拟好，今日便直接上任吧。我们刚把他奉为明主，以为他真想革除积弊，公平取士，结果这才几天，他竟带头破坏规则，公然往朝堂里塞人。我们凭真才实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来，情何以堪？这朝廷终究还是要走回任人唯亲的老路吗？臣反对！皇后娘娘，科举取士乃是为国选才的根本大计，娘娘前脚改革科举，后脚便安插私人，这与之前那些权贵有何区别？此举会让天下多数人寒心，会毁了大梁的根基。臣恳请娘娘收回成命，臣也反对。娘娘若觉得我等才学不足，尽可罢黜，臣等绝无怨言。但这等不经考试便直接授官的行径，臣万万不敢苟同。此乃乱政之始！臣附议。臣等附议。这不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吗？
我故意独断专行，不就是为了拉仇恨吗？本宫意已决，尔等不必多言，反对也无用。来人，宣那几位新进的大人上殿吧。奉皇后娘娘懿旨，反正马上就要扯皮了，等他们先扯一扯，我再站出来维护4个草包。兹任命谢云州。谁？谢云州？他不是发誓永不入世吗？当年先帝连下3道圣旨都请不动他，他怎么来了？燕务商、董匪期、霍庸。燕务商，那个以一己之力审清江南3州连环冤案，被称为青天在世的燕务商。这些人任何一个单独列出来，都是能让天下数数人顶礼膜拜的传奇人物。他们的名字在士林中就是一面旗帜。这哪里是什么酒囊饭袋？这分明是一套王诈！他们刚才竟然还反对，他们有什么资格反对？反对谢云州入朝，我顾清怀算什么东西，也配反对谢云州？早说是这几位啊！能把这几位世外之人都请出山，更说明娘娘挽大厦于江青的决心和魄力。大梁朝有这些人加入，才真正有了盼头。皇后娘娘为了这江山，真是付出良多啊！想到整个大殿竟为了不打扰皇后小妾而变得鸦雀无声，能让这么多心高气傲的臣子真心实意的敬服，这位裴皇后果然如民间传闻那般，是真心想要重振大梁的明主。刚才不是还在吵吗？怎么突然没声了？你们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有意见尽管提，来吧，把你们心里的怨恨都发泄出来吧。皇后娘娘英明，臣等并无异议。英明什么？刚才不还剑拔弩张，恨不得以死相见吗？怎么自己睡了一觉，画风就突变成歌功颂德了？你们不反对本宫让这4人入朝为官，身居要职？娘娘所请，皆为当世大贤，臣等欢喜还来不及，怎会反对？娘娘为社稷殚精竭虑，臣等感佩五内。方才臣等不明就里，妄加非议，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娘娘降罪。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溜须拍马的顾清怀，好歹也是麒麟阁24功臣之一，你是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对着4个草包说他们是当世大才的？一定是沈凌霄，肯定是他刚才趁自己睡着的时候，给这些人使了眼色，让他们先隐忍不发，以此来放松我这个妖后的警惕。皇后娘娘为何又用这种眼神看我？难道是觉得我和这些新来的大臣走得太近，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不行，我必须和这些人保持距离，绝不能让皇后娘娘误会。演得还挺像，算了，习惯就好。反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些能臣干将就当是提前送给男主的班底吧。娘娘，臣有本奏：苛政猛于虎，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此皆国之大患。臣请新政，以安天下。这说的也太有道理了吧！每一条都切中10倍，每一个方案都极具前瞻性。如果按他的方法改革，大梁朝说不定真能起死回生。不对啊，我刚刚在想什么？我可是妖后啊！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我怎么能答应？必须百般阻挠，把这滩水搅浑。奇怪，裴章的狐朋狗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水平？这份奏章没有几10年的学问积淀，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对，说的就是你。你叫什么名字？原来我暗中观察他，时而精明，时而糊涂，深不可测。如今问我的名字，莫非有什么深意？臣谢云州。哦，谢云州啊。谢云州，哪个谢云州？你是谢云州，天机星谢云州。正是微臣。天机星之名，不过江湖朋友谬赞，当不得真。当不得真个屁！怪不得这一月朝堂风平浪静，没人反对大哥举荐的好朋友。我还以为他们迫于沈凌霄受气吞噬，结果竟是因为对方是谢云州。如果这一个是谢云州，那另外几个呢？清代公子介绍的那几个朋友都叫什么名字？回娘娘叫燕务商、董匪期、霍庸。果然，全都是书中智力天花板级别的人物。这些天选能臣，现在全跑到我朝堂上当官来了，竟让这几个智多近妖的大人物在眼皮子底下被当成酒囊饭袋，使唤了1个月。不行，我不能同意这套方案。谢大人的方案，本宫觉得不行。为什么不行？哪里不行？退朝。我自认才学过人，从未被人这样当面否决，连个理由都不给。
谢兄，把你的方案再给我们看看。怎么了，谢兄？你的方案结果是好的，但你没有想过实施过程。你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他们岂会善罢甘休？若没有万全的应对之策，你将成为第二个魏襄。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做，却没想过谁会反对。还有一的吏治改革这部分，你只提出了考核之法。若监察权还在旧官僚手中，考核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腐败罢了。还有这里，你说要清凉全国土地，这当然是对的，但谁来丈量？怎么保证张良的人不舞弊？怎么防止地方官和地主勾结虚报瞒报？这里也是，你说要赋税合一，简化税种，这个方向没错，但简化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从哪儿来？你总不能指望所有地方都靠中央拨款吧？我明白了，多谢三位指教，谢兄不必如此，咱们都是为国效力，理当同心协力。谢兄，你的方案是大方向，大方向是对的，这就够了。剩下的细节咱们一起完善。我明白了，皇后娘娘昨日说不行，并非否决我的方案，而是看出了我的骄傲自负，将这方案完善到真正可以推行的地步。娘娘用心良苦啊！这方案怎么会自己进化？那些难题全都被这份新方案提前解决了。推行可以，但我不能让他们太顺利。准了，本宫再下一道旨意，任命霍庸为谢云州的副手，命你二人共同主持改革。在原书中，谢云州和霍庸是宿敌，故意把他们凑一起，就是要给他们制造麻烦。他们两个一定会暗中较劲，互相拖后腿。谢云州肯定明白，我这是故意给他找不痛快，他心里指不定怎么骂我。皇后娘娘怎会知道满朝文武中唯有霍撺真正理解我这套方案？这不是互相掣肘，而是强强联合，为把新政落到实处。这份识人之明，用人之迫，实在可怕。臣定不负娘娘所托。心里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算了，反正我是妖后，不需要想那么多。好像好久没看到裴崇训了，他快1个月没上早朝了，这不对劲。来人，叫裴章来见我。哥，爹呢？爹最近迷上了赏花，去城外庄子上住了。赏花？裴崇训这辈子除了权和钱，就没对别的东西感过兴趣。他会去赏花？骗鬼！裴章，你看着我。我原本以为你我兄妹一体，这世上不会有欺骗和隐瞒会在你我二人之间。就算我成了皇后，我们也是世上最好的兄妹。没想到你现在对我也有秘密了，拿我当外人了。他夹起来了，我最怕他这样了。不是的，妹妹，不是我想骗你，是爹让我这么说的，他不让我告诉你。爹到底怎么了？爹，3步一跪，9步一叩，从山脚跪到了山顶。他回来后就起不来床了，大夫说伤了根本，要在床上静养好几个月。他一直瞒着你，就是怕你担心。谢云州，是裴崇勋去请，3跪9叩。他一个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的奸相，竟然去向别人3跪9叩。元儿，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爹，你别动。爹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养几天就好了。朝堂上那些人才是虎狼，你可得打起精神来对付他们，千万不要分心了。裴崇勋是公认的奸臣恶人，是原书中注定要被满门抄斩的大反派。可是他对他的女儿却是毫无保留地付出了全部。尽管他只是在对真正的原主好，而不是我这个假女儿，可现在受益的确实是我。可我呢，为了早点能回去打麻将，一直在祸国殃民。这样下去，裴家的下场就会和原书中一样。为了回家，为了那桌快要糊的麻将，真的要牺牲掉整个裴家吗？而这是在自责，在内疚。他一定是在想，如果不是为了他的大业，我这个当爹的就不用受这些苦。他心疼我，所以才这么难过。
我这个当爹的怎能让女儿为难？元儿，爹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放心，只要是你想做的，就算全天下都反对，爹也全力支持你。爹，你真的知道我想做什么？是当然不可明说，但爹已经猜到了几分，你放心，爹心里有数。我要做的是一件与天下人为敌的事，将来很有可能万劫不复，会将整个裴家都拖累进去。这样，您也支持吗？果然，女儿果然有称帝之志，为此她竟敢与天下人为敌。啊，女儿这是在要我的态度呢。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古往今来也从没有一个女子敢选择这条路。但没关系，只要你想要，尽管去做就是。爹完全支持你，裴家上下都支持你。连我当妖后祸国殃民，他也要支持。这，爹，你好好养着，我先回宫去了。爹，妹妹在外面站了好久，我看她好像哭了。然而啊，刚才你妹妹已经给了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了。她认定要走一条古往今来所有女子都没有走过的路，那条路注定腥风血雨。我们裴家就算不能成为她手中最锋利的刃，也绝不能成为她的累赘。如果有一天她变了，变得铁石心肠了，我们不能怪，哪怕她失败了，哪怕整个裴家都跟着她遭殃，我们也绝不能怪她。只有这样，她才能心无旁骛地前进，去拼，去闯。爹，我懂了。妹妹，你放心，哥哥绝对不会拖你后腿。哥向你发誓，从今往后都不会干那些伤天害理、强抢民田的事儿了。我懂了，他的意思是，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就留给你这个想当妖后的妹妹来干。我这个当哥哥的，以后就不跟你争了。哥，你还真是我的好哥哥。那是自然。他们裴家对女儿都是这么个宠法吗？她要当妖后，他们就集体给她腾地，生怕抢了她的风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哦。这些那些不认识的大臣全部开除，统统开除！我是不是产生错觉了？我这么一通搞，大梁朝怎么反而有种枯木逢春、欣欣向荣的感觉了？剧本不是这样的。没事的，就当是提早为男主的江山打地基。虽然现在的江山还挂着大梁的旗号，但就当是沈凌霄的好了。你这个无能莽夫，见识浅薄，不足以论天下事。不是哥们儿，这不是你最欣赏的主公吗？就算是在演我，也不至于这么拼吧？就不怕主公给你穿小鞋吗？这些能臣心高气傲，未来在他手底下也是谁也不服谁。可遇上大事，他们却极有分寸，能一致对外。此策不妥，尔等再议。陛下此言差矣。更离谱的是，原来书中沉稳持重的董匪妻，沈凌霄智囊团里的重要人物，居然直接在朝堂上和他打起来了。董匪妻打不过沈凌霄，居然用爪子把他挠破相了。主啊，这可是你未来的心腹大臣啊！为了不让我怀疑你造反，你就天天跟他们干架。大杀 MVP， 不至于，不至于。沈凌霄演的都快崩人设了，但我看穿不说穿，默默配合他们表演。我已经想方设法和朝中大臣保持距离了，为何娘娘还用这种眼神看我？是嫌我打的不够多吗？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行？爹，妹妹不是要当皇帝吗？这些人以后都是妹妹的臣子，你跟他们斗什么？让他们去干不就行了？你懂什么？党争是一定要有的。为何？如果朝堂之上大家一团和气，没有任何分歧，所有人都是一条心，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把矛头对准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他们会联合起来把皇后架空。别看这些人现在热血沸腾，愿意为你妹妹抛头颅洒热血，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等以后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享受到了那种生杀予夺的快感，他们就会想要更多。他们会嫌你妹妹碍事，会想要把她变成一个听话的傀儡。一旦你妹妹被架空，那就是她的死期。所以，我这个当爹的，无论如何也要挺住。我要站在这朝堂上，
就算是以奸臣的身份，以他们的政敌的身份，也要为你妹妹留下一条后路。有我这个共同的敌人在，他们内部才不会乱，才不会把心思动到你妹妹头上。居国使者到。我叙国戏言，天下无双。大梁2/3的盐巴，皆仰赖我国供给。此事，诸位大人想必比本首更清楚。徐国是靠近大梁的一个小国，疆域加起来还没大梁3个郡大，人口更是不过100万出头。但是造出的精盐却是无人能比，连皇室的御用贡盐都是从叙国进口。开始时叙国的盐还价格公道，但是随着我大梁日渐衰弱，精盐的价格更是一年一个价。朝廷虽不满，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一旦叙国断了盐路，不仅百姓、王公贵族都得遭殃。荒谬！所以这次来，我徐国国君的意思是要调整一下盐价。毕竟这些年徐国上下也是勤勤恳恳为大梁供盐，人工、物料、运输样样都在涨价。我徐国也不能一直做赔本买卖，不是？你们要涨多少？在现有价格基础上再涨5成。这哪里是做生意，分明是明抢！权贵们渔利也就罢了，可大梁朝廷的国库呢？那些必须采购细盐的官营作坊又该怎么办？除此之外，大梁需割让永安关外的4座城池——平城、定城、安城、宁城，作为两国长久贸易的城市。荒谬！我大梁立国300余年，从未割让过1寸土地，尔等小国也敢觊觎天朝疆土？薛大人言重了，我徐国不过是想要几座城池，方便起运盐货，又不是不还。再说了，大梁如果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这盐路，我徐国也不敢保证了。毕竟我徐国小国寡民，自己那点盐自己吃也是够的。大梁现在没有跟勋国翻脸的资本，真要撕破脸，勋国只需切断盐路1年，大梁自己就得从内部乱起来。人不吃盐不行，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国君呢还说，如果大梁方便的话，绫罗绸缎、茶叶瓷器也各备一些，算是添头。数量不多，单子在这里，陛下看看。请大梁供应80万斤土豆，运至边境即可。当然，除了这些，还有我西国国君听闻大梁最近得了一种叫土豆的新农作物，我西国愿以诚意换土豆，请大梁供应80万斤土豆，运至边境即可。以诚意换土豆，以诚意换土豆，说白了就是要白送。还想要80万斤土豆，还不给钱？陛下，诸位大人，其实也没什么好为难的。4座城池换大梁3万万百姓的盐路通通，这笔买卖不亏。至于土豆，那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素国不过是仰慕大梁风物，想尝个鲜罢。那些贵族吃了几十年细盐，让他们回头吃粗盐比杀了他们还难受。盐路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沈凌霄倒是能打仗，可朝廷不给他兵马粮草，他敢出兵吗？我王说了，大梁与我虚国世代交好，这些条件不过是两国加深友谊的小小诚意，还望陛下与娘娘明鉴。娘娘，但我不信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再厉害的女人，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也得低头。虚国手里攥着大梁的盐路，攥着千万百姓的命脉，
这就是最大的筹码，谁也翻不了天。涨5成，这也太狠了吧！去年已经涨了3成，今年又涨5成，明年是不是还要涨？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割让4座城池，这如何使得？那可是大梁的国土，一寸都不能让。可若不答应，他们断了盐路怎么办？一旦断盐，后果不堪设想啊！四处边陲小城而已，又不在我的地盘上，割了便割了。只要盐路不断，什么都好商量。若趁机再多囤些盐，等盐价再涨，岂不是又能大赚一笔？这简直是天赐的商机呀！这所提条件虽苛刻，然大梁眼前别无选择，盐乃民生之本，断不得。苏国虽小，却握有系盐之力，我大梁若与其交恶，得不偿失。我们还是先答应使者的条件，先稳住盐路，再从长计议。绝不可答应！安远侯所谓的从长计议，是计议多久？1年、2年，还是10年？等我们把4座城池割让出去，等我们把80万斤土豆白送给人家，等我们把100万两白银的绫罗绸缎拱手奉上，徐国的胃口就会满足了吗？下一次他们会不会要8座城池？会不会要200万斤土豆？会不会要整个江南的茶税？更何况，这样的条件我大梁都能答应了，我大梁颜面何存？我大梁的脊梁骨还在不在？陆大人、崔大人说的轻巧，可曾想过，若不答应，苏国断了盐路，大梁上下千万百姓无盐可吃，那才是真正的后患无穷。安远侯，我大梁并非无盐，自产的粗盐虽然品质不佳，但总归能。粗盐，顾大人，你吃得了粗盐？朝堂上的诸位大人吃得了吗？宫中的陛下和娘娘吃得了吗？再说了，粗盐的产量本就有限，根本不足以供应全国。一旦巡国断盐，不出1年，整个大梁的盐市就要崩盘。到时候别说世家大族，就是寻常百姓也要遭殃，尤其是军队。士兵们没有盐吃，哪来的力气打仗？哪来的力气保家卫国？安远侯说的没错，粗盐产量有限，品质又差，根本撑不起整个大梁的需求。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徐国把制盐的技术看得比命还重要，泄露秘密，全家抄斩。几10年来，大梁派出去的细作、收买的工匠，没一个人拿到完整的技术。到时候老百姓吃不起盐，军队用不起盐，会是什么后果？一旦徐国断盐，市面上盐价必然疯涨，世家权贵们囤积居稀，盐价翻个几倍、10几倍都不是不可能。割让城池，赔付财物，白送土豆，这样的条件若是答应了，大梁就真的成了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今天是徐国，明天呢？后天呢？周边的其他国家看到大梁如此软弱，还不一拥而上，分而食之。大梁若是连孙国这样的胆小国都对付不了，还怎么对付那些如狼似虎的强敌？每一次暂且低头，换来的只会是下一次更狠的敲骨吸髓。今天退1步，明天就得退100步，退到最后无路可退。陛下、娘娘，老臣并非贪生怕死、卖国求荣之人。老臣为官40年，历经3朝，从未做过有辱国体之事。但隋国强而我大梁弱，不如暂且低头，待我大梁国力恢复、技术突破，再图雪耻。朕说这些话，每一句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大梁的江山社稷。安远侯说的情真意切，可所有人都清楚，他这暂且低头，怕是要低一辈子。因为大梁的国力短时间不会恢复，技术不会突破，徐国也不会给大梁喘息的机会。让步，换来的只会是杀鸡取卵。今天退1步，明天就得退100步、1000步，这样下会无路可退。好，你们说不能答应，那你们倒是拿出个办法来呀！你们能让徐国不涨盐价吗？你们能让大梁不缺盐吗？你们能吗？说来说去都是空话。
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顾大人，本侯知道你心中不忿，本侯心中又何尝好受？本侯也是大梁的臣子，本侯的祖坟都在大梁，本侯难道愿意看着大梁受辱？可如今大梁内忧外患，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割让4座城池固然是痛，可总比全国无盐要强啊！再说了，那4座城池本就是边陲小城，人口不多，割让出去也无伤大雅。无伤大雅，那是大梁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安远侯，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边陲小城就不是大梁的国土了，人口不多就可以随便割让了。今天割4座城，明天割8座城，割到最后，大梁还剩什么？大梁的江山如何保全，本侯比你清楚。你以为本侯愿意割地？你以为本侯心中不痛？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若真有本事，倒是给大梁变出盐来啊！要是能变出盐来，还用在这里跟人吵架？早就把苏国使者打出朝堂了，还用在这里受这份窝囊气？我知道这些人吵来吵去，最后还是会妥协的。掌握核心科技，断你言。陛下、娘娘、诸位大人，我王还在国内等着消息。若是诸位大人实在为难，本使也不强求。只是我王说了，若大梁不愿接受这些条件，那两国的沿路恐怕就要暂时停一停了。至于什么时候恢复，那就要看我王的心情了。使者息怒，使者息怒，此事关系重大，容我朝再商议几日。商议？安远侯，此事有什么好商议的？条件就摆在这里，答应还是不答应，一句话的事儿。哼，你们大梁人就是喜欢拖，拖来拖去，拖到最后还不是要答应？何必浪费大家的时间？陛下娘娘，我王开出的条件已经是最优厚的，割让4座城池，不过是大梁9牛1毛之地，而我续国付出的却是大梁千万百姓赖以生存的盐巴。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大梁划算。割地赔款，白送粮食，这叫划算。本使听闻大梁有一句老话，叫死思勿责，为尊节。如今这天下大事，想必诸位比本手更清楚。大梁若还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该拿出诚意来，否则裴元再厉害也变不出盐来。只要大梁需要盐，就必须答应舒国的条件。娘娘，此事关系重大，还请娘娘早做决定。徐国的条件虽然苛刻，但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老臣以为你徐国不想卖盐了是吧？你徐国不想卖盐了是吧？你敢打我？我是徐国的使者，你竟敢打我！你们大梁是不想要盐了吗？不给盐是吧？不给就不给，搞砸2国盐交易，这不就是妥妥的妖后行为吗？到时候满朝文武那不得恨死。至于大梁会因此吃不起盐，老百姓本来以前就吃不起，交易成不成，他们都吃不起。徐国的盐路断了，真正受损的是那些靠倒卖细盐牟利的世家权贵。我要是把交易搞砸了，世家不得狗急跳墙？等到男主上位接管大局，到时候我这反派任务通关，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已经吩咐了清代，会把那份手稿交给沈凌霄，上面就有细盐提取方法。到时候沈凌霄一定会让天下百姓都能吃上盐的。没错，你们勋国的盐，我们大梁不要。娘娘，娘娘万万不可！这盐……安远侯，本宫说了，不要就是不要。苏国的盐，从今天起，一粒也不许进大梁。裴元平时胡闹就算了，怎么能在这种国家大事上胡闹？新政胡闹也就罢了，那是大梁内部的事，好歹还有个限度。可这是盐啊，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命脉的盐啊！娘娘这么硬气，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替代寻国戏言的办法了？高啊！别人还在第1层，娘娘已经在大气层了。不然娘娘怎么敢这么直接的跟寻国翻脸？女儿又在给自己释放什么暗号？女儿一定是有后手，否则她怎么可能如此硬气的拒绝寻国的条件？她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一定是已经有了解决盐问题的办法。这份视天下如棋局的魄力，我女竟有帝王之姿。娘娘，使者毕竟是外国使节，
若是驱逐外国使节，一个仗着几代盐就敢在我大梁朝堂上耀武扬威的使者，也配称外国使节？朱将军，你带人把他送出永安城，要大摇大摆的送，让全城百姓都看看休国的使者是怎么被赶出大梁的。臣遵旨。好，好，好！大梁皇后，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我徐国的盐从今日起一粒也不会再卖给大梁。我倒要看看，没有盐，你们大梁能撑几天？按照之前的经验，大梁的人很快就会后悔，然后低声下气的把他请回来，答应所有的条件，甚至更多。走啊！你怎么还不走？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我的预想中，这些大臣们应该无奈妥协，然后我带着丰厚成果回国领赏啊！连领赏的草稿我都打好了，我一人舌战群儒，力压大梁群臣。可现实是，我被一叠瓜子壳砸了一脸。你们好大的胆子！我是薛国的使者，你们这样对待外国使节，就不怕引起两国交战吗？皇后娘娘的决定，臣全力支持。虚国欺人太甚，这样的条件，我大梁若是答应了，那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兆。大梁300年的基业，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裴崇只是裴远的亲爹，也是大梁的丞相，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至关重要。现在他这么硬气的支持裴远，难道说裴远真的有后手？皇后不会拿整个大梁的名声开玩笑。臣附议，徐国昨天谢世，若是一味退让，后患无穷，大梁的尊严一分不能丢，绝不能答应徐国的条件。臣附议，臣也附议。徐国弹丸之地，竟敢如此嚣张！此事不必在意，肃国的盐不要了，把肃国使者给本宫轰出去。我是薛国的使者，你们这样对待外国使节，就不怕引起两国交战吗？使者大人，您刚才不是说要断盐吗？既然盐都断了，交不作战呢，还重要？要不了1个月，大梁一定会回头来求我们，到时候可就不是这样的条件了。不削了大梁一层皮，别想拿到我们国家的盐。娘娘，您怎么能？您这是要把大梁往绝路上逼呀！是啊，娘娘，苏国的盐占了我大梁2/3的供给，您这一句，大梁千万百姓吃什么盐？娘娘啊，您这是要亡国啊！徐国断盐，大梁千万百姓将无盐可食，您怎么能这么冲动啊？娘娘年轻气盛，不知轻重，可这等国家大事岂能儿戏？如今把使者得罪了，徐国若是真的断了盐路，后果不堪设想啊！女人懂什么设计？好好在后宫绣花不行吗？新政就已经够折腾了，现在连盐路都给断了，这不是胡闹是什么？娘娘，老臣斗胆问一句，娘娘今日拒了徐国使者，可有应对之策？大梁2/3的细盐仰仗徐国，娘娘断了这条路，打算用什么来填补？总不能让大家都不吃盐吧？娘娘能在这种时候站出来拒绝巡国的各个条件，这份胆魄不是谁都有的。可娘娘这么硬气，是真有后手，还是单纯的意气用事？若只是意气用事，那大梁就真的完了。娘娘是否已有应对虚国断盐之策？若娘娘已有良策，臣愿为娘娘奔走效劳；若娘娘尚无良策，本宫做什么还需要向你交代？听说了吗？皇后娘娘把徐国那个使者给打了，直接拿碟子砸脸。那种人该打。你是不知道荀国提了什么条件，割4座城，还要80万斤土豆，还要无数绫罗绸缎，这不是欺负人吗？可不就是欺负人吗？仗着自己有盐，就骑到咱们头上来了。皇后娘娘打得好，这种人就该打。一旦皇后娘娘真答应了徐国的条件，到时候这绫罗绸缎，这80万斤的土豆，不都是从咱们老百姓的头上出吗？可是徐国不给盐了，咱们以后吃啥？吃啥？吃粗盐呗。咱们一直吃的不就是粗盐吗？说的也是，反正咱们以前也吃不起，断了就断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胡闹，简直是胡闹！她一个女人懂什么国家大事？申国的盐是大梁的命脉，她一句话就给断了，这不是把大梁往火坑里推吗？裴丞相，这事儿您得管管啊！你女儿这次做的太过分了。徐国的盐路是我们世家几10年的根基，她说断就断，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是啊，裴大人，
我们不是不支持皇后，但这件事官无国本，不能由着性子来。徐国提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可以谈嘛，何必直接翻脸？现在好了，盐路断了，徐国那边气得不行，说什么都不肯再供盐了。裴丞相，你说怎么办？裴丞相，你倒是说句话呀！能怎么办？凉拌呗。皇后在朝堂上打了休国使者，我们就不说什么了。年轻人气盛，可以理解。但他把使者赶出京城，还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以诸位之见，该如何处置？自然是让皇后向徐国赔礼道歉，重新恢复盐路。徐国提出的条件，能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也可以再谈。总之，盐路不能断，这是底线。裴丞相，我们也不是要为难皇后，但说句不好听的，女人懂什么设计，非要插手国家大事，这不是添乱吗？裴丞相，你是皇后的父亲，你说的话她总该听吧？诸位，皇后所做的一切自有深意，我们且等几日，我相信娘娘定能解决。阻止新政改革，等新政改革停止了，再让裴渊跟徐国低头，恢复盐路也不迟。皇后娘娘，臣有本奏，臣要弹劾谢云州、董肥期、燕务商、霍雍等人，借新政之名行苛政之实，残害勋贵，掠夺民财，罪不可恕。臣府中300亩良田被他们以清简之名强行充公，那些田地是臣祖上世代传下来的，是太祖御赐的，他们凭什么抢走？如今被他们夺了去，臣不服。臣要请皇后娘娘为臣做主。臣也要弹劾。陈家在青州的5000亩良田全被谢云州的人清眼了去，说是要分给百姓，可那些田地本就是陈家的，凭什么分给别人？臣的儿子本可凭门谕入仕，这是高祖皇帝当年许给我们家的，如今却被新政剥夺资格，说什么唯才是举，这不是断我世家根基吗？谢云州结党营私，妄图把控朝政，皇后娘娘若再纵容，大梁必亡啊！他们也好意思说什么太祖御赐的，说什么自己是受害者。太祖赐他们1分地，他们自己扩到了10分，如今倒成老百姓抢他们地了。但给百姓做主是男主的事，我是妖后。如今世家勋贵联合奸相打压能臣，朝政大乱，民心尽失，机会来了。现在公开偏袒世家勋贵，严惩谢云州等能臣，就能彻底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那些田地本就是你们强占百姓的，我们不过是物归原主，你们有什么脸面在这里喊冤？放肆！老夫世代忠良，岂容你这黄口小儿污蔑？世代忠良，你们安远侯府当年抢占民田的事，要不要我一件件给你列出来？够了！本宫面前吵吵闹闹，成何体统？皇后娘娘，臣等行得正，坐得直，新政每一件事都经得起查证。若娘娘不信，可派人彻查，臣绝无半句怨言。哼，查什么查？你们的人到处安插亲信，查来查去还不是你们说了算？好了，谢大人，本宫问你，安远侯所说可是事实？回娘娘，安远侯所言句句不实，臣等清凉田亩皆有据可查，绝无。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世家联名控诉？难道这些世家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整事？火候差不多了，谢云州、董斐期、燕务商、霍雍，你们可知罪？臣无罪，臣所做一切皆是为百姓为社稷，绝无贪腐结党之举。还敢狡辩？这么多世家勋贵联名控诉，难道还能有假？本宫看你们就是居心叵测，借着新政的名头排除异己，中饱私囊。娘娘，臣对天发誓，绝无私心，若有一字虚言，天打雷劈。发誓？本宫不信这个。将谢云州、董斐期、燕务商、霍湍都给本宫贬到外地去，越远越好。娘娘不可，谢大人等人皆是忠臣，万万不能被贬啊！娘娘，新政初见成效，百姓安居乐业，若严惩谢大人，新政必废，百姓又要受苦了。娘娘，臣愿以性命担保，谢大人等人绝无反心。成了，哭吧，闹吧，越闹越能体现他昏庸残暴，越闹越能让天下人恨他。本宫的决定岂容你们智慧？再敢多言，一律同罪处置。哭吧，闹吧，越闹就越能体现本宫昏庸残暴，越闹越能让天下人恨我。顾清怀革去翰林院编修之职，贬往黔州；崔思远革去御史之职，贬往雷州。还有你们，谁再求情，一并处置。皇后今日铁了心要拿谢云州等人开刀，裴渊到底要干什么？我以为遇到了明主，以为终于可以为天下苍生做点事，可到头来，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这个朝廷已经没救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我想反抗，可我拿什么反抗？我只
是一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除了接受，别无选择。臣退了，这一退，可能就是一辈子。我辛苦布局，引世家发难，本意是给女儿创造一个敲打这些能臣的机会，让他们知道，离开了皇后的支持，他们什么都不是，恩威并施，方能收为己用。可我万万没想到，女儿竟然直接把人全贬了，而且贬得这么彻底，这是不是有点过了？这些人可都是难得的干才呀，全给干废了，怎么玩？妙啊！先把谢云洲等人贬谪，平息怒火，再暗中把人弄回来，这是极高明的欲擒故纵，明贬暗保，日后调回，既管了世家，又收了死忠，这简直是一石三鸟。只要我想得够深，我女就是千古一帝。中宋探，这丫头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呀！皇后娘娘，臣有话说。男主终于出场了。放肆！本宫的决定岂容你们智慧？臣不敢违抗娘娘旨意，但谢大人、董大人都是朝廷柱石，若只因世家哭诉便将他们贬官，臣恐天下不服。臣恳请娘娘三思而后行。对，就是这个节奏，不畏强权，仗义直言，完美。不过既然你跳出来了，那我就成全你，让你的忠义之名传遍天下。沈凌霄，你仗着有些军功，便敢在金殿之上顶撞本宫，是觉得本宫的剑斩不得你吗？臣不敢。本宫看你什么都敢！沈凌霄，你与谢云洲等人过从甚密，结为朋党，本宫早有所闻。今日你既然跳出来，那便一起吧。来人，褫夺沈凌霄一切军职，贬至北疆管仓库，即刻启程，不得延误。威震边陲的大将军，竟被贬去管仓库，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臣领旨谢恩。完美，昏庸妖后残害忠良的形象，这下彻底立住了。男主沈凌霄也被我亲手送到了外面，还附赠了一整套顶级班子。接下来就该是男主在外积蓄力量，收拢人心，然后举名一旗，杀回京城，把我这个妖后送上断头台了吧？我简直迫不及待了。白猿，怎么连沈凌霄都变？妙啊！太妙了！北疆是沈凌霄的老巢，他在那里一手遮天。女儿把他贬回北疆，名义上是流放，实际上是让他回去整合军队，积蓄力量。这哪里是惩罚，分明是在给沈凌云机会。诸位，人本宫已经贬了，现在你们满意了吧？这女人终究是怕了，她怕我们世家联合起来，她的位子就坐不稳。说的是，既然她怕了，那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被新政刮去的可不止一点半点，如今裴相撑腰，皇后服软，正是要连本带利还回来的时候。对，不仅要让他把田产、阴补名额都还回来，还得让朝廷赔偿我们这半年来的损失，否则我们就赖在京城不走了，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皇后娘娘圣明，为我等世家做主，臣等感激涕零。只是臣等被夺走的田产、商铺、盐引，还望娘娘下旨归还。是啊，娘娘，那些是臣等祖传的家业，如今被谢云洲等人夺了去，臣等一家老小都没了生计，还望娘娘为臣等做主，物归原主。娘娘，臣的要求也不高，就是把属于臣等的东西还回来，再把新政废掉，一切恢复旧制就好。对对对，恢复旧制，大梁100余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怎么到了谢云洲手里就成了苛政了？简直是胡闹！娘娘，臣等在清亮中被没收的财产总计价值100万两，还望娘娘。好家伙，这帮好家伙居然想要用它来平他们那些烂账啊！平烂账就算了，开口就是100万两、2万两的，真是把他当小日子整啊！你们都想要回那些东西？是，还望娘娘恩准。皇后连新正派都贬了，难道还会为那3瓜2枣的跟他们翻脸？进了本宫口袋里的东西，还想让本宫吐出来？本宫今天把话撂在这儿，那些田产、商铺、盐引，你们一根毛都别想要回去。
不仅现在要不回去，以后也别想，这辈子都别想。什么？娘娘，您不能这样！那些是我们，是你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可有证据？要不要本宫让人将高祖皇帝赐给你们的田地记录找出来看看？那是臣等家族自己产业打理的好，挣来的。本宫为了大梁朝夙兴夜寐，如今要你们点东西，你们就跟本宫算得一清二楚。你们什么意思？可意味啊！不是，这女人怎么这么胡搅蛮缠？服了，有理说不清，真的会谢。娘娘，您不能不讲道理，将臣子的私产据为己有，传出去，天下人也必定会非议您。道理？本宫这里缺货好吧？讲道理不存在的。本宫要是讲道理的人，昨日能把虚国使者赶走，今天能一天之内贬了20个大臣。规矩道理限制不了本宫。我是妖后，我讲什么道理呀？我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平等创飞在场每一个人。世家怎么了？主打一个专治世家不服，就是要惹你世家。你们给本宫搞清楚，本宫今天为你们做主，把最心爱的能臣全都贬了。你们现在还跟本宫得寸进尺，要东要西的，怎么想造反吗？给你们台阶不下，非要比本宫先捉是吧？不是，人是你自己发疯贬的，自己闯祸，现在锅全算我们头上，转头还要我们付出代价。凭什么？合着只有我们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娘娘，你若是不愿意将臣的东西物归原主，那臣就不回封地了。臣也不回了。不回家了，就赖在京城，天下世家会怎么想？裴渊承受得住天下世家的质问和谴责吗？一个黄毛丫头还想要拿捏他们世家，不走？你们真不走了？是，朝廷不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便在京中住下了。哦，是吗？传旨皇城兵马司，从今日起，所有在京逗留的世家家主及其随从，一律安置在四方馆，严加看管。没有本宫的手令，任何人不得离开京城半步。若跑了一个，兵马司指挥使，你提头来见。不要啊！裴元是疯了吗？我们只是告状，他还真敢把我们关起来。完了完了，彻底翻车！他这是要跟天下世家为敌吗？你们最好不要乱跑哦。这下老实了，看你们还敢要挟我！不然到时候本宫心情不好，将你们以反贼论处，抄家灭族，那就不好喽。不是抄家灭族，怎么突然扯到抄家去了？陆儿，我们可是世家，裴元这也敢抄吗？跟我玩套路，你们还嫩了点儿。皇后娘娘，臣奉劝你最好不要胡搅蛮缠。我世家100年积累，也不是吃素的。老夫今天就是要走。我倒要看看，你敢把老夫怎么样？心脏砰砰直跳，不敢喘气。所有人都想知道，我到底敢不敢动永宁后。没有本宫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京城。你若再往前走一步，休怪本宫不客气。不客气？你想怎么不客气？杀了老夫？老夫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没有人敢跟老夫说这种话。装货！你一个黄毛丫头也配？本宫说了，没有本宫的允许，谁敢离开京城一步，杀无赦。还有谁想走？皇后竟真杀了永宁侯，那可是100年世之家主。他怎么敢？他不怕和天下世家为敌吗？不怕激起民变吗？人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怕，不在乎名声，
不在乎规矩，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只在乎他想在乎的。这样的疯子才是最可怕的。皇城兵马司的人听着，给本宫看好这些人。要是跑了一个，你们全族的脑袋都给本宫等着。是。他今天能杀永宁侯，明天就能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什么太叔太君，什么百年世家，在这疯女人眼里都不如手里那柄剑好使。害怕就对了，赶紧把你们的家当都拿出去，支持男主这个明主上位吧。女儿这确实有点狠了，敲打归敲打，直接连世家家主都杀，这仇就结大了。以后如何收场？女儿做事向来步步为营，必有深意。她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彻底震慑世家，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乱局中不敢轻举妄动。也许是为了给那些被贬的能臣一个交代，表明他与世家并非一路。女儿的手腕已经不是他能轻易揣摩的了，静观其变吧。这下真跑不掉了。皇后懿旨，众家主每日照常上朝。每天让我们上朝干什么？他还打算一天杀一个吗？皇后娘娘杀了永宁侯！皇后娘娘杀了永宁侯！是说了吧？皇后娘娘在大街上语妖后，简直是妖后！永宁侯乃开国功臣之后，他怎敢下此毒手？这是要与天下世家为敌呀！联合起来，必须联合起来，给这个妖后一个教训！裴元手里有兵啊！历代大梁君主抑制世家兵权的谕旨，与前朝动辄拥兵数万的豪门不同，大梁世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空荡兵库。世家的力量全在土地，垄断的知识与姻亲政治影响力，皇权真正撕破脸，用最野蛮、最血腥的方式碾压过来时，世家赖以生存的那套规则瞬间崩塌。裴后残害忠良，滥杀无辜，天人共愤！我等世家当联合起来，共讨妖后！对，联合，必须联合！万一去了回不来怎么办？那女的可是个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老家主生死未卜，家族总不能群龙无首吧？以前有家主在，大家都不敢动，可现在他回不来了。边上位的家主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巴不得裴元再疯一点，直接把京城那些老家伙全杀了，这样我们的位子才算真正坐稳。再也不用担心哪天老头子突然回来。一封封贬官诏书，20多位官员的名字四气被划下红印，数位被关押四方馆的家主，这场足以撼动朝野的世家之乱，终于落下帷幕。清代，奴婢在。那些手稿都收好了吗？收好了，娘娘。把那些纸拿远点儿，不许给丞相看，知道了没有？可千万不能像上次科举舞弊那样，落入了裴崇训手里。那个脑补帝看到了这些手稿，不知道又会脑补出什么来。是，奴婢明白了。娘娘为什么在这时候让自己把手稿拿出去？娘娘现在越发深不可测了，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深意。清代，你在娘娘身边伺候，要多长几个心眼。娘娘做事往往大有深意，你看着觉得莫名其妙的事，背后可能牵扯着天大的布局。所以，
不要什么事都等着娘娘吩咐，要学会揣摩娘娘的心思，要知道娘娘真正想做的是什么，然后提前把事情办好。只要你机灵，会察言观色，日后这条路啊，只会越走越宽呐。死脑子快转啊！相爷这也太高深了吧！但现在我突然明白了，娘娘把手膏交给我，说拿远点儿，不许给丞相看。表面上是在提防相爷，实际上是让我把这些手稿送给谢云州他们。对，一定是这样。娘娘昨天在朝堂上贬了谢大人他们，别人都以为娘娘是昏庸，可我知道娘娘绝对不是那种人。懂了，高端局，谢大人他们可是娘娘费尽心思请回来的能臣，娘娘怎么可能真的贬他们？所谓的贬谪，一定是明贬暗升。娘娘是借着世家的压力，把谢大人他们派到各地去，让他们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而这些手稿就是娘娘交给他们的任务指南。娘娘刚才特意问起手稿，又说不许给丞相看，分明是在提醒我该去送手稿了。而且娘娘之前确实说过，让我以后把这些手稿给沈将军他们。以后是什么时候？从娘娘说完那句话开始，所有时间都是以后。现在不正是以后吗？嘿嘿，我真聪明，嘻嘻。我要去追谢大人他们。现在追还来得及，奔跑吧，青小蛋！诸位，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但愿他日重逢，你我都不负今日之志。谢大人，今日之志，今日还有什么志？我们都被贬了，连大将军都被发配去看仓库了，这朝廷还有什么指望？慎言，隔墙有耳。怕什么？我已经被贬了，就当跟之前昆羽、田园一般了。这京城，我是再也不会来了。我不明白，皇后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行新政。那样的皇后，怎么可能突然变得如此昏庸？难道真如谢云州所说，皇权终究抵不过世家的压力？难道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希望，就这样付之东流了？谢大人，沈将军，诸位大人等一等。清代姑娘，可是娘娘有什么吩咐？这是娘娘让我交给你们的。这定然是娘娘给我的。这是500斤。大梁现在的棉花亩产是多少？最好的地，最精心的伺候，也不过6、70斤。500斤，那是整整翻了7、8倍。不出3年，大梁百姓便再无冻死之日。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皇后把我贬去北疆，根本不是惩罚，而是委以重任。她早就算好了一切。皇后她早就准备好了高产棉花种子，早就写好了种植方法，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我派往北疆去执行这个任务。而所谓的世家告状、朝堂震怒、贬谪忠良，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戏码。娘娘太难了，只有这样才能瞒过世家的耳目，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让我去北疆种棉花。娘娘为了天下百姓，就费了这么多心思。她一个人扛着妖后的骂名，被天下人唾骂，被忠臣误解，被世家嘲笑，可她依然咬着牙，一步一步推行她的计划。这样的皇后哪里是妖后，分明是圣人！我竟然还怀疑她，我真不是人啊！又是我从没见过的作物。红薯和玉米都是高产粮食，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旱耐贫瘠，最差的皇帝也能种。红薯亩产2、3千斤，玉米亩产400、500斤，2、3千斤，这是和土豆一样高产的粮食啊！4季稻，1年可种2季甚至3季，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种子皆在庄子上仓库，可自取。若这几种作物能在民间推广种植，大梁百姓再无饥荒之忧。
我想起昨日自己心中的怨怼，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娘娘是什么人？是能拿出土豆，拿出无数利国利民之策的圣人。我怎么能怀疑娘娘？按这方法，竟能炼出比铁更坚硬的东西。钢铁乃国家之筋骨，有了好钢，可造更好的农具，更好的兵器，更好的船只。知识不在少数人手中，而在天下人心中。用这种方法，印刷效率可以提高几10倍，成本可以降低到原来的1/10。有了便宜的书籍，更多寒门子弟能读书识字，女子也能读书识字，世家的知识斗断将不攻自破。煤炭可烧火取暖，可炼铁当钢。若能推广蜂窝煤，百姓冬日再无冻艾之忧，亦能减少板伐树木，保护水土。如果这提纯骚法能推广开来，如果那些盐矿能顺利开采，那百姓就能吃上便宜的好盐，世家的盐铁垄断将不攻自破。原来娘娘是让我去搞盐，难怪娘娘在虚国使者面前那样硬气。有了盐，大梁就不会再受虚国掣肘了。所谓的贬臣，所谓的流放，不过是一场娘娘精心策划的大戏，而娘娘自己则留在京城和世家周旋，忍受天下人的咒骂，为我们争取时间和空间。娘娘，你没有让臣失望啊！我怎么能怀疑娘娘？我有什么资格怀疑娘娘？谢大人，别这样。娘娘用心良苦，我们要做的不是在这里自责，而是完成娘娘交代的任务，让娘娘的苦心没有白费。对，我们要让那些世家看看，娘娘不是他们能算计的，大梁的天塌不了。各位大人，我们再次分别，各自出发吧。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重新聚首，到那时候，大梁一定已经变了模样。说得好！娘娘在京城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若连这点任务都完不成，有何面目再见娘娘？清代姑娘，清代姑娘，烦请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臣沈凌霄此行定不负娘娘所托。1年之内，臣要让北疆的每一片土地都种上棉花；3年之内，臣要让大梁的每一个百姓都能穿上棉衣。娘娘保重，臣去了。娘娘，外面的情况……什么皇后娘娘，根本就是妖后，听信奸相，残害忠良，为了新政。谢大人他们多好的官啊，为我们百姓做主，结果被贬去边疆，这日子没法过了，还不如回到以前。这世道，好人没好报啊！百姓以骂遍街头巷尾，对，就是这样，骂我，恨我。
传本宫旨意，从即日起加征30%赋税，以充国库。加征赋税，还让不让人活了？妖后，真是妖后！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这样的妖后为什么不收了她？皇后娘娘，求您收回成命，召回谢大人，调回沈将军等人，重启新政，以安民心啊！民间百姓已开始暴动，世家家丁镇压，死伤无数，再这样下去，大梁就要亡了！哎呀，老爷子对不住！暴动，敢反抗朝廷，直接派兵镇压，嘎一警百，看谁还敢闹事！娘娘，您怎能如此冷血？那些都是您的子民啊！谢大人他们为百姓呕心沥血，您却将他们贬臣。如今百姓受难，您竟还要乱嘎，这对娘娘太失望了。来了，忠臣弃官，民心尽失，男主上位的时机到了。皇后娘娘，民间百姓暴动，世家与百姓冲突加剧，再不下令安抚，必成大乱。乱就乱，跟本宫有什么关系？娘娘，您是大梁皇后，怎能说出这种话？世家是本宫的人，百姓敢反抗就是反抗本宫，杀了又如何？你要是没事就退下吧，本宫还要休息。看来皇后已经彻底昏愚，根本不会管百姓死活。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臣得罪了。传我命令，立刻前往各地镇压世家骄丁，安抚百姓，恢复新政细则。谁敢阻挠，格杀勿论。另外，派人快马加鞭前往北疆，请沈将军回京主持大局。你敢违抗本宫旨意，私自调兵，你是想造反吗？臣不是造反，臣是为了大梁社稷，为了天下百姓。若娘娘要治罪，臣甘愿领死，但新政必须重启，百姓必须安抚。完美！男主的头号大将公然抗旨，起兵维稳，造反实锤，就等他收拢民心，整合势力，一举推翻大梁，我就能功成身退了。谢云州做事讲究规矩法度，遇到阻力就讲道理，颁律法，用制度去压。朱木说干就干，丝毫不含糊。他本就是武将出身，行事风格跟谢云州那种文官截然不同。管你什么世家，管你什么背景，你敢跟新政对着干，直接先拿你开刀。不交税的抄家，阻挠清廉的下狱，勾结官吏西扒百姓的通通嘎掉。简单粗暴，雷厉风行。谢云州的新政细则被他重新翻出来，一条一条的恢复执行。怎么会？去拉拢那些被贬的官员，趁他们落魄时伸出援手。毕竟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趁他们落魄时拉一把，还怕他们不感激涕零？等将来时机成熟，再推举一个明主出来，让他对咱们感恩戴德，世家就能千秋万代的享福了。朱木强征世家家丁，大人称病，闭门谢客。怎么回事？在咱们眼里，裴崇信一直是世家这边在朝廷的人啊。娘娘，朱木带兵煽动世家精丁，暴力横行，求娘娘做主。朱木是武将，本宫管不了他。你们要是有本事，自己去对付他。不是，这事不是你搞出来的吗？朱木为什么敢对世家下手？不是因为你先开创了大梁朝杀世家家主的先河吗？不然朱木哪里来的胆子？裴元把谢云州等人贬了，看似是帮了咱们。谢云州等人一走，他转头就加征赋税，乱搞一套，民心一乱，百姓一暴动，朱木这个沈凌霄的旧部就站出来了。这他妈怎么感觉像是被下套了？世家不仅没捞到好处，处境反而比之前更糟了。男主在外面收拢人心，本宫在京城也不能懈怠，必须把妖后这个角色演到极致，把人心彻底推向对立面。本宫要搞个大的，着皇城兵马司于京城内外征召民女1000人入宫服役，限期3日，不得有误。官兵持指挨户搜人，不问背景，不查家庭，只要是年轻女子，看到了直接带走。妈，妖
要强征女子入宫。皇后这是要干什么？宫里用得着这么多人伺候吗？你们懂什么？那些女子进宫哪里是伺候人的，分明是另有用途。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4岁呀，她弟弟才3岁，离不了姐姐呀！你们凭什么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女儿又没犯法，那凭什么把她抓走？王法？呵呵，皇后娘娘的话就是王法，有意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别让我们为难。不得好死的妖后，你会有报应的，老天爷不会放过你的。那些女子进宫是给她试药的，你们没听说吗？皇后在练什么邪功，要用年轻女子的血来永葆青春。我有个亲戚在宫里当差，亲眼看见的，那些女子被抽干了血，死得可惨了。那些女子进了宫就别想出来了。从今天起，你们就在这里给本宫干活。看到这些机器了吗？你们要学会用它织布，没日没夜的织。本宫什么时候高兴了，什么时候放你们出去。谁要是偷懒或者学不会，本宫就把他扔进烈庭狱。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们？我们也是良家女子，有父母兄弟。外面都说你是贤后是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的子民？生怕娘娘知道，我汇报的那些民怨，都是我为了哄娘娘开心编造的。大胆刁民！皇后娘娘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许拍马屁。我们娘娘不吃这一套。哦，原来是想拍我马屁，让我放了他。哼，我最不吃这一套。这是什么？纺纱机，可是比咱们家里的纺车复杂多了。你们看这个梭子怎么会自己飞？太快了！这台织布机也太厉害了，一个人能顶10个人。如果咱们家家户户都能有一台这样的纺织机，那该多好啊！娘娘，是我误会您了，我该死，我一定要努力学会，不辜负娘娘的一片苦心。纺织的效率提升了，布的产量就高了，价格就降了，人人都能穿得起好衣服。会操作新式纺织机的人，就有了旁人没有的手艺，有了手艺就能养活自己，就能在婆家挺直腰杆，就能让儿女吃饱穿暖。对咱们平民女子来说，一门手艺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皇后娘娘哪里是把咱们抓来奴役的，分明是要教咱们学会这门手艺。女子在这世道生存本就艰难，可若有一门手艺傍身，那就不一样了。无论在娘家，在婆家，还是自己一个人过，日子都能好过许多。可娘娘为什么不明说呢？为什么要用强征这种方式呢？若明说是教手艺，那些世家大族怎会允许普通百姓掌握这些技艺？他们靠垄断纺织业获利，会百般阻挠，会以不伤风化扰乱市场上书打压。这些技术一旦流落民间，他们的垄断就会被打破，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娘娘只能强征威吓、打骂，把一件好事包装成一件恶行，好让所有人都以为她在作恶，以为她在残害百姓。可实际上，她做的是天大的好事，把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技术硬塞到咱们女子手里。姐姐，皇后娘娘是好人，对不对？对，娘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总觉得他们的怨气还不够深，得再变本加厉的折腾折腾。这些机器融合了这个时代不该有的技术，效率远超这个时代的任何纺织工具。本宫要让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工坊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做不出来就打。当然不能真把他们虐坏了，主要是吓一吓，好让天下人都知道本宫是个狠毒残忍的妖后。崇敬、感激、爱戴，不，肯定是把恨意藏起来了。毕竟本宫是皇后，他们不敢当面表现出来。对，一定是这样，得加大力度把他们的怨气逼出来。我一定学会这门手艺。怎么打肿了手都不哭，装好了机器还笑？把这上面的参数和原理一字不差给我背熟。这个字怎么念？缩口角度，经线张力。娘娘，这哪里是惩罚？这分明是逼咱们尽快掌握这门改变命运的神技。娘娘是怕咱们偷懒，怕咱们学不精啊。娘娘哪里是坏人，她分明是活菩萨。我娘要是会这个，就不会为了养活我，
把她自己卖掉了。宫里好吃好喝，供着咱们交手艺，咱们可不能辜负了娘娘的一片苦心。以为他们是被逼着织锦，却不知他们学的有多如饥似渴。哪有这么频繁强征宫女的？而且只征年轻女子啊！皇后到底要干什么？难道真如传闻那样，皇后在用女子的血来洗澡？这些字天书一样，本宫简直丧心病狂，但为了剧情忍了。别说他们不认识，本宫都不认识，只有那些学医的能看懂。唉，字都不认识就让人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给一群民女讲解医术，简直是对我等专业的侮辱。这是失传的拥壁方中的残篇，不，比残篇更全。这个处理箭伤后感染的方子，闻所未闻，但用药之精妙，思路之奇诡，简直是天人之作。妇人难产10方，这里面记载的手法，竟然可以用这种法子应对横生倒产。我等太狭隘了，太狭隘了！皇后娘娘哪里是在折腾咱们，这分明是要借咱们之口，将这些足以活人无数的神迹传到民间去啊！是啊，民间女子生病多羞于求医，尤其是妇人之症，多少女子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到没命。皇后娘娘心中装的是天下苍生啊！若早20年看到这些医书，我能多救多少人呢？我背下的每一个字，学会的每一个手法，将来都可能救下一条命，一条活生生的命。都拿到两市去卖，价钱定低些。记住，一定要在两市大喊：“这是皇后娘娘拿出来卖了。”这是皇后娘娘拿出来卖的。皇后娘娘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怎么可能拿来两市低价售卖？虽只是普通料子，可这价钱对咱老百姓来说也真是低了。快给我扯3尺，不5尺！我要这匹蓝底白花的！别挤，别挤，我先来的！你们说，皇后娘娘这是故意的吧？那么好的料子，要不是故意染花了，哪能轮得到咱们？可不是嘛！那些干干净净的上等货，早就被大户人家高价收走了。娘娘这是心疼咱们老百姓，才想出这么个法子，把好料子做旧了，便宜卖给咱们。我就说嘛，外头那些传皇后娘娘坏话的，肯定都是造谣。娘娘心里头装着咱们呢，哪像他们说的那样？嘘，心里知道就行，别到处说。娘娘这份苦心，咱们记着便是。我就是要让百姓知道，我故意把这些劣质品卖给他们，对他们不好。摸得差不多了，将这批女子赶出宫去。这些女子受了这么大罪，出去后肯定要到处宣扬我的恶行，我这妖后之名就能在民间更深入人心啦。娘娘，求您让奴婢再留一段时间吧。娘娘，遗书的后半部分奴婢还没背熟，求娘娘开恩。他们果然是想报复我，赖着不走就是为了找机会杀我。门都没有，强行赶走。你们懂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污蔑皇后娘娘？哟，这不是被强征进宫的小娘子吗？怎么被折磨傻了，还替那妖后说话？折磨？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娘娘教我们织的布。娘娘把我们召进宫，是怕我们不愿意去学手艺，才故意说是强征。她教我们纺纱织布，教我们医术救人。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就在外面造谣抹黑娘娘。娘娘为了我们，甘愿背上妖后的骂名。她为了天下女子，不惜被你们这些无知之人唾骂。我们要是还不知道感恩，那还是人吗？我哪里知道真相是这样？我也是听旁人说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自己的使命。皇后娘娘教给我们的本事，
不是让我们学会就可以了，而是让天底下的女子都能有这样一门技艺傍身。我们回到家乡以后，一定要教会更多的姐妹，不要让娘娘的苦心白费了。好。秀娘，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东西？这简直是巧夺天工。这是我进宫后皇后娘娘教给我的。皇后娘娘真是个好人啊！天哪，这么快！这一台机器顶咱们10台纺车，而且纺出来的纱又细又匀，比咱们手摇的强太多了。秀娘，这机器是谁造的？太神了！织纺西造，娘娘不是妖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她为了我们这些女子能有一门手艺傍身，背了多大的骂名啊！皇后娘娘真是用心良苦啊！娘娘这是用自己的名声换咱们女子的活路啊！所以，娘娘交代的事，我一定要做到。她让我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天底下更多的女子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我一定会做到。有了这些医术，孩子们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恩人呢？你是我全家的恩人呢。不，你的恩人不是我，是皇后娘娘，她是全天下女子的恩人。这些在后世再基础不过的处置，在这个时代却足以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那些不好意思说的病，如今有了女大夫，妇人们终于敢开口了。虽只学到基础，很多重病也治不了。对于那些一辈子没出过村的妇女来说，这已是天大的恩惠。皇后娘娘强征女子入宫，原来是为了教她们手艺，可不是嘛？那些女子学会了纺纱织布，回到家乡就能养活一家人，还学会了医术，救了多少人的命啊！就是，我家闺女回来就自己琢磨出了一个纺织机，说是娘娘宫里的，织布又快又好，一个人能顶以前10个。我家儿媳妇学会了给人接生，咱们村张大家的媳妇难产，就是她救回来的。皇后娘娘高义。盐铁之力是世家最核心的利益，也是朝廷管控最严的领域。这是一条最坚固的防线，朝廷轻易不会动。动了盐铁，就是动了朝廷的命脉，动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蛋糕。不用世家出手，那些靠盐铁吃饭的官员商人就会群起而攻之。裴院再疯，也不至于自作坟墓吧。册封裴璋为兵马司统领，统领京城3万兵马司，负责京城防务。让裴璋这个京城第一纨绔担任京畿兵马司统领，统领京城3万兵马司，负责京城防务和治安。这样一来，必定军心涣散，京城大乱。娘娘不可，裴璋不懂军务，若让他统领兵马司，京城防务必出大乱。臣附议，兵马司乃京城屏障，万万不可松懈，还请娘娘收回成命。娘娘此举是拿京城安危当儿戏，反对吧，尽情反对吧！我就是要任人唯亲，就是要拿军国大事当儿戏，就是要让文武百官寒心。本宫意已决，谁敢再反对，斩！妹妹，我不行啊，我根本不会带兵。我说你行你就行，给我上！一直以来，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废物。裴公子，纨绔废物！当面叫我裴公子，背地里叫我纨绔废物。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混吃等死，做个富贵的闲人。可是妹妹不一样，妹妹觉得我很行。好，妹妹你相信哥哥，哥哥也不会让你失望的。每日12个时辰，兵马司必须轮流巡逻，京城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都不能放过。洋洋洒洒好几页全是罚款，从10个铜板到100个铜板不等，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但这还不是最狠的，妹妹，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你也觉得很过分？过分就对了，连裴璋这个纨绔都觉得过分，那一定是很过分了。
你就按照这个执行，绝不允许包庇任何人，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哥了。心里没底，还是去找爹商量商量。爹，你怎么看？你妹妹这是铁了心要整顿京城了。整顿？一个城市，更何况是京城，自然要文明，要干净，要卫生，才能体现出一国之都的气貌。你好好看看现在的京城，满大街都是臭水沟，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百姓连安生日子都过不上。你妹妹这是看不下去了，让你统领兵马司，12个时辰严防死守，杜绝这些乱象。至于兵马司收保护费，这也很合理，收的也不高，商户出得起，总比被那些地痞流氓3天2头来刮一层强吧。今天来一伙地痞，明天来一伙流氓，百姓还怎么做生意？你妹妹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你，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要好好干，别辜负了她对你的信任。可是爹，我真的行吗？你妹妹说你行，你就行。老百姓在如此高压统治之下，定然会对我恨之入骨。既让兵马司的人不满，又让老百姓不满，一举两得。裴章上任之后，果然雷厉风行地推行起了那套条例。主动，人的，没成，这张是吗？有活力。不让随地补体，不让随地大小便，不让说脏话。刚开始的是效果立竿见影，不是变好了，而是乱套了。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土匪还知道偷偷摸摸，你们倒好，光天化日之下就伸手要钱。就是，我们做点小生意容易吗？今天这个来收钱，明天那个来收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百姓反应如何？百姓反抗情绪很激烈，前2天还有人打伤了咱们的士兵，商户们也不愿意交保护费，有几个店铺甚至关门歇业以示抗议。那就好，这都是正常的。哥哥，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妹妹都这么沉着，我更要沉住气，不能给妹妹丢脸。没想到今天正好就有人撞到了枪口上了。这样的死家伙，小可爱！这不是赵家的小公子赵元朗吗？怎么回事？统领大人，此人当街纵马，撞伤了一名百姓，还拒不认错，态度嚣张。我等依照条例将其抓捕，请统领大人发落。张哥，你看看你手底下这些人，竟然敢绑我！你快让他们放开我，再治他们死罪。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撞了个人吗？至于把人五花大绑的抓回来？你妹妹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你，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好好干。绝不允许包庇任何人，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哥了。如果我今天放了赵元朗，那这个老妇人怎么办？那些被他撞伤的无辜百姓怎么办？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一旦传出去，所有人都会说裴章还是那个裴章，仗着妹妹是皇后就胡作非为，说什么整顿京城治安，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来人，赵元朗当街纵马，撞伤百姓，按照条例打入大牢，关押1个月，同时赔偿伤者医药费及一切损失，分文不能少。什么？郑哥，你说什么？你要关我？带走。裴章，你疯了！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忘了当年是谁帮你挡的板砖？现在当上了兵马司统领，就六亲不认了是吧？好你个裴正，你等着，你给我等着！裴统领，好样的！青天大老爷呀，这才是真正的秉公主法。听说了吗？裴统领连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兄弟都抓了。真的假的？那可是赵家的小公子啊，跟裴章那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交情。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赵元朗被五花大绑押进大牢的。这么说，这位裴统领是来真的？可不嘛！听说他皇后娘娘给他下了死命令。我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夸过。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是纨绔，是京城最大的笑话。可是现在，有人在夸我，有人觉得我做对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当兵的，连站都没地方站。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换哪儿去？换哪儿去？全京城都一样。听说裴章那个疯子连自己兄弟都抓，咱们要是撞在他手里，还不得把牢底坐穿？那怎么办？算了，找份正经事做吧。走。对的。裴统领真是改邪归正，为民除害啊！皇后娘娘叫得好，要不是皇后娘娘慧眼识珠，裴统领哪能有今天？有裴统领在，我们京城百姓睡得都安稳了。可不是嘛！以前那些地痞流氓见了我们跟见了肥羊似的，现在见了我们都绕着走。我听说裴统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巡街，一直巡到半夜才回去休息，真是个好官啊！下一步该如何继续祸国殃民呢？报！北疆800里加急！北疆？难道是沈凌霄终于造反了？我就知道把沈凌霄贬去北疆是正确的。北疆那些人都是他的老部下，对他十分崇拜。知道他对大梁立下汗马功劳，却被贬去管仓库，能忍得了吗？肯定忍不了啊！沈凌霄振臂一呼，那些将士们肯定跟着他干。快把急报呈上来！娘娘，北疆要打过来了！不是沈凌霄打过来，北疆要打过来，难道是沈凌霄直接联合了北疆？单纯就是北疆造反了。北疆原本是大梁的藩属国，多年前被打服了，乖乖称臣纳贡。如今大梁国力衰微，朝政腐败，北疆那边就起了异心，暗中集结大军，想要趁火打劫，再次图谋中原。原书里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大梁军队节节败退，北疆铁骑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京城脚下，最后还是沈凌霄临危受命，带着残兵败将死守城门，才勉强保住了京城。但大梁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但现在沈凌霄提前被我贬去北疆，然后发现了北疆暗中集结大军，准备趁大梁内乱之机南下，图谋中原。于是沈凌霄率旧部跟北疆打起来了，成功拦截住了北疆。虽然不是沈凌霄造反，结果有点让我失望，但仔细一想，这也不算坏事。到时候沈凌霄立下赫赫战功，民心所向，众望所归，顺势推翻我这个祸国殃民的皇后，不是更好吗？北疆怎么会突然打过来？前几年不是刚签了合约吗？合约那玩意儿能信？大梁强的时候他们乖乖听话，大梁弱了他们就想咬一口，狼子野心，昭然若鸡。北疆铁骑来势汹汹，集结了10万大军，咱们现在连个能打仗的将军都没有，拿什么抵挡？皇后娘娘，北疆来势汹汹，朝中无将可用，老臣以为应当求和。求和？你倒是说说怎么求和？把皇后娘娘的土豆送给他们吗？若不求和，难道等北疆铁骑打到京城来吗？安远侯说的对，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北疆来势汹汹，我军又缺乏良将，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暂且求和，稳住北疆，再从长计议。长计议，前朝当初也是这么做的，犹犹豫豫，优柔寡断，最后亡国了。那你说怎么办？你倒是说说，谁去领兵？你吗？你会打仗吗？报！北疆急报！快说，
到底什么情况？启禀皇后娘娘陛下，北疆之危已解，沈将军已击退北疆大军，北疆求和啦！这次拿下北疆，要在北疆的土地上种上皇后娘娘寻来的高产棉花，就跟土豆一样高产。以后咱们穷人家在寒冷的冬天也能穿上棉衣了。什么？沈凌霄？他不是被贬去看仓库了吗？怎么领的兵？你管他怎么领的兵，关键是打赢了，北疆求和了。沈将军果然是大梁的栋梁啊！天不亡我大梁啊！沈凌霄声望越高，造反的资本就越雄厚。皇后娘娘，北疆虽速已退兵，但此事尚未了结。沈凌霄乃戴罪之身，被贬北疆管仓库，却擅自领兵出战，此乃无照调兵，按律当斩。安远侯说得对，沈凌霄拥兵自重，擅自大力调兵，若不严惩，日后谁还把朝廷放在眼里？两位大人，此言差矣。沈将军是为国征战，击退强敌，保家卫国，何罪之有？你们不感谢沈将军，反而要治他的罪，这是什么道理？道理？吴大人，你也是无照调兵是什么罪？若人人都像沈凌霄这样，想打仗就打仗，想调兵就调兵，那还要朝廷做什么？还要皇帝做什么？安远侯说的有理，沈凌霄有功不假，但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若因其有功就赦其过，那法度就成了摆设。况且沈凌霄无照调兵，这是谋逆大罪，岂能轻易放过？尔等还替沈凌霄说话，莫不是也参与了沈凌霄的谋逆罪行？娘娘，臣认为不然。沈将军以罪臣之身力挽狂澜，击退北疆，此等功劳若不重赏，何以自重？臣附议，当召回京城，官复原职。臣以为沈将军功劳太大，官复原职不足以彰显其功，应加封柱国大将军。沈凌霄戴罪之身，无照调兵，按律当斩。沈将军浴血退敌，你倒要斩他！安远侯，你觉得沈凌霄该当何罪？按律当斩。斩？安远侯，北疆大军压境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吵着要割地求和。沈凌霄领兵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朝堂上缩着脖子装死。现在人家打赢了，你跳出来说要斩他，老东西怪不要脸的。娘娘，臣也是为了朝廷法度。法度？本宫就是法度。娘娘，沈将军此次立下不世之功，若不加封，恐寒了将士们的心呐。那依卢大人之见，该如何加封？臣以为可封沈将军为柱国大将军，官复原职。不可！沈凌霄是戴罪之身，就算有功，也不能赏得太重，否则以后人人都学他无照调兵，然后等着朝廷赏赐，那还得得了？安远侯，你……诸位说的都有道理，传旨。这个沈凌霄不识抬举，老是跟我们世家对着干。这次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对皇后失望，然后我们世家再出手，给他一点甜头，把他拉到我们世家阵营来做马前卒。沈凌霄击退北疆，保家卫国，功劳甚大，封为北疆王，世袭往赤。北疆即为他的封地，另赐粮草10万担，兵器5000套，绢帛5000匹，以资嘉奖。娘娘不可啊！娘娘，大梁除了开国那会儿，从未有过封异姓王的先例，你不能开这个口子啊！是啊，娘娘，异姓王权力太大，万一他拥兵自重，日后必成大患。娘娘三思，臣等恳请娘娘收回成命。当初我们鼎力支持大梁开国，谈来谈去，最高也只得个侯爷。大梁连个国公之位都不给我们，如今倒要封沈凌霄为王，凭什么？一个草尹凭什么轻松松凌驾于我们世家之上？沈凌你本就不好对付，如今封了王，有了封地兵权，日后还不把我们往死里整？心里那个爽啊！对，就是这样，反对的越激烈越好。
本宫就是要封他为王，就是要给他兵权，就是要让他拥兵自重，最好明天就造反。本宫相信沈将军的忠心。忠心？娘娘，人心难测。今天他忠心，明天呢？后天呢？手握重兵，又有封地，谁能保证他不反？本宫意已决，谁再反对，斩。我倒不是心疼沈凌霄封王，是想不明白女儿为何给他这么大权力。北疆王世袭罔泰，整个北疆都是封地，这不等于把半个大梁送出去了？万一他真造反，谁挡得住？娘娘，国库早就空了，哪里还有钱买粮草兵器？哪里还有钱赏赐北疆王？国库没钱了，那简单，随便抄一个大臣的家，不就有钱了？你，沈凌霄当皇帝后也把他抄了家，刚才他也叫得挺凶。让兵马司裴大人去这逆贼府上抄家，现在就去。经典造册，不得遗漏。看，这不就有钱了吗？一个三品官家里抄出来的银子折合白银就有800多万两，还不算那些田产商铺、古玩字画，这比国库1年的收入还多啊！娘娘，郑大人的家产已经全部清点完毕，白银823万两，田产商铺折合白银约300万两，合计1100余万两。拿出500万两给沈将军送去，买粮草、造兵器，剩下的充入国库。是。让兵马司的人去这逆贼的老家，把他老家的家产也抄了，一个铜板都不许漏掉，谁敢拦着，杀无赦。诸位，还有谁觉得国库没钱的？那就退朝吧。这次带兵击退北疆，是我临危受命。可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被贬的罪臣，无诏带兵，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大忌。算了，该来的总会来。在下东方普，奉我家主人之命，特来拜见沈将军。你家主人是谁？沈将军可否借一步说话？请。沈将军，我家主人乃是成王世子，当年夺嫡之战败给先帝，被逼流亡。如今大梁朝政腐败，妖后当道，正是我家主人拨乱反正、重夺江山的大好时机。我家主人听闻沈将军骁勇善战，特派在下来请将军共襄盛举。成王世子，当年满门抄斩，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世子活了下来。你家主人想让我做什么？如今将军手握北疆驻军，又刚刚打了胜仗，威望正盛。只要将军振臂一呼，率兵支持我家主人夺位，从者云集，何愁我家主人大事不成？我家主人说了，事成之后，将军就是大梁的异姓王，世袭罔替，与国同修。将军，您虽然立了大功，但您是无诏调兵，这是死罪，朝廷一定会对您下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沈将军，您这么有才干，为大梁立下汗马功劳，可小皇帝无能，任由妖后祸乱朝纲，如此对待有功之臣，您甘心吗？而且，将军您想想，
您在北疆拼死拼活，那妖后在京城享福享乐，她凭什么？就凭她是皇后，就凭她爹是奸相。将军您有兵有权，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的摆布？第一，皇后娘娘对我信任看重，我沈凌霄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第二，皇后娘娘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大梁，为了百姓。你口中的妖后是让天下百姓吃饱饭的活菩萨。第三，你让我率兵支持你家主子，他凭什么？一个藏头露尾的鼠辈，也配让我沈凌霄效忠，也配坐上那把龙椅？沈将军，我们成王殿下才是真正的皇室血脉，只要您愿意支持成王殿下，事成之后，您就是开国功臣，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妖后绝不会放过他。他态度强势，不过想争取更多好处，只要要求不太过分，我待主子答应也无妨。沈将军，妖后绝对不会放过您的。他这次把您贬到北疆，下次就可能要您的命，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还敢一口一个妖后的对皇后娘娘不敬，本将军看你身上取死之道。沈凌霄，你别给脸不要脸，不为我们主子效力，你以为你会有好下场吗？说，成王世子在哪里？你干什么？我是来帮你的。帮我？你一个乱臣贼子，也配说帮我？皇后娘娘对我信任有加，我沈凌霄这辈子生是大梁的人，死是大梁的鬼。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也敢在我面前搬弄是非？将军，将军！京城来圣旨了！京城来圣旨了，这么快？该来的终于来了。沈将军，你已经别无选择了。臣沈凌霄接旨。奉天承运，皇后诏曰：镇北将军沈凌霄忠勇可嘉，以罪臣之身力挽狂澜，击退北疆，护我大梁江山。特封沈凌霄为北疆王，北疆为其封地，世袭罔替。另赐白银500万两，粮草10万担，兵器若干，以充军用。钦此。封王，北疆王。将军，沈将军，您倒是接旨啊！臣领旨。谢陛下、娘娘隆恩。将军，皇后娘娘封您做王了。她是真的相信我，哪怕我被贬职，哪怕我无诏带兵，哪怕满朝文武都在猜疑我，她依然选择相信我。不仅相信，还给了我这么大的封赏。北疆王世袭罔敌，整个北疆都是我的封地，这是何等的信任！娘娘，臣定不负您所托。不是，这妖后到底懂不懂政治？居然给沈凌霄封王，异姓王，整个北增封地，粮草兵器都备好了，他是疯了吗？真不怕沈凌霄拥兵自重吗？看来这妖后压根儿就是个蠢货。兄弟们，皇后娘娘封我为北疆王，还给我们送来了粮草、兵器、银两。娘娘没有忘记我们，大梁没有忘记我们。皇后娘娘万岁！北疆王千岁！
原来成王世子早与北狄势力暗中勾结，意图造反。这件事情本来周密，无人知晓，直到东方缥上门拜访，这一切的阴谋都才浮出水面。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我打碎了，北疆被我打服了，压根儿没给大梁造成什么伤害。北狄，难怪北疆敢突然发难，原来背后有人撑腰。大王，大梁北疆王沈凌霄率军压境了。什么？沈凌霄来了？他不是被贬了吗？大王，他已经被封为北疆王了，现在整个北疆都是他的封地。大梁皇后还给他送了500万两白银、10万担粮草、无数兵器。沈凌霄的威名我是知道的，当年他一个人就砍了北狄3个大将，如今他封了王，手握重兵，还有大梁朝廷撑腰，这仗怎么打？快把成王的人交出去！可是大王，成王世子是您的女婿。女婿重要还是国家重要？沈凌霄那疯子连北疆都打下来了，万一他顺手把我也打了怎么办？快救人！万一那成王世子将来真的成事了呢？也是，万一成王世子成事了，记恨我这个老丈人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不如我们假意押解，在途中放水，这人跑了，总跟我们没关系吧？既不得罪沈凌霄，又能保住成王世子，一举两得。好，就这么办。该死，沈凌霄，这个狗贼，坏我大事！殿下，沈凌霄现在势大，硬碰硬不是办法，不如我们先避其锋芒，等时机成熟再动手。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时机？我隐忍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部署好一切，大梁却横空杀出了一个裴后。大梁君臣和百姓现在对那个妖后死心塌地，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该死的，老天爷怎么就不能帮我一次？北狄王，你好大的胆子！求和，快求和！大梁虽然地大物博，但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根本不足为惧。至于那个传说中的妖后，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大梁皇帝陛下、皇后娘娘，我王特派在下前来求和，并献上薄礼，聊表歉意。大梁人最是好面子，只要把礼物送足了，再说几句好话，这事就能糊弄过去，说不定还能趁机从大梁捞点好处，最后满载而归。这些是我北狄的珍宝，每一件都有深意，就看大梁的各位大人能不能看懂了。哼，果然，大梁人都是草包。这就是你们北狄的珍宝，一堆破石头、脏水、鬼画符也配叫珍宝？你们北狄人是没见过好东西吗？皇后娘娘，你们北狄打了败仗来求和，就带这些东西，是看不起我大梁，还是觉得我大梁好欺负？皇后娘娘，我王是诚心求和，这些礼物都是我北狄的国宝，价值连城，你怎么能……价值连城？行，那本宫也送你一件价值连城的礼物。这就是本宫的礼物，回去告诉你们北狄王，要打仗，我大梁奉陪到底；要求和，拿出诚意来，别拿这些破烂糊弄人。这哪是什么皇后，分明是个土匪！娘娘息怒，北狄是来求和的，咱们应该以礼相待，不能以礼相待。安远侯，你是不是觉得大梁打不过北狄，才这么俗？不是。那你是觉得本宫怕打仗？也不是。那你废什么话？皇后娘娘息怒，是我北狄失礼了。那娘娘希望我们如何求和？本宫不要美女，本宫要美男。本宫听说你们北狄有个习俗，战败方要进贡美女。是，娘娘若喜欢，我们可以进贡100名北狄美女，3000个美男，其中1000个必须出自你们北狄皇室，尤其是你们北狄太子、皇子，必须全部进贡到大梁来。皇后娘娘，这不可能，我们北狄皇室总共也没有1000人啊，而且把太子、皇子都送过来，这成何体统？不行就算了，
那就继续打呗，让我们的边疆王当你们的北狄王，岂不是更好？沈凌霄那个杀神，如果真的去打北狄，北狄还真挡不住。娘娘息怒，容我请示一下我王。请示什么？你一个使臣，连这点主都做不了。那你就回去请示，请示完了再来。不过本宫耐心有限，只给你3天的时间。3天之后，要么答应条件，要么开战。3000美男，还要皇室成员，还要太子皇子，他怎么不去抢？沈凌霄那个杀神，2仗就打得北狄军队溃不成击，再来2仗，北狄王庭都得被端了。答应条件，3000美男实在太多，北狄总共也没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让拓跋方再谈谈，看能不能减少一些。皇后娘娘，我王说了，3000美男实在太多，尤其是皇室成员，我们北狄总共也没有那么多。那就开战。娘娘，我们北狄虽然战败，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娘娘执意要如此苛刻的条件，那我们也只能……那就打啊！反正北疆王闲着也是闲着。打不一定打得过，到时候2败俱伤，北狄不知道又要花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不打，那3000美男怎么办？皇后娘娘，我们北狄虽然不如大梁强盛，但也不是好欺负的。如果娘娘逼人太甚，我们北狄上下必定誓死抵抗，到时候2败俱伤，对大梁也没有好处。2败俱伤，你们也配？你们北狄这次掺和成王的事，怂恿北疆造反，这笔账本宫还没跟你们算，现在你们倒先来谈条件了。本宫不仅要3000美男，还要你们北狄从此俯首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不可能！我们北狄是独立的国家，怎么可能独立？你们北狄当年被大梁打得跪地求饶的时候，怎么不说独立？现在看大梁内乱就想趁火打劫，做梦！本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答应还是不答应？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不讲规矩，不讲道理，不讲情面，我完全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我答应，但是3000美男，尤其是皇室成员，数量实在太多，能不能减少一些？2999，不能再少了。他妈的，谈了半天里少一个。答应。本宫还有一个条件，从今天起没有北狄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北狄从此成为大梁的一个省，本宫赐名山岸都后府。皇后娘娘，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北狄！侮辱？你们窝藏我大梁反贼，怂恿北疆造反，本宫没有把你们灭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要么答应，要么开战，你自己选。打不过，不打就要死。我答应，从今往后没有北狄，只有山岸都护府。很好，退朝吧。等等，皇后娘娘，我王还让我转告一句话。我王说，北疆王战功赫赫，真是一代人杰，他倒是十分佩服。这样的人若生在北狄，是必定要做王的。可惜啊，可惜他生在大梁，不知道甘不甘心只做一个异姓王。他不信大梁朝廷还能信任沈凌霄，只要没有了沈凌霄，大梁朝廷还有何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怪你们北狄没人了，连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都不明白。本宫巴不得沈凌霄早点造反，怎么会忌惮他？娘娘，沈将军功高震主，如今又封了王，手握重兵，臣以为应当加以节制。臣不是怀疑沈将军的忠心，而是人心难测。沈将军现在忠心，不代表以后也忠心。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里，多少功臣最后都变成了逆臣。娘娘应该派人去北疆监视沈将军，防止他造反。臣附议。娘娘，
臣愿为娘娘分忠，去北疆协助北疆王。一旦他有异动，臣立刻禀报娘娘。去北疆监视沈龙英是个好差事，既能立功，又能巴结安远后，一举两得。我好不容易把沈凌霄封了王，给了兵权，给了封地，就等着他造反。这些人倒好，一个个跳出来说要监视他、节制他，防止他造反。这不是坏本宫的好事吗？你一个草包，拿什么跟沈将军比？本宫需要你分忧，你自己的忧分明白了吗？臣知罪，臣再也不敢了。哼，退下。看来皇后娘娘是真的很信任沈将军，那些想挑拨离间的人根本讨不到好。大王，那大梁皇后深不可测，大梁北疆王所向披靡，继续打下去，我们没有胜算啊！眼下只能先苟着了。早知道就不掺和大梁这些破事了，惹祸上身。气归气，还要给裴元准备2000个美男，2000个！这他妈其中还有1000个皇室！妈的，迟早要把这女人的肾干废了！把北狄变成山岸都护府，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北狄收入囊中。将军，皇后娘娘太厉害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啊！难怪皇后娘娘让他来北疆，难怪封他为北疆王，难怪给他送粮草兵器，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他知道北疆要造反，所以提前把他派到北疆来。他知道北狄在背后搞鬼，所以让他去打北狄，逼北狄求和。他知道北狄会来求和，所以提前准备好了条件，把北狄变成大梁的一个省，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滴水不漏。娘娘，将军，那个皇后娘娘要北狄进贡2000个美男，这是不是有点？你以为那真的是美男？不然呢？那是人质，把北狄的太子皇子都送到大梁来，他们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谁敢造反，人质先死，这是釜底抽薪之计，比打10仗都有用。原来如此，我还以为皇后娘娘真的什么？娘娘是什么人？她能做那种事？皇后娘娘连言官都敢杀，连世家家主都敢抄家，连异姓王都敢封，她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要2000个美男算什么？可是将军，人质吃穿住都要钱啊，宫里养得起这么多人吗？你都能想到的问题，娘娘能想不到？娘娘自有打算，用不着你操心。将军，那成王嫡子的事儿怎么办？他跑了，会不会再搞事儿？继续查。是。现在北狄俯首称臣，成王世子能躲到哪里去？谁不怕跟北狄一样惹祸上身？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无处可躲了。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细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北疆既平，当以怀柔，民族融合，方能长战久安。北疆之地可种棉花，北疆之人可为劳力，棉花丰收，北疆百姓亦可受益，利益共享，方能人心归附。皇后娘娘封我为北疆王，不仅仅是为了让我带兵打仗，更是为了让我推行民族融合政策，让北疆彻底成为大梁的一部分。民族融合，原来如此。娘娘为了边疆安稳，真是费尽了心思。追查成王世子，没问题。毕竟以后沈凌霄当皇帝了，成王世子那不就是后患？在北疆搞民族融合政策也没问题。毕竟沈凌霄当了皇帝，也不想北疆3天2头的造反。种棉花更没问题。沈凌霄也是想要他的百姓吃饱穿暖。但沈凌霄为什么事无巨细的把这些事告诉他？最重要的是，沈凌霄怎么还有心情写这些？他都北疆王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兵器有兵器，还种什么棉花，还搞什么民族融合？当务之急难道不是先造反吗？得再逼沈凌霄一把。这么喜欢种棉花是吧？那就让他一直种。令北疆王沈凌霄将棉花亩产提高至600斤，种不好诛9族。600斤，600斤。大梁现在的棉花亩产只有60-70斤，600斤是10倍。沈凌霄种不出来，又怕诛9族，那还不得造反？完美。
将指到。600斤，皇后娘娘说我能重到600斤。将军，您不担心吗？万一猪不出来，可是要诛9族的。你懂什么？皇后娘娘这是在给我定目标，她相信我能做到啊。而且，皇后娘娘从来不说没把握的话，她说我能重到600斤，那就一定能重到600斤。兄弟们，皇后娘娘说了，大家有没有信心？有。那就干！接下来我只要等着男主杀回来，等着京城上下打开城门迎接他就行了。等啊等，1个月过去了，2个月过去了，3个月过去了，一点都没听到任何沈凌霄造反的动静。男主不可能这么老实吧？男主肯定是一时找不到由头回来，而且他在北疆肯定不方便联络他那些能臣。于是我下诏书，让沈凌霄回京，等再找个机会把男主那些能臣也召回来，这样他们就能经常聚在一起密谋大事了。被这么一通贬谒，他们对我肯定恨之入骨，估计很快就要帮男主造反了。沈凌霄现在如此功劳，皇后娘娘还允许他带兵回京，这真不怕他反了吗？你懂什么？娘娘行事，岂是我等凡人能够揣度的？但凡是个男人，做到了沈凌元这个位置，都不可能忍得住不反啊！还说什么贤后？依我看，他就是个蠢货。等沈凌霄反了，弄得大梁大乱，我再以成王世子的身份振臂一呼，到时候天下英雄跟着响应，我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太好了，沈将军终于要回来了。沈将军让我在京城配合皇后娘娘演戏，让那些世家和佞臣都以为百姓是因为新政，因为谢云州等人被贬才闹起暴动。等他假装带兵回来武力镇压，实则是借这把刀把新政继续推下去。新政阻力太大，一时半会儿推不下去。大梁内忧外患，国势日衰，容不得我们慢慢磨。那就换个法子，用武力。可武力也要讲手段，一上来就硬说要武力改革，只会适得其反。娘娘这是看透了新政的艰难，用贬谒制造机会。到时候我留在朝中和娘娘演一出不和，再演一把天下大乱，不得不用武力推新政，一切就顺理成章。谁敢阻拦，阻拦就杀！能讲道理的改革派早都被贬出去了。都以为我从头到尾的昏庸是在配合他们，给他们制造机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民信尽失，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就等着男主杀回京城，把我这个婚后推翻，我就能带着系统奖励回自己的世界了。北疆王回来了，快去看！看，那就是北疆王。我本以为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我发难。北疆已定，整个北疆都被臣种上了高产棉花种子，已达猛产600斤，比大梁旧种翻了10倍不止。这是用第一批棉花制成的棉衣，请娘娘过目。棉花，北疆王千岁，千岁，千岁！什么棉花？什么棉花？不是，男主还真安安心心在北疆种棉花，他不应该整天想着造反吗？自己庄子上仓库里的那10万斤棉花种子，不会是被男主给找到了吧？他提前就把那批种子给偷走了。如果真是这样，男主干得好。这批棉花种子在他手里放着也是放着，迟早要给男主的。现在男主自己找到了，还省得他费心。而且高产棉花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东西，一旦推广开来，必定会让男主在民间声望大涨，百姓们会感激他，爱戴他，拥护他，将他奉为明主。他完全可以把系统奖励的那些东西提前给男主，让男主拿着这些东西去收割声望。至于男主偷东西，偷什么偷？他这是为自己偷吗？他这是为天下百姓偷的。帝王之路，不择手段没下限一点，完全不影响。娘娘，
臣在北疆便听闻娘娘发明了高效纺织机，又培训了无数擅长纺织的女子。臣当时便想，这定然是娘娘在为棉花的推广做准备。娘娘真乃神机妙算，走一步看三步，臣钦佩之至。沈凌霄到底在说什么鬼话？我什么时候培训了纺织女子？那不是抓他们进宫来干苦力吗？为了降低自己这个妖后的防备心，一回来就先把马屁安排上，男主真是太谨慎了。现如今新型织布机几乎村村都有，臣建议向有纺织机的家庭售卖棉花，每家每户限2斤，没有纺织机的家庭可以买朝廷制好的成衣。这样一来，今年冬天大梁的百姓人人都能穿上棉衣了，再也不会有人冻死了。等一下，北疆王，你听我说。娘娘，您不用说了，臣都明白。哦，你明白什么了？你明白？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在干什么，你明白什么？今年棉花产量有限，但臣已计算过，足以让大梁朝的百姓每户都有1件棉衣。待明年留种扩种，整个大梁的百姓都将能穿上棉衣，盖上棉被。大梁此后再无寒冬。沈将军，这棉花既然是朝廷之物，理非由朝廷统一调度，交由各大商号，不是交由可靠之人经营售卖，如此才能为朝廷广开财源，也显得更为体面。售价嘛，自然也不能太低，否则岂不有损朝廷体面？沈将军，不如我们合作。我们世家有遍布全国的商铺，有成熟的销售渠道，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利润共享，保准你赚得盆满钵满。是啊，沈将军，安远侯说的有道理。这么好的东西，要是随随便便就卖了，岂不是暴殄天物？我们世家愿意为朝廷分忧。沈将军放心，由我们操持，这棉花的生意一定能做成天下最大的买卖。不用了，棉衣的生产和售卖由我亲自督办。什么？你亲自督办？你知道怎么卖东西吗？知道，成衣10文钱一件，棉花5文钱一斤。你疯了！棉衣至少也要卖几两银子一件，10文钱，这简直是暴殄天物！这么好的东西，和送给那些泥腿子有什么区别？就是，你这是糟蹋好东西，糟蹋朝廷的心血！不行，绝对不行！棉花是朝廷种出来的，自然要利用这些棉花为国库征收才对。卖这么便宜，国库怎么办？朝廷的体面怎么办？为国库征收，你们是想为自己捞钱吧？这些世家本性如此，什么都想垄断在自己手里，把好东西变成只有世家才用得起的奢侈品。粮食、盐铁、布帛，哪一样不是被他们垄断了？哪一样不是被他们炒成了天价？想得美！这棉花种子是娘娘千辛万苦才寻来的，我断然不会让棉花被世家垄断，变成他们敛财的工具。皇后娘娘，臣以为棉花和棉衣这等关系民生之物，绝不能弄来牟利，而是地价售卖，让每个百姓都买得起，这样才能体现朝廷爱民之心，才能让百姓感念皇恩。低价卖，那岂不是赚不到钱？国库有钱了，岂不是给人一种大梁还有救的感觉？不行，绝对不能让人觉得大梁还有救。准了，棉衣10文钱一件，棉花5文钱一斤，由沈将军亲自督办。谁敢伸手搞事情，别怪本宫手里的剑不客气。蠢货，一群蠢货，到手的银子都不要，活该你们穷。这棉花说什么也不能让沈林元这个莽夫给糟蹋了。北疆王，你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皇后娘娘昏聩至此，你难道还要效忠于她？北疆王，只要你愿意，我们世家可以全力支持你。这大梁的天也该变一变了。这些事，我虽不在京城，庄渐渐却都知道。裴远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好。免责大臣也好，推行新政也罢，哪一件不是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我岂会被这些人3言2语就挑拨离间了？首先，男主坚持低价卖棉衣，国库就赚不到钱，国库空虚，大梁就还是那个摇摇欲坠的大梁，随时都可能崩塌。其次，男主这么一做，百姓们都会感激他，爱戴他。他在民间的声望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万民归心，顺理成章地登上那个位子。虽然男主是踩着我上位的心机 boy， 但我举双手支持他，一切都在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我再作一作，
很快就能回去。而且这一次，我要在科举制度上捅出一个天大的窟窿。娘娘，女子科考，恨古未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岂能说改就改？是啊，娘娘，女子就该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若是都跑去读书科考，谁生儿育女，谁照顾老人？这天下不是要乱套了吗？娘娘，女子读书本就极少，能通过科考的更是凤毛麟角。您这样大张旗鼓，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我大梁无人？娘娘，女子主内，男子主外，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您非要颠倒两仪，这……娘娘，臣请收回成命。臣附议，女子科考有违天道，万万不可。臣也附议，娘娘三思啊。来了来了，终于来了。你说女子不该科考？娘娘，这是祖宗的规矩。祖宗的规矩？你祖宗没有告诉过你，有一天这世上会有女子在朝堂上提剑砍百官的规矩吧？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只想寿终正寝啊！你们都给本宫听着，本宫就是要让天下女子都造反。凭什么女子就该安分守己，接受规训？凭什么男子有野心就叫胸怀大志，女子有野心就叫不安于世？本宫告诉你们，站在朝堂上的唯一标准是能力，而不是性别。你们男子能做的，女子也能做；你们男子做不到的，女子照样能做。娘娘此言差矣，女子天性柔弱，不善决断，岂能与男子相提并论？况且女子有孕在身，每月还有孕在身怎么了？天下每一个孩子都是女人生的，你们男子连孩子都生不出来，有什么资格说女子柔弱？再说了，大梁现在的样子可是你们男子治理出来的，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朝政腐败，国库空虚，这就是你们男子的本事。治理得好是你们男子的功劳，治理不好那就是女子祸国殃民。哦，本宫明白了，你们男子的逻辑是功劳归自己，锅甩给女人，是这样吗？我说的这些话放在这个时代简直是石破天惊，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挑战千百移来的规矩，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扇那些道貌岸然的男人的耳光。但我不在乎。这种时候就应该让所有人加入进来，女子也不能推卸责任，有能力就该站出来。这一次恩科无论男女皆可参加。我就是要闹，就是要做，就是要让天下人都恨我。本宫再说一次，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强敌环伺，国库空虚，百姓困苦，谁敢阻挠，斩；谁敢反对，斩；谁有意见，斩。女子科考这事儿确实太大了，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可女儿是女子，她要让天下女子都能科考，这不就是在为自己培养班底吗？将来女儿登基为帝，朝中都是她一手提拔的女子，那江山不就稳了吗？高啊，实在是高。皇后娘娘说的对，站在朝堂上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能力，而不是性别。大梁现在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若是因为性别就把一半的人口排除在外，这不是明智之举。臣支持女子科考，臣愿意亲自监督此事。沈凌霄支持女子科考，沈凌霄提前布局，把这些人收入麾下，将来造反的时候，不就有了更多人才可用吗？果然深谋远虑啊，男主就是周全，太周全了。准了，一定会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还有谁反对？那就这么定了。退朝。听说了吗？皇后娘娘要开恩科，女子也能参加。什么？女子也能科考？这不是乱来吗？
怎么，你觉得女子不如男？那倒不是。可自古以来，哪有女子科考的先例？就是，女人家的，读什么书，考什么试，在家相夫教子不好吗？妖后，简直是妖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圣人的教诲。她竟敢公然违背，不怕天打雷劈吗？就是，要是女人都去读书科考了，谁来做家务？谁来照顾老人孩子？这天下还不得乱套？别下得乱套！我看这大梁朝迟早要亡在那个女人手里。我觉得皇后娘娘做到的对，我觉得皇后娘娘做的对，凭什么女子就不能科考？你疯了！你支持女子科考？你还是不是男人？我是男人，但我更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讲究什么？明理，辨是非。皇后娘娘说的对，站在朝堂上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能力，而不是性别。你们这些反对的人，扪心自问，反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怕女子抢了你们的饭碗吧？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那你说说，你们反对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别跟我说什么祖宗之法，祖宗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呢。你们怎么不听听？这是真的吗？皇后娘娘真的这么说了？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皇后娘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千百年从未有过的机会。我要参加，我也要参加。我终于，我要去参加考试。你疯了！你一个女人去考什么科举？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你敢？你要是敢去，我就休了你！那就休吧。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我会后悔一辈子。我也想去试试。你疯了！你一个女孩子家去考什么科举？那不是丢人现眼吗？怎么就丢人现眼了？皇后娘娘也是女子，她能当皇后，我怎么就不能考科举？你拿什么跟皇后娘娘比？皇后娘娘那是天上的凤凰，你是什么？你是鸡窝里的鸡，鸡窝里的鸡也能飞，飞到皇后娘娘身边去。我不管，我就要去考。去吧，娘支持你。唉，可惜我没读过书，不识字，不然我也……不然什么不然？你们女人还想当官？赶紧回家洗衣服去。娘，我以后可以读书吗？读书？女孩子读什么书？可是皇后娘娘说了，女子也能科考啊！我要是读书，以后也能当官，就能让娘过上好日子了。普通人家能供一个男孩读书，就已倾尽所有，哪里还会把机会给女儿？万一有一天娘娘有办法让天下的女孩子也都能读书识字呢？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很多我们从前以为不可能的事，不都是皇后娘娘开了先河吗？万一皇后娘娘真的办到了呢？1成，听起来不多，但绝对数量
已经相当可观了。别紧张，就当是平时在家做题。我不紧张，我就是有点激动。我也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能走进这扇门。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的认真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男子。皇后娘娘说的对，站在朝堂上的标准应该是能力，而不是性别。这些女子如果有真才实学，就应该有机会为国效力。谁敢舞弊，谁就是下一个被抄家的。我中了，我中了，我也中了，第78名，我是第123名。你们看，第一名会员是个女子。女子会员，这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人家考了第一，那就是有真本事。可是，女子怎么能？怎么不能？皇后娘娘也是女子，你觉得皇后娘娘没本事？那就闭嘴。江初宁是谁？有人认识吗？我认识。跟他在一个考场，我亲眼看见他3天就写完了一整场。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当然是真的。我骗你们干什么？看来这女子是真有本事啊。可不是嘛，能考会员，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里还有一个女子，第56名，这里也有，第89名，第173名也是女子。也仅仅只是一瞬。第一份写的不错，引经据证，条理清晰。第二份也很好，见解独到，文采斐然。这些人的水平确实都很高。他长得好看，我就要他做第一。哪里有因为人长得好看就能当状元的？更何况还是个女子。娘娘慧眼识珠，臣等也是这么认为的。此女的文章确实是所有考生中最好的。她的策论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臣等读了3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这样的文章若不能得第一，天理难容。没错，此女的才华确实当得起状元，这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一个女子能从万千考生中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之出众。臣等心服口服。封建的到底是谁啊？你们倒是反对一下。你们这么痛快的就同意了，让我这个妖后怎么演？算了，那就这么定了。什么？女子做状元？这也太荒唐了吧！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让女子参加科考也就罢了，居然还让女子做状元，这让我们这些男人的脸往哪儿搁？皇后娘娘，臣有话要说。我现在看着老东西是眉清目秀的很。说。娘娘，臣不是反对女子科考，也不是反对江状元，但臣以为纸上谈兵不算本事，想要站在朝堂上，可不是只会写文章就行的。
臣建议让江状元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只要他的能力不输给在场的大臣，臣等自然心服口服。否则，就算他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只是个书比其他女子读得稍微好一些的闺阁女子罢了。臣附议。纸上得来终觉浅，决知此事要公行。江状元若真有本事，就该证明给大家看，否则这状元之名，名不副实。臣等附议。你想当官儿？没那么容易，你得证明你有真本事，证明你不比我们差，否则我们不答应。这就是男人的逻辑。男子考上了就是真本事，就是才华横溢，就是天纵之才；女子考上了就是纸上谈兵，就是侥幸，就是走了狗屎运。男子不需要证明什么，天生就高人一等。女子却要证明自己比所有人都强，才有资格站在他们中间，才能得到本就该得到的权利。凭什么？娘娘，臣愿意证明。臣知道诸位大人对臣不服，臣也知道臣是一个女子，站在这里招人非议，但臣不怕，臣愿意跟诸位大人辩论，让诸位大人看看，臣到底是不是只会纸上谈兵。若臣输了，臣甘愿辞去状元之位，永不入仕；若臣赢了，还请诸位大人从今以后不要再拿什么女子只会纸上谈兵来说事。好，有骨气。行，那就变吧。哪位大人愿意先来？老夫先来。你强词夺理！江大人，老夫问你，女子科考有违纲常，你如何辩解？敢问侯爷，何为纲常？自然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子就该从夫，就该相夫教子。那你可知道这三纲五常是谁定的？自然是圣人定的。哪个圣人？自然是孔圣人。孔圣人可曾说过女子不能读书？可曾说过女子不能科考？可曾说过女子不能为国放力？孔圣人说有教无类。什么是类？性别是类，出身是类，贫富是类。有教无类，就是不分性别，不分出身，不分贫富，人人都该有受教育的机会。侯爷口口声声说遵循圣人之道，可您连圣人的话都不记得，又谈何遵循？你强词夺理！我说的事实还是强词夺理，侯爷心里清楚。江状元，老夫问你，女子读书有什么用？能打仗吗？能治国吗？您会打仗吗？老夫是文官，自然不会打仗。那您站在朝堂上有什么用？老夫会治国。那我问你，大梁现在的粮价是多少？1石米多少钱？1匹布多少钱？1斤盐多少钱？那我再问您，大梁现在有多少人口？每年新增多少？每年死亡多少？那我再问您，大梁现在有多少官员？每年考核合格的有多少？不合格的有多少？这些事自有户部、吏部管，老夫……所以您什么都不知道，却站在朝堂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我，一个知道这些事的女子，却被您质疑有什么用？您觉得这公平吗？初宁，你别得意。老夫问你，女子若都去读书可考了，谁生儿育女？谁操持家务？这天下不是要乱套了吗？敢问大人，您家有妻子吗？自然有。那您的妻子可曾读书？没有。那您的妻子可曾科考？没有。那您的妻子
可曾生儿育女，可曾操持家务。自然。所以，一个不读书、不科考的女子，照样可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那为什么那些读书科考的女子就不能呢？大人，您的问题本身就有一个错误的预设，您以为女子读书科考就不生儿育女了，就不操持家务了，这是两码事。女子读书科考是为了提升自己，是为了为国效力，但这不代表她们就不做妻子、不做母亲了，这两者并不矛盾。再说了，就算有些女子选择不结婚、不生子，那又怎样？那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大人，您管天管地，还管人家生不生孩子？江状元，你口口声声说女子不比男子差，那老夫问你，历史上可曾出过什么女圣人、女贤臣？大人，您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女圣人、女贤臣？是因为女子天生不如男子吗？不是，是因为女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机会科考，没有机会当官。男子把女子关在家里，不让他们读书，不让他们出门，然后说他们不如男子，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好比您把一个人的手脚捆住，然后说他跑不快，这不是荒谬吗？江状元，老夫问你，你可知否极司臣的典故？您说的否极司臣出自《尚书墓室》，原文是否极无臣，否极之臣为家之所，意思是母鸡不打鸣，母鸡打鸣了，这个家就要败落了。不错，你既然知道，就该明白女子不该干政。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尚书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词，用来指责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但你可知道商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是商纣王暴虐无道，残害忠良，宠信奸臣，荒淫无度。妇人干政只是表象，不是根本。况且周朝建立之后，姜太公之女易姜辅佐周成王，开创成康之王，这算不算女子干政？再说皇后娘娘也是女子，你觉得皇后娘娘干政是把大梁带向兴盛，还是带向衰败？江状元，你这是在偷换概念。皇后娘娘是皇后，她是国母，是天下女子的表率，她干政那是为国为民。可你一个平民女子，有什么资格跟皇后娘娘比？这位大人，您说的对，我确实不能跟皇后娘娘比。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皇后娘娘也是从平民女子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如果皇后娘娘当年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她能有今天吗？所以，问题不在于女子能不能为官，而在于有没有给女子机会。皇后娘娘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证明自己。大人，您也是读书人，应该知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道理。皇后娘娘就是伯乐，她给了我们这些女子一个机会。您作为臣子，不支持皇后娘娘的决定，反而百般阻挠，这是什么道理？江状元，你口才确实了得，但为官不是靠嘴皮子，而是靠实干。你一个女子，从未练，如何知道民间疾苦？如何知道百姓需要什么？大人，您怎么知道我没有经历过民间疾苦？我出身官宦世家，小时候家里富贵，锦衣玉食。后来家道中落，父母双亡，我一个人流落民间，靠给人写信为生。我住过破庙，吃过野菜，穿过补兵罗补丁的衣服。我知道民间疾苦，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我知道百姓最需要什么，百姓需要吃饱饭，需要穿暖衣，需要有房子住，需要看得起病，需要孩子能读书。江状元，你说的这些我们也能说，纸上谈兵谁不会？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这位大人，您为官几十年，做到了吗？您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而且，就算我现在做不到，
我可以学，我可以历练，可以了解民情，可以听取百姓的意见。我不是生来就会做官，但我愿意学。皇后娘娘给了我机会，我就不会辜负她的期望。江大人，此举有违祖制，你何居心？祖制是守天下，而非副守久。大人莫非忘了太祖爷的遗训？江大人巧言令色，置国法于何地？国法载于律例，大人所言是律例哪一条？不妨说来听听。江大人，老夫来会会你。请大人赐教。《论语·为圣篇》何解？诸子百家朝政时事，你再答。大人！这个薛老头不会被气死吧？不过这也说明了江初宁的厉害，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辩得过他。怎么样？还有谁要辩？既然没人要辩了，那本宫就宣布了。慢着！皇后娘娘，臣承认江初宁确实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但是口齿伶俐不代表有能力。女人本来就嘴皮子厉害，这是天性。我们说不过她，不代表她就有真本事。这逻辑简直无赖。这位大人，您说女人嘴皮子厉害，那我问您，刚才那些跟我辩论的大人可都是男子，他们的嘴皮子难道不厉害吗？若他们不厉害，那他们站在朝堂上靠的是什么？若他们厉害，那他们被一个女子辩倒了，又说明什么？如何证明能力的标准是你们提出的，我按照你们的标准证明了，你们却又推翻。都说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顶天立地，原来也不过如此。说得好，诸位，还有谁要辩？既然没人要辩了，那本宫就宣布了，从今日起，大梁设左右丞相，左丞相由裴崇俊担任，右丞相由新科状元担任。什么？右丞相？他一个刚考上的状元，直接当丞相，这也太离谱了吧！娘娘三思，江状元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年轻，没有经验，怎么能直接当丞相？是啊，娘娘，按照规矩，状元应该先入翰林，历练几年，才能委以重任。您这样直接让他当丞相，不合规矩啊！哼，规矩？你们的话有什么规矩？你们刚才不是让他证明能力吗？他证明了，你们辩不过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娘娘，辩论是辩论，治国是治国，这是两码事。两码事。他证明了自己有治国之才，能力在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又说两码事，那本宫问你们，到底什么才算是？本宫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新科状元就是右丞相，谁反对？站出来！不是，我站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被分走了一半的权利？这个江初宁，一个刚考上的状元，连官场都没进过，直接就成了右丞相，跟我平起平坐。也许这个江初宁真的有惊天畏地之才，也许女儿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天下人，只要有才华都能得到重用。也许右丞相，万万没想到，皇后娘娘会这么信任我，这么重用我，不仅让我当状元，还让我当右丞相，这是何等的知遇之恩！娘娘，臣何德何能？你有德也有能，你的侧睡本宫看过了，写得很好，本宫相信你能做到。娘娘大恩大德，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辜负娘娘的信任。其实臣在考试中写的策论不够详细，只是一些提纲提理的东西，这里是臣更详细的治国方略，还请皇后娘娘过目。臣言治国之道，不在庙堂之高，
而在江湖之远。朝廷的法令再完善，若不能落实到基层，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百姓的生活再困苦，若没有人去倾听、去解决，也不过是无人问津的尘埃。本以为治国之要在于基层，基层稳则天下安，基层乱则天下危。朝廷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基层官员管理制度，选拔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人到基层去，为百姓办实事。同时，朝廷还应当大力发展基层民生，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自然不会造反；百姓有书读、有医看、有路走，自然会感念朝廷的恩德。臣不才，愿为朝廷献上一套基层治国方略。这套治国方略简直就是现代基层治理理论在古代的完美应用。什么网折化管理，什么轻重浮屠，什么乡村振兴，这些在现代社会才有的理念，竟然被一个古代人写了出来。谁？到底谁是穿越者？确认这套方略的确结合了时代背景，没有出现任何不符合时代的东西。这说明这不是抄袭，不是借鉴，而是江初宁自己思考出来的。原书里有这样一位厉害的女性，我不可能不知道啊。除非，清代新科状元叫什么名字？娘娘，新科状元叫江初宁。感觉自己的血压又在飙升，难怪他这么出类拔萃，难怪他的思想这么超前，难怪他写的策论这么深刻，原来是女主啊！在原书里，江初宁是官宦人家出身，从小就读书识字，年幼时富贵显赫，对朝堂的事自然知道很多。家道中落后，又流落民间，对民间生活也有所经历，所以他才会那么的成熟稳重、睿智通透。这是一本女评文，几乎都是围绕着江初宁展开的。她的智慧，她的能力，她的格局，征服了男主，也征服了无数读者。原剧情中，男主造反后，他女扮男装到男主身边去做幕僚，才和男主认识。而现在，他直接参加科考，脱颖而出，光明正大的站在了朝堂上，和男主提前认识了。难怪沈凌霄这么积极的去监督科举，难怪男主一直不造反。原来差一个女主，看来我又干了一件大好事，促成了男女主的姻缘，还把男主的又一员得力干将送到了男主身边。两人应该很快感情升温，然后走到一起，然后双剑合璧，然后天下无敌。至于江初宁的这套基层治国方略，如果真的能推行下去，大梁的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到时候百姓会感激谁？当然是感激女主，感激男主啊！男主声望越高，造反的资本越凶厚。不错，心情又好了起来，我离回家又近了一步。江状元，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就让沈将军护送你去游街吧。让我护送一个状元游街，裴渊这是在表示他对女状元的重视。毕竟我现在可是北疆王，臣领旨。看来他们两个已经看对眼了，这可真是太好了。快看，那个就是女状元，长得真好看啊！好看有什么用？女子当官能行吗？怎么不行？人家可是考了第一，比你强多了。你怎么帮外人说话？我说的是事实，人家考了第一，那就是有真本事。你连秀才都没考上，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天哪，他真的好厉害！别做梦了，你连字儿都不认识，还想当状元？那我可以学啊，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你还真敢想？怎么就不敢想了？皇后娘娘说了，女子也能科考，我现在学还来得及。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的女子，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女子不比男子差，女子也能顶天地地，女子也能治国安邦。我要给世上千千万万的女子打开那条路，让她们日后能比我走得更加轻松一些，就像皇后娘娘那样。正因为有皇后娘娘为我开的路，我如今才能高中状元，打马游街。哼，不过是个女人，有什么好得意的？我听说朝中好多大臣都不服他，以后有他受的。等着瞧吧，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赶下来。
国子监几乎垄断了大梁的科举与官位，寒门子弟们原本是没有机会的。这一次另2名文官主考，沈灵山从旁监督，国子监再度被排除在外。放榜之上，国子监的考生无一上榜，这无异于告诉天下人，国子监已经成了个废物机构。往常那些考上的，都是国子监搞的鬼。国子监在读书人心中已经彻底失去了威信，父亲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我本来就是个纨绔子弟，仗着父亲是国子监祭酒，原本以为将来肯定能考上，继承老爹的这个位置。父亲从爷爷手里继承了国子监祭酒，这个位置早被王家人默认属于我们王家。结果呢？我刚下场就遇上科举改革，连乡试都没过。现在我更是连一个女子都考不过，这让我怎么能忍？凭什么一个女子能考上状元，而我考不上？这不公平！就是一个女子读了几本书就敢来考科举，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听说她在朝堂上舌战群猪，把那些大人都说得哑口无言。那是那些大人让着她的，一个女子能有什么真才实学？就是女人嘛，嘴上功夫厉害，真要办事儿还是得靠咱们男人。我要让那个妖后知道，女子就该相夫教子，而不是出来对江山和朝堂指手画脚。我要给所有女子一个警告，我要让国子监回到曾经的地位上去。有了，到时候我自然有办法收拾这个新科状元。既然我入了朝，就不能太孤僻，该应酬的还是要应酬，该交际还是要交际。唉，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宴会，吃顿饭，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就散了。哟，这不是咱们的新科状元吗？江大人，久仰久仰。王公子客气了。客气？我可没跟你客气。王公子，请自重。自重？我哪里不自重了？我好心请你喝酒，你还不领情？我不会喝酒，请王公子不要强人所难。状元郎，你这么厉害，连科考都能考第一，喝酒这么简单的事还能学不会？能考第一不代表会喝酒，就如同王公子会喝酒不代表就能考第一。你一个女人凭什么考第一？谁给你的胆子敢考第一？凭我的文章入了皇后娘娘的眼，凭考官们认可了我的才学。文章？你一个女人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怕是找别人代写的吧？王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贡院查阅考卷，所有考卷都有存档，欢迎查阅。查阅考卷？我为什么要查阅考卷？我告诉你，就算你考上了状元，也不过是个女人。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出来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你以为你考上状元就了不起了？你以为你站在朝堂上就是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现在考这个状元，不过是想给你找个好婆家罢了。你不过是个女人，是我们男人的附属品。等你嫁了人，你就得乖乖在家相夫教子，伺候公婆。王公子，江大人是朝廷承认的新科状元，你说话还是客气些。客气？我凭什么对她客气？她一个女人也配让我客气？还有你，一个低贱的商户之女，又是谁给你的资格，敢这么对我说话？我虽是商户之女，可如今已是官身。倒是王公子，你不过也就有个秀才功名在身，凭什么在这里对我等颐指气使？父亲是国子监祭酒，可现在这些女人居然敢骑到我头上！
早就说了，女人就不该给他们权利，不然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我懂了，你们是不是都跟那些考官有一腿？不然你们怎么可能考上？怎么敢在我面前这么硬气？被我说中了，心虚了。杨状元，你考科举不会就是想找个金龟婿吧？说不定人家早就有人了。那些考官里可有不少年轻才俊呢。为了攀高枝，连脸都不要了。王公子，你说够了没有？你特么又是谁？我是新科2甲传读林婉清。你羞辱江状元，就是在羞辱我们所有凭真才实学考上科举的女子，请你立刻道歉。道歉？你一个2甲也配跟我说话？他不配，那你又配什么？你口口声声说女子不该考科举，可皇后娘娘亲自下旨开了女科，你是觉得皇后娘娘做错了吗？你少拿皇后娘娘压我！你为什么怕被压？因为你自己也清楚的知道，你的身份地位和你的才学，才是这里最不配的人。你说他与考官有私，可有实证？王公子空口白牙污人清白，这就是国子监教出来的教养吗？你们！王公子，请你道歉。女子科举是皇后娘娘的旨意，你若不忿，大可以去宫里说。我们凭本事考上的功名，凭什么被你这样羞辱？你们反了！一群女人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我们是朝廷命官，在你面前大呼小叫又如何？你若再敢羞辱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就一起去御前告状。你敢做，就要敢当。都想当女状元是吧？都想出头是吗？我让你们出头！你们不是想攀高枝吗？我成全你们，今天就让你们得偿所愿，给小爷我当妾，把这些女人全给我带走！少爷，全部听不懂人话吗？全部，一个都不许放走！我倒要看看这群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你们干什么？放开我！王环，你疯了！我们都是朝廷命官，放手！你们这些畜生！住手！王公子，你不能这么做，他们都是朝廷册封的官绅，你这么做，把朝廷放在哪里？把王法放在哪里？王法？爷我就是王法，在这京城，在这国子监，我说了算。王公子，你怎么？你们要跟我作对？要跟我王家作对？你们不过是一群刚入朝的穷酸书生，无权无势，要背景没背景，要关系没关系，也配跟我作对？也配跟我叫板？王公子，我们不是要跟你作对，不是要跟你过不去，只是你不能这么做。江大人是我们的同僚，是我们的童年，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受辱？怎么能袖手旁观？同僚？她一个女人也配跟你们做同僚？也配跟你们平起平坐？我看你们是被美色迷了心。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谁要是敢拦我，就是跟我王家作对，就是跟国子监作对。王公子，皇后娘娘说过，站在朝堂上的唯一标准是能力，而不是性别，不是出身。江大人能考上状元，是他的本事，是他的能力，是他的才华，我们佩服他，也尊重他。你这么做，是在打皇后娘娘的脸，是在打朝廷的脸，是在打天下读书人的脸。我就打你们的脸，你们又能如何？王公子，我劝你还是收手吧，不要自误。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对你也没好处。是啊，王公子，江大人是皇后娘娘钦点的状元，是皇上亲封的右丞相，你动了他，皇后娘娘不会善罢甘休的，不会放过你的。你们怎么敢跟我作对？我们不能让皇后娘娘失望，不能让天下人失望。皇后娘娘想要的是遇事能挺身而出的臣子，是面对不公不正仍然正直善良的臣子，是心怀天下的臣子，而不是看着同僚被羞辱而无动于衷的懦夫。没错，我们当官不是为了成为权贵的帮凶，不是为了趋炎附势，而是为了百姓，为了江山社稷。说得对，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王公子，收手吧。好，你们清高，你们了不起，敢跟我作对是吧？全都给我打！少爷，这些可都是朝中大臣，怕什么？出了人命算我的！我爹是国子监祭酒，打死了我负责。
跑啊，倒是跑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别叫了，没人会来救你们的。你们放心，我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爷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身为女人的本性。带走。娘娘，出事了！什么事？江大人他岂有此理！他一个国子监祭酒的儿子，竟然敢动新科女举子！他敢动女主，这可是将来帮男主安天下的女主，让万千基层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的人。这是在挑衅我妖后的权威啊！不能忍！好大的胆子，连个官职都没有的白参，他怎么敢对新科状元出手？清代，让人去通知沈凌霄。通知北疆王？对，快去！娘娘，皇后娘娘来了！娘娘救命啊！娘娘，快去救江大人他们被拖到后院去了。我本以为那混蛋也就是为难江初宁一下，骂几句就放人了，没想到这帮人玩的这么大。娘娘，状元郎，你说你一个女人，考什么状元？乖乖在家相夫教子不好吗？非要出来抛头露面，丢人现眼。不过嘛，你长得倒是不错，本少爷今天就成全你，好好疼疼你，保证让你欲仙欲死。王叔，你敢！我是朝廷命官，皇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朝廷命官，你们听到了吗？他说他是朝廷命官，一个女人也配叫朝廷命官？就是女人做官，天大的笑话！一击私臣，国将不服。还敢躲？给我安好他！跑啊！你倒是跑啊！女状元？什么女状元？就算我今天把你玩死了，又能如何？满朝文武敢指责我吗？皇后还会因为你降我的罪吗？你指望他来救你？别做梦了！我会让你知道，你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国子监祭酒，满朝文武大半都是我爹的门生。皇后，她不过是个妖后。你考中状元又怎样？你做官又怎样？在本少爷面前，你什么都不是。本少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畜生！娘娘，哟，又来一个美人儿，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你是谁？你敢动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把他们统统解决掉。说你要让新科状元给你当妾伺候你，你刚才还说，就算你把新科状元怎么了，本宫也不会降你的罪。你刚才还说他是跳梁小丑，本宫千挑万选出来的人才，给你当妾。哪里来的贱人？你倒是很狂啊！谁给你的勇气？你胯下2两肉吗？啊！你爹在朝堂上都给我缩着腰后做过，你倒是很高调。不要！今天让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敢不敢把你怎么样？皇后娘娘，饶命！饶命啊！这是女主啊，是让万千基层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的人。披上。可现在，他差点被一群畜生毁了。皇后娘娘，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开玩笑？你管这叫开玩笑？娘娘，我真的就是开个玩笑，没想把他怎么样。没想把他怎么样？本宫亲自以为大梁选的人才，被你这种下贱东西羞辱。你跟本宫说是玩笑，本宫也跟你开个玩笑，怎么样？喜欢本宫跟你开的玩笑吗？好不好笑？爽不爽？
你开不开心？说呀，你怎么不说话？是天性不善言辞吗？下贱的脏东西，也配跟本宫的女官们相提并论？娘娘饶命！娘娘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怎么不敢了？你不是喜欢玩吗？本宫今天就陪你好好玩一玩。虽然不甘，但我知道，皇后娘娘能亲自来救我，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我很知足了。杨初宁，你记住，你是女子，你现在走的是一条自古以来没有女子走过的路。你的敌人有可能是全天下的男子，甚至是全天下的女子，甚至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身后是没有人时时刻刻为你保驾护航的。你要学会狠，懂吗？去把他的 QQ 卸载。啊，卸载 QQ 不会吗？娘娘，你只卸载1/10，多了1分。逼迫善良的女主干这种事，我可真是坏了。女主日后崛起了，那不得把我碎尸万段了？全天下知道我把国子监告警的儿子 QQ 给卸载了，那全天下的读书人不得骂死不我？过1/10，这要怎么卸载？不要！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很好，再没有什么比卸载羞辱我的男人更爽了。要不是娘娘只允许我卸载1/10，我都想再多来几刀。你们过来。皇后娘娘，你们每人卸载他一下，慢慢来，别一下给本宫卸载完了。娘娘，我们怎么不敢？喂，士可杀不可辱，有本事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你们这些贱人！你们这些贱人！我杀你们！我要杀你们！你明明一无是处，草包一个，但你觉得就因为你是男人，你就高人一等，可以随意羞辱女子？可惜啊，现在你不是男人了，你是……放屁！别忘了我爹是国子监祭酒，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你怎么敢？哦，原来就因为你爹是国子监祭酒，你就觉得自己不仅可以凌驾在官绅之上，还能凌驾在本宫之上。哼，很快，你爹也不是国子监祭酒了。让开，让我进去！你们凭什么拦我？我是国子祭酒，让我进去！皇后娘娘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让王大人进来。我的儿啊！爹，救我！爹，皇后娘娘，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儿？他是我的独子，是我王家唯一的血脉。你儿子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他就算做了什么，也不过是年少轻狂，不懂事儿。你怎么能让人了他？你这是要绝我王家的后啊！好家伙，差点以为这老东西才是妖后了，简直比我还坏啊！王大人，他糟蹋女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人家也是爹生娘养的？他羞辱朝廷命官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人家也是有父母兄弟的？这如何能比？我儿他和贱民，我儿固然有错，可娘娘也不能卸载他 QQ 了。你说对，确实不能。按大梁律，意图严重侵害朝廷命官，罪当斩首。本宫这就让人把他拖到菜市场处以严酷刑罚之刑。王大人觉得可好？算了，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对国子监太久的儿子施以酷刑，以后谁看到我不得瑟瑟发抖？本宫觉得给他上之刑更合适，要盆之刑。
不，皇后娘娘，臣求你饶他一命，臣愿意把所有的家产都捐出来，臣愿意告老还乡，臣什么都愿意，求娘娘饶他一命。不行哦，他让本宫不高兴了，今天他必须死。娘娘，臣从来没有求过人啊，臣就这么一个独子，就不能……哦，被你求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吗？皇后娘娘，你打我儿子，我定不会善罢甘休。大梁的官员大半都是我的门生，你若逼我，我就……你就怎样？造反吗？臣不敢，臣万万不敢。你刚才还敢，现在就说不敢，你什么意思？耍本宫吗？臣没有，臣只是……好啊，你倒是提醒本宫了。大梁的官员大半都是你的门生，本宫倒要看看，是你的门生多，还是本宫的剑快。皇后娘娘，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杀我，我是朝廷命官，我是国子监祭酒，你爹！妖后，你无道，你滥杀无辜，你滥杀无辜！你孙子羞辱朝廷命官，殴打新科举子，这分明是想要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本宫这是在诛杀乱臣贼子！本宫听说大梁的官员都是你们王家的门生，你要干什么？本宫要干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你敢！你若杀我，天下读书人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怎样？为了你王家造反吗？那本宫倒要试上一试，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有这样的胆子了。皇后杀了国子监替九一家3代，杀了7、8个世家子弟。皇后娘娘，王恒折辱新科状元，殴打朝廷命官，确实死有余辜。可国子监祭酒和王老太爷他们有什么错？张大人此言差矣。王大人的儿子行凶在先，王大人不但不制止，反而纵容包庇，事后更用天下官员威胁皇后娘娘，这不就是在说他有能力造反吗？没错，王大人威胁娘娘，说大梁的官员都是他的门生，这不就是在说他有能力煽动天下官员造反吗？此等乱臣贼子，不杀不足以正朝纲。娘娘，臣这就带人去抄家。王家在朝中经营了这么多年，门生故旧遍布朝野，要抄王家的家，必然会牵扯到很多人，得罪很多人。普通的朝臣点不敢干，但沈凌霄敢。我是北疆王，手握重兵，功高怪事，不参与朝堂斗争，不怕得罪任何人。我来抄家最合适，而且裴渊让我来抄家，也是给朝中那些人一个信号，王家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要办的，我沈凌霄也支持他。抄仔细点儿，跟国鲁监祭酒走得近的，统统给本宫抄。家里抄出来的银子折合白银竟然有1000多万两，1000多万两，这比国库2年的收入还多。难怪他儿子那么嚣张，原来家里这么有钱。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还用说吗？国子监这些年收了多少贿赂，卖了多少功名，这些钱都是天下读书人的血汗钱啊！最后又抄了好几个大臣的家，都是和王家走得近的，平日里没少收王家的好处。可跑得了吗？
家本来是我的活，活生生又让沈凌霄这个显眼包给抢了。可恶，我才是皇后娘娘的亲哥哥。这个女人，自从坐上皇后的位子，就一直在跟我们作对，杀权贵，斩世家，压朝堂，现在连国子监祭酒都杀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们？妖后无道，滥杀无辜，祸乱朝纲，他是妲己在世，老子重生。都以为裴韵杀王家3代，天下读书人要跟他拼命，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他。反对！天下读书人苦王家久矣，如今王家被搀，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什么？皇后娘娘杀了国子监祭酒，杀得好！那种人，仗着自己儿子是国子监祭酒，就横行霸道，活该！就是，我听说他儿子当众羞辱新科状元，那种人死有余辜。皇后娘娘是为民除害。皇后娘娘怎么杀权贵，怎么斩世家，怎么为国为民，怎么替天行道。好，说得好！你们这些愚民，简直愚不可及！妖后倒行逆施，滥杀无辜，弄得朝中人心惶惶，大梁迟早会亡在他手里。骂我们几句也就罢了，敢骂皇后娘娘？你们想干什么？不是我不想救啊，我就是个文弱书生，耍耍嘴皮子还行，打架是真不行啊！世子，你没事吧？你刚才哪里去了？为何不救驾？救驾？救什么驾？你还不是皇帝呢！世子，我见局势与我方不利，去找武器了，谁料找了一圈，啥也没有找到。蠢货！大梁百姓都是一群蠢货，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吗？只有我才是天选明主，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带着大梁走向繁荣富强。可是殿下，我们现在没有实力跟他对抗啊！北疆被打服了，北狄俯首称臣了，沈凌霄又对他忠心耿耿，我们拿什么打？那就等机会，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皇后娘娘此举有违祖制。来，你近前说话，告诉本宫，本宫违了哪条祖制？抄家！给本宫抄家！皇后娘娘如此行事，恐寒了天下忠臣之心。寒了忠臣之心，那说明你不是忠臣。抄家！皇后娘娘此举与暴君何异？暴君？本宫是皇后，不是君。你居然污蔑本宫谋逆，本宫要把你也抄了！我真的只是用了暴君这个形容词，不是真的在骂裴然是暴君啊！反正谁敢逼逼，刚冒头，本宫就抄他的家。我说了胆小，实在是裴元太疯了。他现在完全敌我不分，放起来就是要撞死所有人，连他自己的亲爹都不放过。裴相得罪了，娘娘有令，臣也只是奉命行事。抄吧抄吧，反正也没什么可抄的了。裴渊要收买民心，要养兵，要搞改革，哪一样不要钱？我把老底儿都掏空了，能不变卖家产吗？而是两袖清风的好官。论高，还得是女儿，想的就是长远。绝地3尺也给本王翻出来！
裴崇训怎么会这么穷？这可是当朝丞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平日里贪得那么厉害，现在怎么穷成了这样？肯定是把财产转移了。本王只负责抄家，没抄出东西也没办法。撤！凭什么我们被抄得倾家荡产，你裴崇信就毫发无伤？不公平！说什么没钱，两袖清风，骗钱呢？堂堂丞相能穷成这样，鬼才信！肯定是把财产转移了，藏到哪个不起眼的庄子上了。裴家妇女一个比一个能言，暴虐！对对对，本宫就是暴虐。你再多说一句，本宫连你也暴虐了。否极司臣！鸡都比你强，你连鸡都不如。有违祖制！祖制没教你怎么做人吗？你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你骂什么他都不生气，但你敢多说一句，他就敢抄你的家。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可是世家呀，传承了上百年的世家，怎么能被一个女人拿捏成这样？冷，今年的冬天还没开始，就已经冷得厉害。等真正入冬了，得冷成什么样子？冷了，靠什么取暖？煤炭，而整个大梁的煤矿基本都控制在世家手里，尤其最好那几个矿产的都是上等无烟煤，烧起来没烟，火力旺。这煤矿以前都是供皇宫的，可现在我们联合起来，不给皇宫供煤了。冬天，皇宫别想得到1斤煤。你裴元不是很牛吗？你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吗？你不是想抄谁就抄谁吗？好啊，那你就冻着吧。没有煤，看你怎么过冬。他不是要杀我们吗？好啊，那我们就让他知道得罪世家的下场。没有煤，皇宫就是个冰窖，他裴元再厉害，还能不怕冷？到时候他来求我们，我们再慢慢跟他谈条件。他要是不来求，那就冻着，看谁熬得过谁。冶炼兵器，烧制瓷器，哪一样离得开煤？一步一步全断了，整个大梁都要瘫痪一半。到时候各处怨声载道，着急的就是裴元了。去催，再去催！贵人们没有煤取暖，那是要发脾气的。尤其是裴元，他都能提剑砍权贵大臣了，砍他们这些奴才，不是更容易？一听就知道，这是世家们在搞鬼。知道了，你先下去。娘娘，出事了！什么事？世家们联合起来，断了皇宫的煤。这个冬天，宫里怕是得不到1斤煤。真的？娘娘，您这个反应不对吧？您不应该愤怒吗？不应该暴跳如雷吗？怎么看起来还挺高兴的？我每天绞尽脑汁怎么作，让妖后的名声更响亮一点。世家们主动送上门来，我要是不借此机会大闹一场，那还是妖后吗？明天早朝，本宫倒要看看这些世家怎么解释。诸位爱卿，本宫听说宫里没有煤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人知道？回娘娘的话，臣知道一些情况。今年各地的煤矿产量都不太好，而且北方的百姓也需要大量的煤过冬。
所以大梁煤矿的产出大部分都优先供应给了北方的百姓。娘娘慈悲为怀，想必也不忍心看着百姓们受冻，所以宫里的煤可能要晚一些才能供应上。晚一些？晚到什么时候？这个臣也不好说，要看煤矿的产量和百姓的需求。也就是说，没个准信儿。臣无能，请娘娘恕罪。娘娘，臣的煤矿今年出了事故，产量大减，实在是供不上啊。娘娘，臣的煤矿产的都是劣等煤，怕熏着娘娘和陛下不敢拿来用啊。裴元这次居然这么沉得住气，他不会要强抢吧？不行，要把这条路也给他堵死了。娘娘，其实今年大梁一半的煤都供应给镇南王了。镇南王麾下几十万将士镇守南疆，保家卫国，劳苦功高，将士们辛苦了，应该优先他们。娘娘以为呢？他敢去找镇南王的麻烦吗？他要是说不应该，那不就是得罪镇南王？若传到镇南王耳朵里，他还坐得住？本宫的手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兴奋。这些世家个个嘴里都是百姓，百姓都是能臣忠良啊，那就除掉，统统都除掉，全除掉。天下百姓知道这些一心为他们的能臣干将都被除掉了，那不得造反啊？到时候我的妖后之名就彻底坐实了，完美。诸位爱卿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官啊。娘娘，有话好好说。娘娘，臣等都是忠臣啊。娘娘，臣没有做错什么，娘娘饶命。安远侯，你刚才说你的煤都供给了镇南王？是的。那你告诉本宫，镇南王要那么多煤做什么？南边有那么冷吗？难不成镇南王是想要用煤造兵器，为造反做准备？你给他这么多煤，你也参与了他造反的事？这都是什么发散性思维？怎么一下就从煤扯到镇南王要造反了？我可没说镇南王要造反啊，这跟我没关系啊！娘娘，镇南王的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有些人不适应南疆的气候，所以需要大量煤取暖啊！安远侯，你是觉得本宫傻？娘娘，臣不敢，臣说的都是实话。实话。娘娘饶命！娘娘饶命！怎么感觉自己经常追着他们跑？他们身体都变好了。反正供煤就不可能供煤的。但我们就是能让皇宫没有一斤煤。除掉他们，除了泄愤，没有任何意义。人都要完了，以后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皇后娘娘这是要干什么？得罪了世家，连累我们跟着受罪。就是，她在前面逞威风，我们却在后面受冻。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皇后娘娘，臣妾等实在熬不住了。娘娘，能不能想想办法，给宫里弄些煤来？哪怕劣等煤也行啊，总比没有强。你去告诉他们，宫里没有煤，他们要是熬不住，可以离开皇宫。离开皇宫？宫里没有煤，他们娘家总有吧？离开皇宫？皇后娘娘吩咐，请诸位太妃即刻收拾行装，回各自娘家去。
回娘家？皇后娘娘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让我们离开？这不合理智吧？理智？冻死在这里就合理智了？可是我们走了，别人会怎么说我们？那是皇后娘娘赶我们走的，又不是我们自己要走的，别人要骂也骂不到我们头上。皇后说了，允你们出宫，你们走就是了。清代姑娘，其实皇后娘娘都是为了我们，对吗？娘娘是个不擅长将自己的善意说出来的人，你们能理解娘娘的一片苦心，也不枉费娘娘为你们背负骂名了。娘娘真是太美好了，总是喜欢深藏功与名。多谢娘娘体恤，这份恩德妾等没齿难忘。刚才外面有人来了，是那些太妃走的时候特意过来骂娘娘您的。骂我什么？当然是骂娘娘过分了。他们在宫里好好的当太妃，您却把他们全都赶走，他们恨死您了。那可真是太好了。娘娘，这不合理智。太妃是先皇的妃子，怎么能遣散出宫？这是对先皇的大不敬。请娘娘收回成命。万一裴元真的收回成命怎么办？那可不行。你们说的对，本宫也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要不这样吧，本宫把那些已经葬入皇陵的太妃们也挖出来给各家送回去，再把历任先皇的也挖出来，给各位太妃也分几块骨头。娘娘，宫里年轻的太妃们都走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太太妃、太妃不愿意走。本宫要坐实为了称霸后宫一家独大，把所有太妃都赶出去的罪名，留下这些太妃，这罪名就不够响了。让他们去庄子上做这个月事带、如厕纸用来擦腰后，这也太奢侈了吧！大梁虽然已经有了造纸术，但纸还是很贵的，寻常人家根本用不起。用纸来擦腰后，简直是闻所未闻。还有那个月事带，越看越觉得神奇。现在普通人家的女子来月事，用的都是草木灰或者破布吊，既不卫生又不方便。如果真的有这种可以吸收、可以更换的月事带，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能做出来，那天下女子就有福了。娘娘，奴婢这就去。越想越觉得自己丧心病狂。那些太太妃、太妃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折腾人家去干活，还是去做月事带？就问你，我这个皇后丧心病狂不？感觉那些太太妃、太妃应该是要骂死自己了。骂吧骂吧，骂得越凶越好，我的妖后之名就要靠这些人来传播了。诸位娘娘，皇后娘娘让奴婢来传话。皇后娘娘把我们赶出宫，还有什么好说的？各位娘娘，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怨气，你们以为娘娘是真的嫌你们上了年纪，把你们赶出宫吗？不，她是为了你们的未来。你们一辈子被困深宫，可曾为什么而拼过命？可曾为什么而燃烧过？可曾热爱过什么？现在，娘娘要把一件天大的事交给你们办，办成了，你们将会是天下女子乃至天下人的大功臣，你们的名字将会被载入史册，被后世万代传颂。真的吗？皇后娘娘真的这么看重我们？我们还能做大事？当然，娘娘说了，这件事非你们不可。你们是宫里最尊贵的人，见多识广，品味高雅，只有你们才能把这件事做好。这是月事带，
这设计太巧妙了，用纸来擦，这也太奢侈了吧！娘娘说了，这些东西做出来能造福天下女子。你们想想，天下有多少女子每个月都要忍受不便和尴尬？如果你们能把这件事做成，那是多大的功德！清代姑娘，你告诉皇后娘娘，我们一定好好干。还好忽悠住了，不对，是激励住了。太妃们走了，但宫里还有很多宫女太监。没有煤炭，对普通的宫女太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宫女太监们条件哪有那么好？别说冬天用上煤炭取暖了，大冬天连洗衣服都是冷水好吗？也就运气好的时候，能在主子屋里蹭一会儿暖意。大多数人都是自己挨的，冻着冻着就习惯了。烂骨头，还不快去干活！当然，有条件的宫女太监用煤炭，那也是要花钱买的。他们也可以出宫偷偷买一些劣等的煤炭，虽然贵一些，但也不是买不到。所以真正用不上煤的，现在宫里只有裴远和小皇帝。但娘娘又以此为借口，让我把宫女太监们也遣散了。宫里的情况，你们现在也看到了。世家门联手对娘娘发难，断了宫里的煤。娘娘给了恩德，想要出宫的宫女太监都可以自愿出宫，娘娘会给遣散费。娘娘可是贤后，她哪能直接就把这些宫女太监赶走啊？当然要给遣散费，还要给的丰厚，让天下人都知道娘娘的贤德。清代姑娘，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出宫？遣散费真的给？当然是真的，娘娘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太监们就不一样了，大多数太监都不愿意走，他们身体残缺，出了宫能去哪里？在宫里好歹有口饭吃，到了外面没有身份地位，人人耻笑，实在是没有好去处。清代姑娘，我们不想走，我们就想留在宫里。宫里总要有人做事，全走了也不行。人少了，开销就少了，我可以节约点钱来做点奢靡享乐的事了。唉，天底下估计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种奢靡享乐都要想办法开源节流的人了。断了皇宫的煤，裴元就会服软，就会来求咱们。那些世家真不是东西，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为民着想的皇后娘娘，他们就知道祸害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人。就是他们想冻死皇后娘娘，冻死小皇帝，好让他们自己人当皇帝。呸！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娘娘为了不连累宫里的太妃和宫女，把他们都遣散了，自己一个人在宫里受冻。这样的皇后，天底下哪里找去？听说娘娘还给了遣散费，给的还不少呢。那些宫女出去之后，都能过上好日子。娘娘真是菩萨心肠啊！要是我有煤，肯定送进宫里给娘娘，让娘娘长命百岁。是啊，娘娘为了让我们穿暖，让北疆王在北疆种上了棉花。让我们家家户户今年都买上了棉衣棉裤过冬，万一娘娘自己冻坏了，可怎么整？我们不能让娘娘冻着。世家开的铺子，我不去了，我也不去了，让他们知道知道，
欺负皇后娘娘的下场。对，听说城开了个铺子，是皇后娘娘支持宫里的太妃们开的，我也要让我女儿去支持支持。这不对劲啊！现在朝中所有人都应该对我恨之入骨啊！看到我受冻，这些人不应该暗爽吗？怎么还送东西来？沈凌霄等人肯定是在借我和世家打擂台。世家现在能靠煤矿拿捏我，将来就能靠煤矿拿捏沈凌霄这个新帝。沈凌霄心里肯定是不爽的，他送煤来不是为了帮我，是为了帮自己。这样一想，就舒坦多了。清代那些太太妃们怎么样了？娘娘，那些太妃走的时候恨死您了，一直在骂您，说他们在宫里好好的当太妃，结果被您赶到庄子上没日没夜的干活，累死累活的。真的吗？真的真的，骂得可凶了。太好了，继续骂，让他们继续骂。我们做到了，我们真的做到了。皇后娘娘，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奇迹，是娘娘给了他们活下去的意义。娘娘总是这样，做尽了好事，却把所有的骂名声背在自己身上。侯爷，咱们还要继续跟皇后娘娘硬碰下去吗？硬碰？拿什么硬碰？他手里有沈凌霄的20万铁骑，有百姓的民心，有那些不要命的大臣支持。咱们呢？除了几座煤矿，还有什么？那侯爷的意思是？谈，跟他谈，总不能真的跟他死磕到底，对咱们没有好处。世家不可能去跟裴元亲自说他们妥协了，那太丢面子了，也太危险了。万一裴元提着剑把他们砍了怎么办？得找个中间人，一个裴元不会砍又能说得上话的人。裴崇训，这个人虽看起来跟裴元一条心，但毕竟是老臣，是文官之首，是懂规矩懂厉害的人。跟他说，他能听懂，也能转达。对，就是他。裴崇训也是够可以的啊，演个戏搞得这么逼真，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家徒四壁了呢。而且瞧瞧这吃的什么白粥配咸菜。侯爷请用。招待的又是什么？直接就是白开水，连茶叶都没放，装的倒是挺像。裴夏，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皇后娘娘这么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你也不想看着你闺女把大梁折腾散了吧？咱们各退一步，只要皇后娘娘肯服软，不要再针对世家，把曾经属于世家的权利都还给世家，让我们离开京城，世家也不会再跟皇后娘娘作对。大家都是统治阶层的人，互利互惠不好吗？裴元何必非要为了一群贱民就跟世家闹得这么僵呢？我知道安远侯说的是事实，煤炭不仅仅是用来取暖的，它是工业的血液，是国家的命脉。没有煤炭，
炼钢炉就烧不起来，没有钢铁，兵器就锻造不出来，没有兵器，军队就是一盘散沙。世家这次拿来拿捏裴远的，不是普通的民用煤，而是战略资源，这才是最要命的。裴远之前已经因为拒绝徐国的言而惹了众怒了，如果再因为煤炭跟世家对上，后果不堪设想。世家既然愿意给一个台阶下，裴远也完全可以见好就收。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去跟娘娘说，但她听不听，我不敢保证。元儿，爹来是有些话想跟你说。是世家的事，元儿。煤炭不仅仅是用来取暖的，炼钢、锻造、制陶、冶铁，哪一样离得开煤？如果没有煤炭，这些行业都将停摆。现在世家给宫里断煤只是开始，后续他们会一步一步收紧，直到朝廷的命脉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你之前已经因为拒绝荀国的言而得罪了荀国，惹了众怒了。如果现在再因为煤炭的跟世家对上，朝廷的运转就会出大问题。爹怕到时候你把自己逼上绝路，也不是要你认输，是要你适当服个软。这不是丢人的事，这是为了大局。你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稳住朝廷的运转，保住大梁的根基，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服软？爹，你觉得我可能向世家低头吗？可是……没有可是。世家以为拿捏住了煤炭，就是拿捏住了我的软肋。做梦！我就要硬气到底！我要告诉他们，他们世家拿捏皇权、拿捏天下百姓的时代过去了。女儿这番话说的也太雄心壮志了吧？难道女儿是想要借此彻底铲除世家，好为以后登基做准备？裴渊不是不顾后果的人，他是当帝王的人，他怎么能妥协？怎么能被世家拿捏？他那个眼神一定是在暗示我，他已经有了办法。没错，肯定是这样。女儿定然是在下一盘大棋呀！爹知道了，爹去告诉那些世家，让他们死了这条心。裴元是不可能妥协的，你们死心吧。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既然他非要硬刚到底，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煤炭将全部供应镇南王那边，朝廷一斤煤都别想得到。到时候朝廷没有武器，可别怪咱们。对，全部攻击镇南王。让那妖后看看，没有我们的煤，他拿什么炼钢，拿什么锻造兵器？这么多煤炭供应镇南王，镇南王能拿来干什么？不用想也知道了。有了兵，又有煤炭锻造武器，镇南王能忍住不造反吗？就不信裴渊不害怕。到时候镇南王要是真有了反心，裴渊这皇后的位置还坐得稳吗？我觉得这一次裴渊一定会妥协。等了3天，裴渊毫无动静；5天还是没有动静；7天依然没有动静。
娘娘，臣求您了，您就跟世家服个软吧，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啊！镇南王要是真有了反心，大梁就完了。娘娘说了，此事不必再提。娘娘，臣等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只是此事关乎大梁存亡，娘娘三思啊！镇南王那边一旦起兵，后果不堪设想啊！不必再说了，谁再提此事，杖杀。娘娘旨意，谁再提此事，杖杀。我一直以为她是贤德的皇后，是上天赐给大梁的恩典，是带着大梁走向繁荣富强的希望。他为了骨气和面子，得罪玄国断了言，又得罪世家断了媒。没有媒言，百业停摆，朝廷必瘫，他就半点想不到这些吗？难道从前的贤德都是做样子，是收买人心，是演戏？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看错了人？后娘娘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女人。女人嘛，都是感情用事的。咱们这一招釜底抽薪，她肯定慌了。你们看，她连杖杀的话都说出来了，说明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用暴力来维持体面。侯爷高明，薛守正那些大臣都对皇后娘娘失望了，民心也在慢慢流失。等镇南王那边一有动作，皇后娘娘的位置就坐不稳了。坐不稳？她本来就坐不稳。一个女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名不正言不顺，否极司臣，违背天道。以前有沈凌霄的支持，有百姓的拥护，咱们动不了她。可现在她自己作死，怪得了谁？侯爷说的对，传话下去，让各个世家都按计划行事，煤炭一粒都不许流入朝廷控制的行业。我倒要看看皇后能硬气到什么时候。皇后娘娘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世家太狠了，这是要把朝廷往死里逼。皇后娘娘要是倒了，大梁就完了。娘娘，臣求您了，就服个软吧。世家已经放话了，煤炭全部供给镇南王。镇南王手里有几十万大军，要是再有了兵器……够了，本宫说了，此事不必再提。娘娘，臣不是为世家说话，臣是为大梁的江山社稷啊。娘娘若是执意如此，臣只能……你要如何？辞官、告老还乡，还是跟世家一起逼宫？启禀陛下娘娘，顾清怀顾大人从黔州回来了，在殿外候见。顾清怀，那个被贬到黔州的顾清怀，他怎么回来了？轩，本宫打算把男主的心腹大臣慢慢的都召回来，顾清怀是第一个。顾兄，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顾清怀吃了这么多苦，这次回来定然会怨恨裴元，咱们正好可以把他拉拢过来。
娘娘，臣幸不辱命。臣在黔州发现了18处大型露天煤矿，请娘娘过目。18处大型露天煤矿，这怎么可能？黔州那个山高路远、贫瘠不堪的地方，怎么会有煤矿？臣采用了最新的采掘方法，产量极高，煤质上佳。另外，臣还用煤矿做了一个东西，请娘娘过目。这是什么？蜂窝煤。臣将煤炭粉碎与黄泥混合，压制成型，中间打上孔洞，此物易燃、耐烧、烟少，极为节省煤炭。今年冬天，大梁百姓靠着这蜂窝煤，将再无一人冻死。这就是天选能臣吗？压根儿不需要我指点，就能自己找到煤矿，研究出这个时代最先进可行的采掘方法。看来我那些手稿根本不用拿出来了。果然，古人的智慧是不容小觑的。不可能，这不可能！黔州那种穷乡僻壤，怎么可能有煤矿？还是18处！顾清怀，你别是在糊弄娘娘！娘娘，此事事关重大，臣以为应该派人去核实一下。连世家都没发现的煤矿，顾清怀怎么发现的？对，应该核实。顾清怀，你该不会是齐军吧？各位大人若是怀疑，尽可以派人去黔州查看。臣在黔州发现的所有煤矿，都已经做了详细的登记和标注，一文一物皆有据可查。这是臣在黔州1年来所做的工作记录，请娘娘过目。沈凌霄真的是天选之子啊，身边全是能人。皇后娘娘英明，皇后娘娘深谋远虑，臣等愚钝，先前竟敢质疑娘娘，实在该死，娘娘恕罪。顾大人，此事保真吗？薛大人，若是不真，我怎敢上报？皇后娘娘英明。不是，归我干什么？煤矿不是顾清怀发现的吗？顾清怀不是沈凌霄的人吗？这功劳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头上啊。哦，也对。现在好歹在朝会上，沈凌霄当然不能明目张胆的出来领证，顾清怀也不能说这是沈凌霄的功劳。他要是敢这么说，那就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沈凌霄在培植私人势力。朝臣更不可能去跪谢沈凌霄，那不成造反了吗？所以只能谢我了。而且大家也不是真的想跪我，是怕我这个妖后，所以才对我这么恭敬。我都懂。娘娘，臣以为黔州的煤矿虽然发现了，但开采和管理也需要人手。臣愿意为朝廷分忧，派人去黔州协助顾大人。不必了，黔州煤矿交由顾清怀全权督办。娘娘，煤矿事关重大，岂能交给一个人全权督办？这不合规矩。顾清怀，本宫给你先斩后奏的权利，谁敢无乱插手，斩！顾清怀掌握了煤矿，就相当于沈凌霄的军队有了武器，不更方便沈凌霄造反吗？
怎么可能让世家破坏了我的好事？煤矿之利，自古便是朝廷和世家共分的。娘娘如此行事，置我们这些世代经营煤矿的世家于何地？对，煤矿事关重大，不能交给一个人全权督办。臣建议由朝廷和世家共同管理，方为稳妥。娘娘，您要三思啊！你们不是已经把煤全部供给镇南王了吗？怎么现在又想要黔州的煤矿了？看来你们是真想帮镇南王谋反啊！娘娘，臣等绝无此意啊！从娘娘的三言两语，我就知道了这一年她在京城所面临的压力。她真的是有先见之明，早就料到世家会用煤炭拿捏朝廷，才把我贬到黔州去找煤。所幸我没有辜负娘娘的一片苦心。他们以为皇后娘娘和他们一样，只知为家族谋利，全然不顾天下百姓死活吗？娘娘把煤矿交我全权督办，还给了先斩后奏之权，就是摆明告诉世家，这煤矿你们碰都别想碰，也是告诉天下百姓，朝廷并没有不管他们的死活。娘娘放心，臣保证，这些煤矿一定优先供应民间，价格低廉。臣也绝不会给任何投机倒把之徒钻营的机会，让娘娘的苦心白费。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给沈凌阳造势吧。男主的势力，让男主将来接手一个更强大、更富庶的国家。我这个妖后，只要能安安稳稳当反派，直到男女主和一众能臣干将联手把我干掉就行了。皇后娘娘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是高啊！世家以为拿捏住了煤炭就能拿捏住朝廷，可娘娘直接找到了新的煤矿，断了世家的念想。现在那些世家手里的煤炭还有什么用？行啊，卖吧。镇南王从世家手里买煤，是想要造反吧？不管镇南王是不是真想造反，世家的煤他都不敢要了。为了避嫌，他甚至只会从朝廷手里买。更妙的是，黔州的煤比世家手里的便宜得多。黔州煤矿是朝廷，不需要盈利，只要不亏本就行。世家手里的煤成本摆在那里，卖又卖不出去，烧又烧不完，堆在那里一年一年的贬值。我们输了。皇后娘娘这一招实在是高啊！我早就说过，皇后娘娘不是那种不顾大局的人，她肯定是有后手。可不是嘛？你看顾清怀被贬到黔州1年，回来就变成了这副模样。要不是忠心耿耿，谁会为了朝廷吃这种苦？皇后娘娘看人的眼光真是毒辣呀！我想起自己刚才跪在地上劝娘娘妥协的那些话。皇后娘娘若没有底气，怎么会和世家硬刚？她不是冲动，不是意气用事，不是不顾江山社稷，她只是没有告诉我们而已。她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压力，一个人布了那么大的局，一个人走到了最后。在最关键的时候，我选择了怀疑她。在他最需要信任的时候，我选择了劝他低头；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我把她当成一个任性妄为的女人。娘娘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娘娘心里就不是可信的人。如果可信，怎么会因为这件事就去劝娘娘低头？如果可信，怎么会对她没有信心？如果可信，怎么会不相信她有后手？辜负，是我自己辜负了娘娘的信任。薛大人，还在想刚才的事儿？
我差点误会了皇后娘娘。谁不是呢？皇后娘娘这个人做事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你以为她在胡闹，其实她在布局。你以为她要输了，其实她早就赢了。咱们啊，还是太不信任皇后娘娘了。听说了吗？顾大人在黔州找到了18个煤矿。听说了，还做出了什么蜂窝煤？听说是把煤打碎了，掺上黄泥，压成饼，中间打孔，特别耐烧，烟还少，一个蜂窝煤能烧一整天呢。那得多少钱一个？顾大人说了，价格低廉，保证我们百姓家家户户冬天都能用得起，不会再有冻死的人了。我那小孙子，去年冬天就是冻死的，才4岁，忙乎乎的，会叫爷爷了。当时他一直喊冷，可煤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就想着熬一熬就过去了。谁知道那年冬天特别冷，孩子没熬过去。今年好了，今年用上蜂窝煤，我家那小孙子要是还在，就不会冻死了。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她早就派人去找煤矿了，就是不告诉我们。她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儿，咱们在外面还骂她，真是不应该。可不是嘛！那些世家还想用煤炭拿捏皇后娘娘，说什么要断煤，要把煤卖给镇南王。结果呢，皇后娘娘根本不在乎他们，她早就弄到了自己的煤。皇后娘娘万岁！皇后娘娘万岁！话说那日，顾清怀顾大人从黔州归来，各位猜怎么着？皮肤黝黑，满手老茧，活脱脱一个矿工模样。那双手啊，全是伤口和老茧，粗的能磨刀。那个脸啊，晒得跟锅底似的。要不是他自报家门，谁认得出来这是当年金殿上那个面如冠玉的状元郎？你们猜怎么着？他在黔州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硬是找到了18处大型露天煤矿，而且他还做出了一个东西，叫什么蜂窝煤的东西，把煤打碎了，掺黄泥，压成饼，中间打孔。这东西好啊，耐烧，省钱，烟还少。今年冬天，咱们大梁的百姓就靠着蜂窝煤，将再无一人冻死。说到底，皇后娘娘才是真正的深谋远虑。她从来没有想过把能臣贬谪，她是在下一盘大棋。她把顾清怀贬到黔州，不是惩罚他，而是信任他，是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去办。他在为百姓的幸福生活谋划，在为大梁的江山社稷谋划。好，皇后娘娘英明，顾大人威武。侯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本侯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以后只能朝廷的煤矿什么价，本侯就什么价，否则根本卖不出去。而朝廷的价绝不可能高。裴渊那个女人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白送给百姓，好好的天大富贵，能保子孙万代不愁吃穿的富贵，就这么被他干没了。这跟杀人父母有什么区别？本侯与他不共戴天。那侯爷想如何？顾清怀是找到了煤炭，
但盐呢？本侯就不信裴后还能弄到盐。弄不到盐，他得罪虚国使者的事就过不去。大梁没有盐，百姓会怎样？他们不会怨恨苏国，不会怨恨使者，他们只会怨恨裴后，怨他为了一时之气，得罪了能给我们盐的人。等百姓对他失望了，等民心散了，等朝廷因为缺盐运转不灵了，到时候世家自然能扳回这一局。一件棉衣，谁出门谁穿，这样就不会冻死人了。这些全都是拜皇后娘娘所赐。娘娘贬谪谢大人他们，原来不是惩罚，是让他们去地方上搞棉花、找煤矿。娘娘强征民女，原来不是采补，是教他们纺织和医术，好让棉花能变成棉衣，好让生病的人有救。我们之前真是猪油蒙了心，居然那样骂娘娘。求上天保佑皇后娘娘长命百岁，只要娘娘在一天，咱们的日子就有盼头。娘娘高兴就好，这也不算撒谎，只是换了个说法，一切都是为了娘娘的身体。很好，民怨依旧沸腾，男主的群众基础依旧稳固。娘娘的第一步是用煤炭解决民生，收拢人心。这第二步是要用焦炭炼出的好钢，打造出天下无敌的军队和无坚不摧的农具。这才是娘娘真正的蓝图啊！我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完成娘娘交给我的使命。现在就看谢云州的铁矿找得如何了。只要铁矿找到了，世家手里的那些铁，如果不降低价格进行售卖，也将变成一堆废铁。那民间百姓就能用上低廉的铁制农具，这将更有益于百姓农耕，增加粮食耕种和产量。而朝廷手里掌握的铁矿，则完全可以用于炼钢。这个大梁真的是在娘娘手中，一点一点从灭亡的边缘被拉回来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大梁就会彻底实现国富民强，百姓路不支吾。娘，大事不好了！百姓把皇城围起来了！围起来了。好啊，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这些日子，我又是得罪世家，又是得罪徐国，又是断煤，又是缺盐的，百姓们早就该忍不了了。现在终于忍不住了，要来骂我了。被百姓围着骂，这才像一个妖后该有的待遇吧。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什么？娘娘万福金安！娘娘千岁！
娘娘是我们大梁的活菩萨。你仔细听听，他们到底是不是在骂我？怎么喊得这么兴奋？骂人！这分明是在歌功颂德。娘娘，您在民间的名声真是太坏了，百姓们恨您恨得咬牙切齿。今日好不容易见到真人，可不就激动的喊起来了吗？是吗？那就好。皇后娘娘对自己竟然如此苛刻，她希望老百姓骂她，督促她，免得自己骄傲自满，忘记了初心，所以她才会把百姓的感激听成谩骂，把百姓的崇敬看成仇恨。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这不是虚伪，不是矫情，而是真正的谦逊，是那种只有达到了某种高度之后才会有的发自内心的清醒和自省。他坐在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手握天下权柄，却没有一刻忘记自己肩上的担子。他不需要赞美，不需要歌功颂德，他只想听真话，只听得到批评。这样一对比，我们实在是太容易满足了。做出一丁点的成绩，就开始自我满足，觉得天大的功劳都在自己身上，跟娘娘比起来，我们算什么呢？那是什么伞？不会是万民伞吧？以娘娘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此刻拿上来，很有可能是啊。民间夸娘娘一句，她都能气得晕过去。要是百姓还给娘娘送万民伞，而且还是这么多，那娘娘不得活活气死？不行，不能让娘娘看到，绝对不能。江丞相，这是百姓送给娘娘的伞吗？给我吧，我给娘娘就好。清代姑娘，这是百姓给娘娘的万民伞。果然是万民伞，都是百姓的一片心意。若是娘娘看到了，定然高兴。今天百姓既然也都在这里，何不把万民伞打开，让所有人都知道全天下百姓对娘娘的爱戴？这样的盛世，百年难遇，正该好好宣扬。江大人，娘娘是个朴实无华、低调内敛的人，她只喜欢用事实说话，脚踏实地的干实事，不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若是真送到了娘娘面前，娘娘不会高兴的。清代是裴元身边最亲近的人，日夜伺候，朝夕相处，自然是最了解裴元的。他说裴元不喜欢，那裴元肯定就不喜欢。